叶依依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跪在地上，而且手脚也变小了。怎么回事？她刚才不还窝在被子里面通宵看小说吗？九公主殿下，听说您亲眼看见太子殿下推了珍妃娘娘，导致她流产的，是吗？啊，流产？太子推珍妃？爹爹，不是这样的，太子哥哥没有推珍妃。滚！爹爹，太子哥哥真的没有推珍妃娘娘，是我推的，因为珍妃娘娘说只有我这样做才会跟茵茵饭吃。茵茵没想到让珍妃娘娘洗个澡，她就会这样，亏我还答应她叫上了太子哥哥一起过来看她游泳呢。爹爹，茵茵说的都是真的，你相信茵茵好不好？你刚刚叫我什么？爹爹呀，爹爹是最好的爹爹，父皇是大家的父皇。你说珍妃落水是她自己安排的？对呀，爹爹，你想想，珍妃娘娘身边那么多的宫女，为什么见太子哥哥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呢？百家嘉庆宫。娘娘，皇上一向对您宠爱有加，这次你丢了孩子，他一定会想尽办法补偿你的。当初果然没有白手养叶茵茵那丫头，这几年可没少帮我忙。今天他把他哥哥拉下来，明天我就准备让他病死。娘娘圣明，没什么比兄妹相残还要好玩的戏码了。皇上驾到！娘娘，皇上一下朝就往您这里来了，肯定是来安慰你的。啊，快看看我现在的模样柔弱吗？柔弱？陛下看了一定会心疼的。既然不方便，那就不用行礼了。皇上，爱妃你肚里的孩子是怎么没的？是太子殿下。爱妃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朕没有耐心。皇上，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你千万不要偏信啊！臣妾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是太子殿下推下去的，臣妾难道还会拿亲生骨肉去谋害太子殿下吗？在珍妃落水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啊？在嘉庆宫中，珍妃娘娘当时并不让奴婢跟随。玩忽职守，拖下去杖毙！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是珍妃娘娘说有大事要办，才不让奴婢等跟随的。奴婢也不知道珍妃娘娘出去一趟会没了皇嗣，求皇上开恩，求皇上开恩呐！烦躁的挥手让侍卫把他们带下去，这才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皇上，您不要轻信贱婢们的一面之词，我没有带他们出去，但是我带了九公主殿下。臣妾只是想和九公主独自说说话，哪里知道会碰到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还推了臣妾一把，这才没了孩子。他还那么小，都没有来得及到这世上看你一眼，叫你一声父皇，他就走了。我的孩子啊！爹爹，茵茵能证明是珍妃娘娘自己要去河里游泳，这才没了宝宝。难道你要听信一个外人的一面之词，不相信茵茵吗？爹爹，你真好看，是茵茵见过天底下最好看的人。茵茵长大以后也会和你一样好看吗？你要是和朕长得一样好看，朕还是天底下最好看的人吗？茵茵一想，好像也是。那茵茵第二好看就行了。爹爹，你就永远是最帅的了。叶墨尘的笑意从刚才开始就没有停过。珍妃看着情况不对，陛下，一日夫妻百日恩啊！臣妾是您的枕边人，没有臣妾，这后宫怎么会有新的公主和皇子？珍妃想要表达的是，
只有他们这些嫔妃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叶茵茵听到的是，没有你，还有别的娘娘可以生宝宝，你不能这么自私，只让宝宝住在你家。要是你多游几次泳，茵茵是不是就不能当姐姐了？气得他很想扑上去撕烂他那一张嘴。爹爹，茵茵想要当姐姐，想要有好多好多弟弟妹妹一起照顾爹爹。要弟弟妹妹是假，你就是想当姐姐吧？被人看穿的叶茵茵，完了，茵茵撒谎被看穿了，以后还会有弟弟妹妹吗？叶茵茵，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给我过来，来我这里，看我等会儿不让你病死。叶茵茵又不傻，哪里会不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叶茵茵站在原地没动。茵茵一天没吃饭，茵茵过去了，明天会有饭吃吗？要是有饭吃，茵茵就过去。他一副很好说话，只要一碗米饭就跟人走的样子，刺痛了叶墨尘的眼睛。珍妃，你好大的胆子！珍妃想再解释什么，可是叶墨尘根本不听。来人，珍妃污蔑太子，着令贬为珍嫔，禁足半年，罚放1年，好好思过该怎么做一个好妃子。皇上，您听臣妾说，臣妾真的没有，您不要听叶茵茵一个人胡说八道啊！皇上，珍嫔，欺君之罪可是诛9族的大罪，你想好了吗？叶墨尘看他这样，已经能够笃定，以后你就搬去芳妃殿住吧，朕不想再看见你。说完，叶墨尘就走了。他走了，叶茵茵自然要跟着一起走，只不过实在走不过叶墨尘的大长腿。可是他没有泄气，一路跟着人来到了养心殿。乔公主殿下，养心殿不得造次，您还是先回芳妃殿去吧。不要，茵茵不会去和娘娘一起吃苦，茵茵又没错，茵茵要找爹爹。他现在回去，非得被那个坏女人给扒了一层皮不可。养心殿的太监没想到叶茵茵真敢把话直说，这不吃苦令人啼笑皆非。你想笑就笑吧，茵茵可是爹爹的女儿，最尊贵的公主殿下是不可以吃苦的。朕的女儿不会吃苦，进来吧。那么皇上从来不放任何嫔妃和小孩进去，就连国之储君太子殿下都很嫌弃。现如今这个9公主居然能领着前朝后宫头一份，一进去就把自己像个鹌鹑一样缩在了角落里。茵茵不能打扰爹爹办正事。然后自己跟自己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茵茵会乖的，不会吵到爹爹。这副自说自话的模样可爱的紧。叶墨尘没想到自己忽略了这么久的小娃娃这么有趣，突然就有种为了奶团子放弃这成堆的奏折不干去逗他的想法。叶墨尘这一看奏折就看到了晚上，最后还是王公公看不下去。陛下，9公主殿下等了您1天了，刚才奴才伺候她吃饭的时候，她还说要等您一起来吃呢。寒善等叶墨尘走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位置上的碗已经被人装好了满满一整碗饭。爹爹要多吃饭，才能越来越健康强壮。拿起那碗饭放到了叶茵茵面前，就让她吃下去。谢谢爹爹给茵茵吃饭，爱你哟。叶墨尘准备等会儿送她去性格温婉的嫔妃那里养着，叶茵茵就出事儿了，捂着肚子不停地说痛。菜里有毒，送上来的菜奴才都试过，绝对不会有毒，请皇上明察。还好茵茵先替爹爹吃了饭，爹爹没事，茵茵就放心了。甄太医，大家都以为是皇上龙体欠安，太医院提点更是亲自提着药箱一路跑了过来。结果一来养心殿，发现皇上好好的站在那里。朕干嘛？朕让你看他。禀皇上，公主殿下这是淤血内滞，恐是内伤滞留，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体质虚弱，突然暴饮暴食，肠胃跟不上节奏，虚不受补，伤上加伤，这才导致晕厥。体虚叶墨尘知道，可是这个内伤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珍嫔打了他的公主？珍嫔该死！据微臣推断，这内伤应该是在公主殿下腹部的位置，否则不会影响到用膳。突然之间，
叶墨尘想到自己今天早上的那一脚，此时远在芳菲殿的珍嫔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定是九公主那贱人有害本宫。叶茵茵迷迷糊糊中感觉肚子跟被火烧了一样热。珍妃娘娘，茵茵听话，我要打茵茵。父皇救我，茵茵不要留在家请功。哥哥对不起，茵茵对不起你。叶墨尘正站在一边看宫女给他上药，结果听到了叶茵茵睡梦中带着哭腔的话：珍嫔狗带皇嗣，胆大包天，着令杖责15，立即执行。给朕滚！等等，把药留下。叶茵茵醒的时候，发现叶墨尘在给自己上药。爹，我这是没死吗？叶茵茵就挪了挪自己的身体，直到把自己挪进了龙床的最里侧。爹，很晚了，茵茵已经不痛了。爹睡啊！爹，为什么要戳茵茵？你不是说不痛了吗？我那是为了让爹睡觉，骗爹的善意谎言。谎言就是欺君，你欺君之罪该当如何？杀头吗？茵茵不想死，茵茵还要陪着爹呢。茵以后再也不骗父皇了。父皇不要睡了，茵茵很痛。让他沐浴更衣，然后睡在了叶茵茵旁边。这可是他的龙床，小没良心的居然敢让他不要睡上来，他偏不。爹，茵茵没有被子了。叶茵茵吸了吸鼻子，小声说了一句坏爹爹，然后闭上眼睛睡觉了。叶茵茵最后是被冷醒的，朝着那个人移了过去。我就睡一下就不睡了。卯时天还微微亮，结果没有按照往常时那样看到叶墨尘已经早早坐在那里等他，而是睡在那里还未起身。皇上恕罪，奴才……嘘，皇上，这是安神丸，能够有效缓解您的头疼。朕今天头不疼，不用吃了。不疼？王公公纳闷了，这头疼病一直困扰皇上多年，今天就突然不疼了。他忍不住朝龙床上躺着的叶茵茵看了一眼。奴才就这一次机会，下次朕直接挖了你的眼睛。今天上朝的时候，叶墨尘虽然还是面色如霜，可最起码没有动辄砍人，就挺突然的。王公公，最近殿下是有喜事了吗？应该是找到了一个效果非常好的香囊吧。王公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叶茵茵，又怕自己的猜测是错的，随便扯了一个借口。那这个香囊效果还是很不错，以后你上朝的时候得让皇上多带带啊。等咱家确定了香囊的功效再说吧。此时的香囊叶茵茵刚睡醒，得知爹爹已经吃完饭上朝去了，去找哥哥了。只不过在门口的时候就被人给挡住了。九公主殿下，这里您不能进。我是来找哥哥的。一直明白，所以公主殿下才不能进。叶茵茵第一次听说找亲哥哥还不能进的，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原委。那就告诉哥哥，茵茵这次来是赔礼道歉的，茵茵会在门口等着哥哥的。不进，我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人拒绝在叶茵茵的预料之中。我说了，我不会走就不会走，他一定要等到哥哥原谅他为止。他要等，那就让他等着好了。1个时辰之后，叶茵茵固执地站在原地。2个时辰之后，叶茵茵已经觉得自己流汗了。公主殿下，您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殿下是不会见你的。不，我说了，我要站在这里等着哥哥来见我，就一定会坚持的。叶景琛在书房里面看完了一本书。走了吗？九公主殿下一直在门口等着，那架势好像是认真的。算了，你让他进来吧。旁边的太监有些犹豫，每次九公主来准没好事儿，她毕竟是我皇妹，我就再信她最后一次吧。太子殿下，您之前也是这样说的，可还不是？去吧。九公主殿下，太子殿下，请您进去。哥哥愿意见我了。九公主殿下，太子始终顾念着你一份兄妹之情，你可千万别再让他失望了呀。我一定不会让哥哥失望的，这次我来就是来赔礼道歉的。叶茵茵2条腿蹦跶着进去了。堂堂公主这样冒失，
成何体统？对不起哥哥，但是茵茵下次还敢。你今天找我到底什么事？不是想哥哥了呀，给哥哥带好吃的。地上房的绿豆糕是茵茵今天吃早餐的时候偷偷摸摸带出来的哟。珍妃给你的，我不吃。不是的，是茵茵今天吃早餐的时候特意传膳让御膳房新做的，就是为了带给哥哥。他像献宝一样把东西递给叶景琛，叶景琛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接过了。太子殿下，叶茵茵，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你，要是这块糕点像你之前给我吃的那样，以后我们的情分可就一刀两断了。你想好了吗？想好了，哥哥快吃吧，很好吃的。叶景琛最后还是张嘴把那块绿豆糕吃完了。怎样，哥哥好不好吃？叶景琛发现自己吃完这块绿豆糕居然没事儿。茵茵一直都知道哥哥喜欢吃绿豆糕，但是御膳房的人一直都不知道，还以为哥哥不吃糕点。以后茵茵每天都带一块绿豆糕给哥哥吃，好吗？回顾了一下嘴里的甜味儿，叶景琛发现这块绿豆糕好像填补了儿时的空缺。不用你带，我要吃自己会让御膳房做。哥哥你骗人，骗人的小朋友会扮成猪头哦。被人戳穿心思，叶景琛也不恼，一副不想理他，要把沉默进行到底的样子。他不说话，叶茵茵就一直不停地说，和他分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叶景琛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一直吵嚷了2个时辰之后，他突然捂着肚子蹲了下去。太子殿下，我说了，这个九公主她肯定没安好心。你看她现在不就来找茬了吗？等会儿要是传出去，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在你这里中毒的呢。传太医，东宫事关储君安危，太医院不敢懈怠，立马就派了太医前来。这个太医和昨天晚上的是同一个。回禀太子殿下，公主殿下这是淤血内滞，是因内伤滞留又没有好好用药所致。微臣这就下去准备一个方子，内服外敷，保准药到病除。好，有劳太医了。内伤？九公主醒来不会说是我们打的吧？不管她醒来以后怎么说，既然在我这里晕倒了，我就会负责到底。太子殿下，你难道忘记他每次害你之后，你都遭到怎样的惩罚和非议吗？想到皇上，奴才该死，竟敢议论天子。叶墨尘处理完正事之后，就到了晚上，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晚上就寝时才恍然发现。来人，皇上有何吩咐？叶茵茵呢？九公主用完早膳之后，就去东宫找太子殿下了。找太子？需要奴才去东宫把九公主接回来吗？不要，你敢去，朕就砍了你。王公公嘀咕道：奴才也没说要去接呀。滚！晚上睡不着，第二天就会很烦躁。天生叶墨尘又不吃安神丸，上朝的时候那满是戾气的样子，把朝臣吓得战战兢兢。下朝之后，你今天是不是没有把香囊挂在陛下身上？昨天有香囊的时候多好，奴才也想皇上把香囊带在身边啊。王公公简直欲哭无泪啊！今天他差点也被殃及了好吗？可是那个香囊被人拐走了，到现在还没能回来呢。王公公，我们文武百官的命可都在你身上了，你也不想我们几个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吧？奴才实在是无能为力，殿下他哪里是我能劝动的，我实在是……王公公要是果真如此，以后你可就是苍兰国的千古罪人，我刘某人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你们这是威胁，赤裸裸的威胁。所以为了不被我们威胁，王公公，明天就看你的了。赵太医今天来给叶墨尘请平安脉的时候，就看见王公公一脸便秘似的站在皇上身边。临着离开养心殿的时候，王公公，这痔疮虽然难以宣泄于口，但是你不该讳疾避医啊。瓶药给你，也不收你诊金，我还要去东宫给公主问诊。告辞。王公公听到东宫和公主这4个字，你说九公主她怎么了？九公主？原来那个隔着帘子的是九公主。可是她不是不受宠吗？赵太医正想着，就发现王公直接跑去了养心殿。不好了，皇上，不好了！
在书桌后处理政务的叶墨尘听到这句话之后，脸色阴翳地盯着对方。王公公这才反应过来，瞬间跪了下去。什么事？启禀皇上，刚刚收到太医来报，说九公主殿下她好像出事儿了。宣太医。公公，叶景琛坐在叶茵茵床边，一脸担忧。太医，皇妹到底怎么样了？为什么还没有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九公主殿下长期营养不良，血气亏空，这才至今未醒啊。小安子，你带赵太医去库房看看，瞧瞧有没有什么好用的药材给皇妹补气血。小安子不同意。太子殿下，库房里的那些东西可都是皇上赏赐给你的御赐之物啊，你平时都不舍得用的。不过只是一些死物，比不过皇妹重要。叫你去你就去。小安子没法，只能带赵太医下去了。他还没走上2步呢，就听到外面在喊皇上驾到。心里一突，下意识往叶茵茵的方向看。这要是被皇上看到九公主殿下生死不明的躺在这里，岂不是会对太子殿下不利？急了。叶景琛就淡定多了。儿臣拜见父皇，父皇万福金安。叶茵茵呢？回禀父皇，皇妹身体不适，在里面休息。要是父皇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告诉儿臣。告诉你？对于跪在自己面前的太子，叶墨尘没有什么印象。滚开！叶景琛跪在原地一动不动。皇妹昨日突然晕厥，至今未醒。父皇，他晕在你这儿了？那样子像是在问你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他来找儿臣时，儿臣让他在门口等了2个时辰。混账，还没坐上朕的位子，就这么大的架子。等你长大了，岂不是要弑君？儿臣不敢。他嘴上说不敢，可是行动上依旧没挪开一步，牢牢地拦着叶墨尘。叶茵茵从房间里面自己跑了出来。爹爹，你不能凶哥哥。爹爹，哥哥很好很好，你能不能不要凶他呀？朕何时凶他？就有，我在里面都听见了。哥哥很好的，是他保护了茵茵。叶茵茵不允许有任何伤害叶景琛。爹爹，你这次来是来找茵茵的吗？茵茵好想你啊。叶茵茵看到叶墨尘不搭理他。爹爹，好不好嘛？茵茵求你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明天你跟我回养心殿。回养心殿？好，茵茵和爹爹一起回养心殿。叶墨尘听到这里才算满意了，意味不明地看了叶景琛一眼，就带着叶茵茵走了。太子殿下，你刚才已经触怒圣颜，这会儿过去是嫌弃自己的命太长了吗？王公公挡住了叶景琛的路。太子殿下，你放心，陛下是不会对九公主如何的。叶景琛还是不愿意。太子殿下，请注意您的身份。叶景琛这才顿住了脚步。皇妹，你又不懂事，还请王公公你多加照拂。九公主殿下哪里需要奴才照拂，她有她自己的福气。叶景琛想到的是那个小小的身影拦在他的面前，为他向那个冷酷残暴的父亲求情的一幕。殿下，您刚才冲动了。她是我皇妹，保护她天经地义。可是殿下，您也不能因为他对你这一次好，就忘了他之前的事情呀。与此同时，另一边，他是我哥哥，茵茵本来就应该保护他呀。你不能叫他哥哥。为什么？他本来就是茵茵的哥哥呀。不合规矩。他就解释了这4个字，多余的话什么也没有说。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喊爹爹，要叫父皇啊？还是一旁走着的王公公抿嘴一笑。九公主殿下，只要记着以后要喊太子殿下、皇兄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用管。叶茵茵那就更不明白了，她心里有意见，不过感受到来自某人冰冷的视线，她只能迷迷糊糊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叶景琛因为担心叶茵茵的伤势，在第2天叶墨尘去上朝的时候就摸来了养心殿。叶茵茵一听到哥哥来了，皇兄，茵茵好想你啊。今天怎么不叫我哥哥了？因为爹爹不让我叫哥哥，说要叫你皇兄，说这不符合规矩。叶景琛想想好像也是，这种民间的叫法的确不适合。不过那你怎么不叫他父皇？
因为爹爹不让啊。他说只要换皇兄的称呼就行了，不用换他的。很好。叶景琛对自家亲爹的印象又差了一分。依依，我们做任何事情要一视同仁，对不对？对。父皇之命是皇命，皇命不可违，但是茵茵可以私底下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对待，是不是？哥哥。叶茵茵很干脆地叫了，叶景琛这才满意了。作为奖励，我送你一个礼物，跟我来。好。去了御花园。哇，是茵茵最想要的秋千。没想到自己随便跟他吐槽一下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二天就会送到他面前。谢谢哥哥，我太喜欢这个礼物了。是哥哥你亲手做的吗？叶景琛没有说话，是用行动带给了叶茵茵她所有想要的一切。谢谢哥哥。茵茵好喜欢啊。有哥哥真幸福。他和叶景琛在这里玩了1个时辰，后来小安子找了过来，好像是有事，叶景琛只能先离开。不过临走前却把小安子留在了这里，让他照顾叶茵茵。小安子一直都非常讨厌叶茵茵。茵茵知道以前做了很多错事，但是茵茵会改的，道歉的也很诚恳。小安子才不信呢。你这话说了没有10遍，也有5遍了。每次说完这句话，就是让殿下给你做事。可我这次没有啊。你现在的秋千不是吗？为了你这个秋千，陛下忙活了1下午，都是他亲手做的，都不让旁人动手。什么？这个秋千是哥哥亲手给我做的吗？不然你以为？我以为是哥哥让工匠做的呢。九公主，要是你真的有什么地方又要坑我们太子的，麻烦你看在这个秋千的份上放手吧，我们太子的名声已经被你毁了，不想连太子这个位置都没有了。叶茵茵还想解释什么，结果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奴才见过七公主殿下。叶茵茵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人居然是她七姐。不过这位公主可是珍妃的女儿。我刚刚听人说你从养心殿出来了，怎么着，叶茵茵，你终于舍得从乌龟壳里爬出来见世面了？叶月婷一上来就挥舞着鞭子朝叶茵茵的脸上打了过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小安子挡了上去。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哼，我不仅打人，我还打你呢。就把太监和小安子拉住。你放开小安子，他是太子哥哥的人，你对他不好，太子哥哥不会放过你的。一个没什么存在感，名声又差得要死的太子，我怕什么？我外公可是一品骠骑将军，现在边境动荡，连父皇都要仰仗我外公，根本不把叶景琛放在眼里。不过这些好像都要感谢皇妹你呀，不然我还真不好对储君的人做什么。这一鞭子是为我母妃打，你个小贱蹄子，我母妃供你吃供你穿，你居然还敢在父皇面前告状，让我母妃成为后宫的笑柄。我今天就算是把你打死在这里，又有谁敢对我怎么样？两鞭子就吐血了，你可真不中用，是不是很疼啊？疼的话你就跪在地上向我求饶，我说不定还会放了你。叶茵茵没理他。贱人！叶茵茵，你跟我倔什么？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你还是我的好皇妹。你不是一直都羡慕我的裙子漂亮吗？你只要在父皇面前说你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母妃就是太子皇兄推下去的，我就把我那些不要的衣服都给你，怎么样？你的垃圾我才不要。好，那我就打到你服。叶景琛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叶月婷对叶茵茵动手的一幕。叶月婷，你放肆！抢过鞭子，叶景琛直接反手一鞭子，直接让叶月婷惨叫了起来。痛吗？你这般粗鲁，难道茵茵就不痛了吗？他说着又要动手。不长眼的奴才，父皇让你们伺候七公主，不是让你们跟着他一起胡闹。你们平时的俸禄到底是谁给的？来人，把这些奴才全部给我拖下去，统统杖毙！叶景琛，你放开他们！要顾太子！叶景琛反手又是一鞭子。你竟然敢打我！你凭什么打我？就凭姑是太子，是苍兰国的储君，教训你一个小小的公主，又有谁敢说姑的不是？叶月婷，看来是姑久居东宫太久，让你忘记了何为尊卑。今天
姑就教教你什么是尊，什么是卑。御花园中不断响起叶月婷的惨叫，直到叶月婷终于撑不住昏死过去，叶景琛才丢开了手里的鞭子。九公主是父皇的女儿，姑异母同胞的亲皇妹，日后谁再敢对她不敬，就是对姑不敬，这就是下场。太医已经在旁边等着，劳烦太医好好看护皇妹，有什么需要的药材，东宫仓库自取。就把叶茵茵交给了他。太子殿下，您不和微臣一起回东宫吗？不了，不要去养心殿向父皇禀明此事。新殿内，叶墨尘高高在上的坐在龙椅上，面容冷峻的看着下面跪着的叶景琛。刚急急忙忙的离开，是去打了老七？是。太子，你是不是忘记了刚才在御书房里骠骑将军跟朕说了些什么？边疆战事告急，北燕国10万军马进犯我朝疆土。既然明白，为何还要动手伤了骠骑将军的孙女？太子，你好大的胆子！他伤了茵茵，儿臣为何打不得？没杀了他，已经是看在骠骑将军了解北燕军需要立马带兵远赴前线的份上。叶墨尘听到是老七动手先伤了茵茵，过了大约1盏茶的功夫。叶月婷，我苍兰此战只胜不败，太子可愿意带朕以监军身份御驾亲征？儿臣愿望监军，定让骠骑将军生不出二心。好，不愧是朕的儿子，跟骠骑将军觐见。我将参见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叶墨尘坐在龙椅上，看着手里的奏折，像是根本没有听见于德明的话一样。于德明隐隐约约觉得皇上这是在敲打他，可是他不服啊。皇上，末将听说七公主被人给打了，至今昏迷不醒。是又如何？皇上，七公主是您的骨肉，也是末将的宝贝孙女。现如今出征在即，听闻七公主出事，末将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呀。叶墨尘听出他威胁的意思，叶墨尘表情阴鸷，坐在龙椅上俯视着他。七公主不懂尊卑，冲撞了太子。骠骑将军，你难道也不懂君臣分不清形势吗？皇上明察，微臣不敢。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呀！朕不喜欢用不听话的刀，要是伤到了朕，朕必处置。此次北燕军来犯，令朕如鲠在喉。又闻怀化校尉中报死囊，朕心甚痛。卓玉林军立即抓捕归案，不得有误。怀化校尉是于德明的小儿子。皇上，末将知错，还请皇上饶他一命啊！叶墨尘取来尚方宝剑，当着于德明的面交给叶景琛，令着太子带朕御驾亲征，行监军之责。军中一切事务由太子为朕决定，钦此。皇上，太子年幼，不过10岁而已，如何当得上这监军呢？无妨，不是还有骠骑将军你吗？你还是元帅，所以要是吃了败仗，就算是我的事儿。我会命御林军随行太子身侧，定不会让太子妨碍将军击垮北燕军。好家伙，现在有御林军在，他连下毒害他都不行。爱卿，你现在还有事吗？末将不敢。滚！末将领命。从御书房出来之后，于德明看到了带着伤在那里等他的叶月婷。外公，皇上怎么说？可有让叶茵茵那小贱蹄子向我赔罪？赔罪！于德明气得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就为了你，我和你舅舅可是连身家性命都搭上去了。你回去告诉你母亲，那个9公主没找到机会就算了，要是逮到机会，定要她死。记住，要一击即中，让所有人哑口无言，就算皇上想护都护不住。于德明走了，叶景琛实在没想到父皇最后会护着皇妹，心里正感动。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给朕滚！刚才还弥散在胸口的激动瞬间浇了一盆冷水。儿臣告退。等等，茵茵在你那儿？是。把她送来，你再滚。很好，又和他抢皇妹。父皇，皇妹她被打了几鞭子，要是移动的话，伤口恐怕会崩裂。无妨，朕命人抬她回来就是。儿臣恐即日启程出征前线，向皇妹陪伴身侧，聊以慰藉。都10岁了，还要茵茵在你身边陪你才睡得着吗？
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茵茵天天在你身边睡觉，你不害臊吗？最后还是抢不过老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茵茵被人带走。突然间就挺想篡位的。茵茵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叶景琛不日就要去边疆当监军了。叶茵茵一整天都忧心忡忡。叶墨尘看着，还以为他是在想那个太子哥哥，不由得皱眉。父皇爹爹，你是不是在担心燕子国王啊？父皇爹爹不用担心哦，我们很厉害的，有爹爹和皇兄在，一定不会有事的。这次我们一定可以赢。朕才不关心打仗的事情，苍兰必定战无不胜。叶茵茵瞅着他，一脸的不信。茵茵认识字的，这个是燕子的燕字。宫女姐姐都在说燕子国王要飞进我们家了，但是茵茵一点都不怕，茵茵是仙女，仙女说我们没事就不会有事。叶墨尘这会儿看叶茵茵，感觉她浑身冒着一股傻气。父皇爹爹，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从来没有习过字？是呀，茵茵才3岁，不用习字。朕要你学。茵茵还小，不想学，茵茵不要。叶墨尘冷酷无情，不为所动，甚至还打击叶茵茵。朕3岁45斤都能倒背如流，太蠢的孩子不配做朕的公主。父皇爹爹，那是父皇爹爹你聪明啊，聪明的人才能当皇帝，生出像茵茵这样的公主。茵茵不聪明，不能生公主的。歪理，朕要你学，你就得学。你要是敢哭，朕立马把你丢出去。坏爹爹，你再也不可爱了，不是茵茵最喜欢的人了。笨蛋只能服从命令。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再回来？让王公公把人带下去。王公公也不知道他们皇上这是要闹哪样啊！隔壁八皇子5岁也是废物一个，都不见皇上管。可是王公公只能扶着叶茵茵走，叶茵茵也还是坚持着自己不学习的态度。到了晚上，让他去陪皇上用膳。茵茵不去，茵茵不饿，他要绝食明志。把他抱来，看着朕吃。叶茵这会儿肚子早就已经饿了，还被他拉过来现场观摩，太过分了。叶茵茵受不了这个委屈，直接嚎啕大哭起来。九公主殿下，陛下以前吃不下饭，就是从后宫抓人过来打板子的，你这样哭是没有用的，不会就这样屈服的。最后还是没有坚持住，因为好饿呀。父皇爹爹，茵茵能和你谈谈吗？不能。叶茵茵终于泄气，向恶势力屈服。那茵茵去上学好了。她服输，可是心里不服气。今天叶景琛就要跟着大军一起出发去前线了，坐在前厅喝茶。太子殿下，你是在等九公主吗？她在养心殿待得舒舒服服，估计这会儿乐不思蜀，不会来啦。不会，茵茵会来的。半炷香时间过去了，东宫门口依旧无人走进，1炷香后还是无人。太子殿下，您连夜做的这根竹箫，奴家派人给九公主送过去吧。大军即将启程，他们也得从东宫出发了啊！再等等。半盏茶后，他站起身来，终于还是放弃。走吧。等他走出东宫之后，这才从不远处看到了某个跑过来的小团子。哥哥，你等等茵茵，哥哥，还好赶上了。把手里一直抓着的东西拿了出来。这是茵茵找宫女姐姐绣的花，是茵茵和哥哥哦。大的灰兔姐是哥哥，小的灰兔姐是茵茵。茵茵想要自己绣，可是茵茵好像太笨了，根本学不会，所以茵茵就去护国寺求了一个平安符，保佑哥哥平安顺遂。回来之后，茵茵一定学会绣花，哥哥一定不要受伤哦。茵茵在家等你哦。好。太子殿下，我们得走了，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叶景琛把他准备的那根竹箫拿出来，你没事就吹一下，我隔得再远都能听到。哥哥再见。再见。叶景琛带人离开，随之而来的是东宫大门紧闭。
距离叶景琛出征前线已经过去了3天，这3天里，叶茵茵成功的被他的坏爹爹丢进了上书房学习。一进门，他就往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面跑，然后趴在桌上睡大觉。八皇子叶子安被太监拖来上学的时候，就看到他的宝座上面坐了个人。这是本皇子的座位，你是谁？竟然敢坐我的位置？你是谁呀？跟他一起来的小太监看到叶茵茵没有动静，我们八皇子跟你说话呢，识相的就赶紧滚开，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滚开！哪里来的猴子？本皇子不认识你，快给我滚！他厉声和小太监撇清界限后，我叫叶子安，排行第8，你叫什么名字啊？叶茵茵。茵茵，虽然我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是我愿意和你做朋友，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拿出一块糕点表示友好。你也是来这里上学的吗？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啊？你多大？我5岁了。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啊？下课我们一起去啊。茵茵3岁了，今天是第1次来这上学习字的。3岁？你比我小，你是老9吗？母妃说我下面还有一个9公主比我小，不过她很丑，脾气又坏。你应该是父皇刚生出来的皇妹吧？你才丑，你全家都丑。说完了之后，发现情况不对，你是全天下最丑的人，臭阿弟，别想我叫你皇兄。叶子安被骂懵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什么？你是那个丑八怪9公主？你还说我不要再跟你做朋友了，白玉糕还你，以后我们再见面就是仇人。哼，茵茵的脸是你想捏就能捏的吗？你离我远点，我现在不想看见你。叶子安彻彻底底被嫌弃了，不过他一点都不生气。今天我们上书房来了一名新同学，是你们最小的皇妹叶茵茵。罗太傅在上面介绍公式化的叶茵茵，自己站起身来，先向太傅问好，还把他早就准备好的小糖果一个一个分享给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被拒绝了。轮到叶月婷的时候，不要妄想拿臭糖讨好我，我们2个人的梁子记大了。我为什么要把糖分享给你呀？我根本就没有准备你的糖呀！你欺负我还打我了，你是凭什么觉得我还会给你糖吃？叶子安没忍住，直接哈哈哈的大笑起来。叶月婷直接摔在了他面前。原来你真的想吃我的糖呀？这是我给自己准备的，要是你实在想吃，和茵茵说就好了，不用行此大礼的。完了就把糖丢在脚边。你在羞辱我！叶月婷简直快被气炸了。王姐不气哦，茵茵给你摸一摸，生气就不漂亮了。摸人脑袋的动作就跟在摸狗一样。你干嘛？想要吃糖，我们茵茵给了呀。你生气，她还安慰你呢。快道谢！什么？你要我和她道谢？我没打死她就不错了，还要让我和她道谢？什么？你又要打茵茵吗？茵茵一副很害怕的样子，直接躲进了叶子安身后。我告诉你，茵茵是我皇妹，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回去就告诉母妃，说你欺负我。叶子安的母妃是4妃之一的惠妃，她是你皇妹，我还是你皇姐呢。你保护她，怎么就不见你尊敬我？皇妹就一个，我皇姐就不一样了。而且你1没有茵茵可爱，2没有茵茵漂亮，我为什么要尊敬你？说的理所当然。叶月婷哪里忍得下这口气，刚准备再说些什么，却被罗太傅制止了。七公主，这里是上书房，要是您再这样胡闹的话，老夫可是要禀明圣上了。太傅，明明是他们先欺负我，老夫只看见9公主给了你糖，还安慰你，反倒是你一直对9公主有所偏见。太傅，你眼睛是不是？你不能骂太傅！明明他害怕得很，可还是从叶子安身后勇敢地站了出来。太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能不尊敬太傅的。你要骂就骂茵茵好了。挑拨离间，你给我闭嘴！七公主自重。他和叶子安站在叶茵茵面前，叶月婷哪里能还手，直接哭着跑了出去。他走了，罗太傅才不管。好了，你们回位子上坐好，我们继续上课。阿弟，你就是英雄，谢谢你保护我。茵茵，这些糖他们不吃，你都给我吃，我喜欢吃。就是
你能不能不要叫我阿弟呀？我想你叫我皇兄。以前他一直是最小的，梦寐以求都想有一个皇妹。不行，阿弟是英雄的话，就不能是皇兄的。书上说了，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叶子安没听说过这句话。可是这样我好没有面子呀，他们肯定会笑话我的。没事啊，我们偷偷摸摸的叫嘛，这是茵茵给你一个人的专属称呼哦。叶子安一听到专属称呼就来劲了。既然是专属称呼的话，阿弟就阿弟吧，也挺好的。放学回景阳宫的时候，还不忘和惠妃炫耀。叶茵茵，子安乖，我们不能和丑小孩玩，会变丑的。不，茵茵一点都不丑，她很可爱。母妃，你不能这样说她，我很喜欢皇妹。母妃要是见了，你也一定会喜欢的。不，母妃才不见呢。惠妃对她没兴趣。要看漂亮的人，我自己对着镜子照照就行了呀。就是不知道你父皇还记得不记得我？他已经很久都没来景仁宫了。此时的叶墨尘正在考验叶茵茵的课题，叶茵茵早就没了在上书房叫叶子安阿弟的气势了。父皇爹爹，茵茵给你劈个叉，能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呀？嘤，他上课时间全用去睡觉了，哪里知道今天太傅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劈个叉。要是他坐拥天下，见多识广，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就这，看来朕最近对你太放纵了，让你忘记了朕是怎样的一个皇帝。来人，宣太傅。这个时候宣太傅，不用想都知道准没好事儿。父皇爹爹，你宣太傅干什么？砍了他的头，朕把皇嗣交给他教导，居然教出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留着也是无用。不要杀太傅，是茵茵没有好好听课，不关太傅的事情。来人，把九公主拖下去砍了。不，父皇爹爹不要杀茵茵。茵茵虽然没有听太傅的课，但是茵茵背了书，背了父皇爹爹上次你说的四书五经。茵茵是父皇爹爹的女儿，父皇爹爹会背的，茵茵都会努力学。叶墨尘这才收起来了一点力气，一副等他背诵的样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言，可谓好学也。背了大约半盏茶的时间，今天茵茵只背了这么多，下次茵茵一定好好努力听太傅讲课。父皇爹爹，不要生气了好不好？茵茵真的知道错了，下次我一定好好学习。背了一天，只背出这么一点。叶墨尘无法想象为什么有人会这么笨。要是你有一天死了，一定是被蠢死的。当公主真的好难呢，为什么她要承受这个年纪不该有的痛？想要活，你就要比别人聪明，这是皇宫的规矩。太蠢的人，与其被别人害死，还不如朕亲手送你下去。这是叶墨尘第一次教叶茵茵道理。哭什么？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明天我就让上书房考试，你必须前3名。叶墨尘还没有说完话呢，结果就被叶茵茵亲了一口。放肆！叶茵茵，朕……父皇，茵茵爱你哟。你是茵茵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比太子哥哥都喜欢。茵茵会好好学习，以后也会好好保护爹爹。你保护我？他看起来需要人保护？哼，简直是无稽之谈。对呀，茵茵一定会让父皇长命百岁的。叶墨尘下令让上书房考试的旨意，第2天一早就传进了上书房。这会儿，那些原本还请假不愿意来上课的公主和皇子全部都来齐了。罗太傅表示，他已经整整3年没有看到过这种场景了。为什么突然要考试啊？茵茵，皇兄要死了，皇兄先走一步，以后每年的今天
你可要多给我烧一点纸钱。你现在看一会儿书，等会儿说不准就能多对一道题。叶茵茵一点都不慌。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我就是那个已经死了的人。这些名人说的话，我一个都不记得。他们难道不知道本皇子上课是梦游的吗？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么多书来祸害我？人生不如意之事每天都有，阿弟不要轻易放弃，你只需要看着别人的精彩，老天对你另有安排。我怎么觉得你是在骂我？没有，这是你的错觉。要是让我知道是谁突然让父皇想起给我们考试，本皇子一定杀了他，本公主也要杀了他。我也是。对，加上我一个。叶子安的话头一次让上书房皇子们站在了同一战线上，因为在上书房上学的人80%都是学渣，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打起了小抄。4时一到，考试开始，已经打好小抄的诸位皇子和公主信心满满。但下一刻，皇上驾到！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福金安。起来吧，开考。罗太傅亲自给他们发考卷，罗太傅单手给了距离他最近的叶子安一巴掌。考试时间不许睡觉。可是本皇子不会写呀，不会写还不允许我睡觉。不可以。有叶墨尘亲自监考，每个人都很乖巧地在位置上坐了整整1个时辰。到太傅现场把卷子批改完了之后交给叶墨尘时，叶墨尘看着面前没一张全对的卷子，废物，儿臣知错。叶墨尘至今没有搞清楚一件事儿，为什么他的种都那么蠢，明明他的基因那么好。回禀皇上，此次考试9公主第1名，大皇子第2名，5皇子第3名，叶茵茵第1。是的，9公主天资聪颖，除了很多字不会写，用图来代替之外，其余全对。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惊讶了。叶墨尘想的是，他居然能满分。茵茵，你是第1名耶！父皇爹爹，茵茵第1名有奖励吗？叶墨尘犹豫了一下，这次没有拒绝。你想要什么？茵茵不想来上书房上学。一塌糊涂的考卷，是什么给你勇气向朕提这个要求？父皇啊！茵茵回答的理所当然。父皇是全天下最厉害的人，你开口我就不用来了。滚！好的，父皇，茵茵这就滚。太好了，他终于不用来上学了，他以后就是自由自在的咸鱼了。第1名真好，学霸果然是有特权的。等等，父皇爹爹，怎么了？朕让你滚出去罚站，不是让你滚出上书房以后都不用来。蠢！可怜某些人就算考了第1名，也要和我们站在一起呢。原来第1名是不能和你站在一起的吗？那七皇姐，你为什么要和我站在一起呀？快离茵茵远一点哦，你没有考高分是不配的呀。叶月婷被他堵得不知道怎么回。这次你只是碰巧第1而已，而且你的题目都比我们简单，要是我做肯定也能满分。皇姐不知羞，你怎么能做茵茵的卷子？茵茵才3岁，昨天刚刚开始学习的，字都认不全呢。叶月婷一母同胞的大皇子都觉得自己这个皇妹丢人。你快闭嘴吧，和小孩子抢什么题目？皇兄！叶月婷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皇兄居然站在敌人那边。你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欺负我和母妃的？够了！叶周言不想听。皇妹被母妃宠坏了，茵茵你……我不会介意的。大皇兄，你好像很久都没有跟茵茵说话了，茵茵很开心。叶周言没想到叶茵茵还会和他说话，明明他的母妃和皇妹一直都非常过分。大皇兄，你怎么了？怎么又不理茵茵了？茵茵一直都很想和大皇兄一起说话呢，但是大皇兄一直都不来找茵茵，茵茵又不敢去找你。叶周言张了张嘴，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叶月婷走过来。你干嘛？这是我皇兄，凭什么要和你说话？你给我滚远点！皇兄，你以前背着我给这臭丫头送东西，可是这个臭丫头把我们害成什么样子，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你忘记母妃跟你说的话了？
忘记母妃每天在芳菲殿里面哭的场景了吗？叶周言最后闭嘴了，没再去看叶依依。爷爷，他不理你，我理你，你有我一个还不够吗？叶子安才不乐意自己的珍宝被人欺负呢。依依想要有阿弟，也想要和大皇兄说话，这不冲突？冲突，非常冲突，我很介意。阿弟，你乖哦，不要闹了，你们都是我皇兄，才不愿意和他一样呢。现在已经讨厌死住在芳菲殿里的那一群人了。回去他就和母妃告状。叶墨尘赶他们去外面罚站，本意是想要让他们知错，结果从上书房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说话。你们给朕站在这里站3个时辰。叶依依一听到要站3个时辰，父皇爹爹不要啊，在这里站3个时辰，依依还有腿腿吗？都没有腿，关朕什么事？有事，依依是父皇的公主，父皇的宝贝，没有腿腿，依依就是最丑的公主了，依依不要。叶墨尘才懒得理他，结果这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他。放手！父皇，我属一生依依。茵茵吓得立马放手。父皇爹爹，人家都考第1名了，你能不能威武霸气的放过茵茵一马？一旁的王公公感觉心一揪，实在看不下去了。皇上，9公主还小，在太阳底下站3个时辰太勉强了。之前她才受过1次伤呢。算了，你给朕滚下去。叶茵茵生怕叶墨尘反悔，提起裙子就跑了。剩下的那几个人全部被罚了3个时辰，还派王公公留在这里，以防止他们偷懒。叶茵茵其实一直在暗处偷窥，并没有真正的离开。等看到他老爹走了之后，就赶紧从暗处出来。茵茵，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撇下我一个人，你太让我感动了。阿弟，你放开我，我来这里是有正事要说的。难道看我不是正事吗？这个只是顺便啦。茵茵，你伤害了我，你还一笑而过。阿弟乖，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来是要去御膳房的，问你们要不要吃些什么，等会儿给你们送来。叶子安一听，这果然是正事。茵茵，我要吃冰镇大西瓜，还有好多好多的水，我现在就非常渴。那你们呢？可是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是没有人说话。俺们不要，茵茵，你准备我的就好了。不是。那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就赶紧说呀，支支吾吾的，好废呀。最后还是叶周言站了出来。如果皇妹不介意，就请帮我们拿一点水吧。好，那你们等等茵茵，茵茵这就去御膳房给你们带。叶子安在他走后就生气了，茵茵好心好意回来给你们带东西吃，你们还拽得不得了，看不上谁呀？磕死你们得了！马上就有人不服气了。我们怎样做关你什么事情？你喜欢那个小屁孩，我们可不喜欢。切，那你们有种，到时候就不要喝水，喝了一口就得跟茵茵说谢谢。本皇子就算在这里渴死，也不会喝那个丫头给本皇子带的水。记住你说的话，喝了你就是我弟弟。弟弟就是弟弟，本皇子死都不会喝的。叶茵茵大约在半个时辰之后才回来了。茵茵好累啊，累死茵茵了。御膳房跑一个来回，叶茵茵感觉自己腿都要跑断了，刚准备坐在台阶上歇会儿，脏死了，不准坐。好了，你现在就可以坐了。叶茵茵迟疑了一下，没敢坐。这不太好吧？会不会藐视皇权呢？有什么不好？我的衣服，我想怎样就怎样。你快坐下来歇会儿。你们不要把东西给他们吃，他们不要，都给本皇子端过来。一旁负责监督他们罚站的王公公看到这种场面，没有阻止。叶茵茵本意是想给皇兄们带点吃的，补充体力，结果他们都不要。这个西瓜是刚从冰窖里面拿出来的呢。还有这个杏仁扶手和奶白枣宝都是让大厨亲自做的，新鲜出炉。你们真的不吃吗？不吃，坚决不吃。我就算是渴死晕倒在这里也不吃。行吧，那茵茵自己吃了，分了一点给叶子安和王公公，就坐在那里开心地吃起东西来。哇，
这个杏仁佛手糕也太好吃了吧！我以前总觉得它外观很丑，没想到这么好吃。吃太多糕点，我有点渴了，上西瓜和果茶。有2个人的现场诱惑，众皇子已经不知道吞了几次口水。终于五皇子忍不住站了出来：叶茵茵皇妹，我有一些渴。叶茵茵记得他，书里写他这位皇兄虽然很容易害羞，背地里他最喜欢收集人眼珠子，取走人的器官。叶茵茵哪里还敢说不？皇兄你吃。叶茵茵看他没动作，自己正在吃的枣泥糕也给他。就这些了，茵茵也没有了。所以你能不能不要再盯着我眼睛看了？我眼睛一点都不好看，你挖下来做不了收藏的。叶恒清呆了，不过谢谢皇妹，皇兄只要这一点水。其他几位皇子看到叶恒清轻飘飘拿着水回来了，最终尊严什么的终于败给了饥渴。其实皇兄你们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茵茵和你们都是父皇的孩子，茵茵帮你们拿了吃的和水，并不是想要你们喜欢茵茵，或者是要你们帮茵茵做任何事情，只是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家人这个词汇让这些尊贵桀骜的皇子公主们齐齐挪动了自己的脚步，井然有序地排队领水。他们不敢拿糕点，叶茵茵就塞给他们，买1送1，反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谢谢皇兄们帮我分担。叶周言没去领，叶月婷就更没有。叶茵茵和他有仇，也不愿意给他，不过最后还是拿了2人份的水。大皇兄，这是茵茵给你带的，我知道你杏仁过敏，你这份里面是没有杏仁佛手的。谢谢皇妹。不客气。那茵茵走了，给所有人分完东西，一蹦一跳跑去了养心殿。叶周言把其中一个水囊交给了叶月婷。我不会喝他送的水。茵茵比你小，他都愿意让步，为什么你就得揪着一件事情不放呢？我揪着事情不放？我看皇兄你是被他给收买了，一点水而已，我难道不会让人给我带吗？就随意指了一个宫女，你去给本公主装点水来，本公主还要吃桂花糕、核桃酥，你快去御膳房准备。那名宫女惊恐万分，直接跪在地上告罪。现在御膳房正在做皇上的午膳，实在腾不出手啊。叶茵茵那个丫头可以，我就不行了。有公主殿下是让厨师停了自己的那份午膳，才做了诸位皇子和公主们要吃的东西。这下所有人都沉默了，不知道原来他们手里的吃食是一个3岁小孩牺牲自己的午膳换来的。哼，他和他娘一样，都是会迷惑圣心的狐妹子。住哪里不好，偏偏住在养心殿。棒子，九公主之母乃是殿下亲封的孝昭皇后，岂是你可以辱骂的？大家只伺候养心殿里住的人，今儿要不是九公主开恩，你们还能好端端的站在阴凉处吃东西？想得挺美。叶月婷不懂，叶周言却很明白，打了叶月婷一巴掌。真是越发的没有规矩了，皇后都敢侮辱。等会儿领完父皇的罚，你就去宗庙跪着吧。皇兄，你居然为了一个臭丫头打我！她不是臭丫头，她叫叶茵茵，是你皇妹。但凡你还有一点理智，就去宗庙里跪着。我不会去的，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辱骂皇后，单就这一点就能剥去你公主头衔，贬为庶民。七公主是自己请罪，还是等圣上降罪，自己选吧。王公公挥舞着拂尘走了。后来叶月婷选择去罚跪宗祠了，临走前再一次表示自己对叶周言的痛惜。皇兄，你今天做的事情，我回去会一五一十的告诉母妃的。就连围观的皇子都觉得他很惨，走了一个太子，没想到大皇兄你这么快就要背他的黑锅了。哈哈哈哈！可他没有太子殿下那么有福气，这次边疆出征回来，可少不了一阵嘉奖。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叶茵茵那样的皇妹。叶恒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觉得这个皇妹她眼睛很纯澈，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眼睛。你想干什么？叶周言察觉到了危险。你别想打茵茵眼睛的主意。哼，我就是看上她眼睛了，
而且我不会放弃的，一定会让他成为我的收藏品。叶周言发现自己在言语上没有办法阻止他的行为，干脆直接出口保他。你不把她当做皇妹，我认。我也奉劝你，最好不要打她的主意。外公虽然人不在皇城，可是我也有自己的眼线。叶恒清没有被他的话吓到。好啊，大皇兄，你最好保护好他，不然他的眼睛我可就收下了。叶茵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已经被人预定了。刚回到养心殿之后，就看到某位大暴君正在那里等他。叶茵茵心感不好。哎呀，茵茵忘记把自己的课本从上书房拿回来了，我这就回去拿。父皇爹爹，你不用等茵茵开饭了，饿着自己的话，茵茵会心疼的。他连忙往门外跑。站住！叶茵茵直接被冷气冰冻在原地。父皇爹爹，叶墨尘不吃这套。你刚刚去哪里了？刚刚茵茵去上书房了。欺君是大罪，你想骗朕吗？没有，怎么会呢？茵茵绝对不会欺骗父皇爹爹的，就算不砍脑袋也不会。我刚才去了一趟御膳房，给皇兄们拿了一点吃的。茵茵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茵茵也是为父皇你着想啊，他们可都是父皇的孩子，万一中暑晕倒了怎么办？中暑关朕什么事？毕竟是父皇爹爹的孩子，茵茵要帮父皇爹爹照顾好他们的。茵茵知道父皇爹爹让我们罚站是为了我们好，要我们记住这一次的教训，以后好不再犯。这些苦心茵茵都懂。叶墨尘没说话。不，你不懂。父皇爹爹，皇兄和皇姐他们已经知道了错了，下次肯定不会再犯的，我会努力学习，以后为我们苍兰国扬威。叶墨尘则是想到了以后他这几个儿子扛着锄头在地里农作的场景，唉，丢人。来人，朕要废皇子，跟他们划清界限。叶茵茵直接被吓到了。父皇爹爹，不要废了皇兄啊！以后皇兄们一定会是我们苍兰最坚实的后盾。父皇爹爹，你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就聪明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父皇爹爹你这样聪明的脑袋。父皇不要废皇子。叶墨尘被叶茵茵抱着腿，连走路都觉得困难。松开！不松，茵茵不松。父皇爹爹，不要废掉哥哥们，你要相信茵茵。你松不松手？叶茵茵心里害怕，可还是没动。朕就搞不懂了，那几个废物值得你这样忤逆朕？茵茵想要弟弟妹妹，也想要哥哥，想要好多人都陪在父皇身边。茵茵想有个家，父皇答应茵茵好吗？茵茵以后一定乖乖背书，好好练字，不给父皇丢人。叫爹爹。爹爹。干了，你不懂，皇室是没有亲情的。深夜，芳菲殿，叶周言从马场练完剑回来之后，就感觉到宫里有些不对劲。母妃，儿臣给母妃请安，问母妃安否？叶周言跪在珍嫔于嫣的房间门口，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这才让他进来。大皇子，这是干什么？像我这样一个罪妃行此大礼，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母亲？在儿臣心里，母妃一直都是最亲近的人。哼！于嫣冷笑一声，抓起手边的东西，看也不看就朝他丢了过去。你今天可真是威风啊！又是当众下你妹妹的面子不帮她，又是把她罚去宗庙跪着，你可真巴结讨好叶茵茵母女啊！怎么了？想给那一大一小的两个狐妹子做儿子？儿臣从未这样想过。当时那种情况，我若不拿出长兄的态度罚他，恐怕就不会是跪宗祠这么简单了。你竟还不认错？你妹妹当着那个太监的面说些什么又怎么了？她敢拿当朝公主怎样？你外公现在还在边疆和北燕打仗，难道还能杀了他不成？何况那个人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有什么好怕的？母妃慎言，正因为先皇后已故，才更要尊敬。朝中文官口诛笔伐，就算是外公有再大的功勋，都保不住皇妹。混账！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长他们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你是被叶茵茵灌了什么迷魂汤？
一字一句都站在他那边。你是觉得母妃现如今落魄了，住在这芳妃殿里，你得另外求一个人庇护你吗？叶周言，你不要忘记了，是谁生你养你，把你拉扯到这么大，拼了你还没出生的弟弟的性命，都要扶你坐上太子之位。叶周言被他这番话吓到了。母妃，你这是在诛孩儿的心啊！儿臣从未这样想过，可是你已经做了，你给我滚，跪到外面去，我不想再看见你，滚！叶周言还想再解释，可于嫣根本不听。母妃在芳妃殿如何，除了这个殿门无人知晓，可往后在其他人面前，母妃切记不要和先皇后发生冲突。今日之事，我不后悔，也的确是在保护皇妹。临出门前还听到了叶月婷抱着于嫣哭的声音，说自己害她。第二天去上书房上学的时候，嫣嫣，你昨天是和人打架了吗？眼睛都被打肿了，到底谁和你打架？谁欺负你？我一定把他打扁。你要是敢打他，我打你哦。叶子安被打了一拳，一点都不觉得疼。嫣嫣，你也没有发烧啊，怎么变傻了？臭阿弟，你才傻，你是最傻的那一个，居然敢打父皇爹爹，小心他把你剁成肉泥。上课的时间就这样到了，这次他们没有在房间里面上课，太傅把他们带到了跑马场，说是要教他们练习射箭。他非常想学，可是太傅以他年纪还太小，上马太危险为由拒绝了。太傅，茵茵虽然长得矮，但是茵茵好学呀，你不能夺走茵茵求知的机会。洛太傅心道，九公主啊，您还能不要脸一点吗？太傅，我可以带着茵茵上马，我行的，我骑马可厉害了。八皇子，等您什么时候能独自遛成年马的时候，再想着带人吧。九公主殿下，皇子摔一摔才能长大，您不用吃这些苦，去那边歇一歇吧。叶茵茵知道没戏，只能颓废地走过去，哪里知道会在这里碰到了叶月婷和叶周言。叶月婷看到叶茵茵进来，你来干什么？我就不能来了吗？我刚才看你听到骑马好像很高兴的样子，怎么被太傅赶过来了？是又怎样？你不是也不能骑马？我这是腿脚不便，被太医勒令禁止剧烈运动。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矮吗？茵茵矮是还有发展的空间，可是你就不一样呢，6岁了才比茵茵高半个头。叶月婷被打击到了，就算本公主只比你高那么一点，也能骑你骑不到的马，还骑得不知道有多好。叶周言看到他带着伤跑出去，皱了皱眉，也跟了上去。可是一起身，膝盖就带起来一阵钻心的痛，只能重新跌回到椅子上。大皇兄，你怎么了？没事，就是一点小伤而已。又挣扎着起来，可是被叶茵茵按住了。大皇兄，你既然受伤了，就好好的在这里坐着，你不会有事的。马场里有很多人，太傅也在。可是叶周言还是不放心，我还是去看看吧。等他们走到马场的时候，叶月婷从成年马区挑选了一匹马，就准备骑着它冲进马场。叶月婷，你不能骑成年的马，放开！叶周言拦住了他，结果被他甩了一鞭子。你走开，别管我！大皇兄！叶月婷也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打到他。我……叶月婷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被人拦住了。把他给本公主拽下来。叶月婷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主动从马上下来了。皇兄，我没有想到你会躲不开的，我不知道，我就是一气之下才会这样的。你别骑成年的马，母妃知道你出事会难过的。他没有怪罪，也没有埋怨，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大皇兄，脚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看着他和你走路的情况有点像？你还好意思问？还不是怪你。怪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皇兄和你走得太近，才会被母妃责罚。你以后离皇兄远一点，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打我，我还打你呢，我可凶了。啊呜！他又跑去找叶周言了。等他走了之后，过了好半天才有皇子开口：九皇妹也太可爱了吧，蒙出我一脸的血。他最后在马场后面的一个湖泊找到了叶周言，他靠在一棵树的树干上，用一片叶子在吹曲子。大皇兄，你有心事为什么不和茵茵说，要和小鱼说？叶周言没想到叶茵茵会跟过来，
你学过乐器？没有。叶茵茵没学过，但是她听过很多。大皇兄，你是不是在芳菲殿里面待得不开心呢？还是和七皇姐说的那样，是我连累了你？和你没有关系，不要多想，我教你吹吧，很简单的。叶茵茵本来想问问叶周言的伤势，可是她突然发现，这会儿陪大皇子听听曲子才是她最好的药。最后就送他去太医院里看伤，这次他直接找的是赵太医，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休息，这才亲自送他回芳菲殿。临走前，叶茵茵偷偷摸摸和赵太医说：赵太医，我知道你是太医院医术最精湛，对我们最好的太医了，所以你能不能把大皇兄送回去的时候来养心殿找父皇啊？花那么多，你就是想让我把大皇子的伤告诉皇上？父皇爹爹说苛待皇嗣是重罪，我想让大皇兄搬去太子哥哥住的那块地方。九公主殿下是真心想要帮大皇子吗？对，我不想让大皇兄再受伤了。芳菲殿里面的人都是坏人，茵茵讨厌他们。但是大皇子不会高兴的，他想和家人住在一起。家人吗？大皇子重情重义，他想来还是要和珍嫔及七公主住在一起。好吧，是茵茵错了。九公主心善，这是个好办法，但是人心里总会有放不下的人。赵太医说完这句话就走了，直到回到养心殿的父皇爹爹，你有没有一直放不下的人呢？没有。可是每个人心里都要有这样一个人呀。父皇爹爹，你看看茵茵怎么样，有没有符合你的要求？你挡住朕看奏折了，滚开！茵茵觉得自己很有潜力哦。父皇想要茵茵成什么样子，茵茵以后就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父皇爹爹心不心动？你长成什么样关朕什么事儿？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叶墨尘拿了一本奏折敲了一下他的脑袋，然后让他念：礼部尚书叩请圣听，闻吉日将至，微臣。父皇爹爹，你要过生辰了吗？父皇爹爹，你生辰想要收到什么礼物，一一送给你。这么高兴啊？很想给朕过生辰。生辰是每个人一年最重要的日子，以前茵茵没能陪父皇过生辰，以后茵茵要陪父皇过100个、1000个，所以父皇爹爹，你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生辰礼物啊？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心有些乱了。这是朕交给你的任务，你要自己完成，办不好提头来见。父皇爹爹，这是要茵茵自己选吗？茵茵一定会让父皇满意的。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到底送什么会比较好。和他一样陷入沉思的还有在上书房一起上学的所有皇子。送父皇的生辰礼物好难选呀，父皇坐拥江山，什么没有，我要怎么送才能让他高兴？边关有我外公在呢，外公和北燕打了一辈子的仗了，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了，不会出事的。你打算送什么？还有父皇没有见过的东西吗？皇妹，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就连叶茵茵都被他的话吸引到了。这个东西是我外公远征北燕时拿回来的战利品，非常贵重，寓意也很好，到时候送给父皇恭贺诞辰，他一定会喜欢。到底是什么啊？哼，我才不告诉你们呢，你们休想搬我的场，我要送父皇独一无二的。哼，敌军的东西有什么好嘚瑟的？我母妃给我准备的东西可是护国寺方丈亲自开过光的宝贝，可以延年益寿，给人调理血气，打击了叶月婷嚣张的气焰。叶子安突然就很爽。阿弟，你刚才不是说没有选好礼物吗？那是我母妃给我选的，不是我选的。我想要自己亲自挑选的东西送给父皇，可是我找不到。茵茵还没有想好，但是已经被你们打击到了。小皇妹，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宫外看看？出宫？宫里的东西父皇看的太多了，宫外就不一样了，有很多宝贝是父皇也没有看过的。真的吗？叶茵茵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当然是真的，我也要去宫外买送给父皇的礼物，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叶茵茵犹豫了，他这个五皇兄可是非常危险的，
万一出宫之后他要挖自己的眼睛怎么办？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赶紧给个准话。本皇子一直觉得在宫里是找不到什么好宝贝的，你是不是在怕我把你带到没人的地方挖你眼珠啊？疯子，茵茵不要跟他出宫，你想要什么可以跟我说，我让母妃派人给你带回来。就是不知道要送什么呀。你放心，本皇子带你出宫，要是你出事了，本皇子第一个逃不了。你不用担心我挖你眼睛，顶多就是做点别的事情。还是你不想给父皇送礼物？父皇兄，虽然你这个样子很像是在骗小孩的坏人，但是茵茵愿意跟你一起出宫。好，那明天下午你在上书房等我，我带你出宫。好，一言为定。叶恒清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走了。茵茵，你明天真的要和他一起出宫吗？不然茵茵送不了父皇礼物了。第二天用午膳的时候，叶墨尘让他下午陪自己去御花园赏花，下午还要出宫去给父皇爹爹买生辰贺礼呢。叶茵茵一脸纠结，不愿意。不是不愿意，父皇爹爹，茵茵明天再陪你去御花园看花好不好？不行，朕就要今天下午。可是茵茵答应了皇兄，下午要去找他玩的。所以你为了他们要拒绝朕？他的沉默给了叶墨尘回答，气得他饭也不吃了。九公主殿下，今天上午御花园进来了一朵奇花，皇上也难得有如此雅兴，不如你把和皇子玩的事情往后推一推，先陪皇上赏花，如何呀？可是茵茵今天下午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茵茵明天再去和父皇爹爹赏花。看着叶墨尘离开养心殿的背影，叶茵茵心里也很难受。对不起，父皇爹爹，茵茵要保护好你的喜气，等回来之后再和父皇爹爹赔罪。让宫女服侍他梳头。这些发钗你全部都给我带上吧。什么？所有？九公主殿下，这里很多发钗都是纯金打造，上面镶嵌了很多珍贵的宝石，要是全部都戴上的话，你的头会很重的，而且也不漂亮。今天我要去办一件大事，这些家当我得全部带上，你就帮茵茵把这些发钗都带上，好不好呀？宫女哪里接受得了这样的卖萌暴击？九公主殿下，奴婢这就帮你梳头。谢谢。叶恒清在上书房门口等叶茵茵，远远就感觉有一道金光射向自己的眼睛，走近一看，九皇妹，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模样啊？因为茵茵没有银子，唯一能用的只有这些家当，当然要全部都带上。你可以用个袋子把它们给装起来，没必要这样吓人吧？装起来的话还能带出宫吗？守门的侍卫会不会把茵茵拦下来？会。所以五皇兄，我们走吧，争取早一点回来。两人一路坐着马车出宫，守门的侍卫在掀开帘子检查马车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果然皇家威仪就是不一样，比普通老百姓独特。等一出了城门，说你穷吧，你又有这么多首饰；说你有钱吧，你浑身上下1两银子都没有。其实就是穷，别说银子，茵茵一个铜板都没有。身为公主，父皇每个月都会给你发银子的，你钱呢？这个月的银子还在珍嫔娘娘手里，只有等下个月。等马车停在他们要去的地方，叶恒清第一个下车，赶紧把你的东西装起来，我现在不想看到任何金色的东西。叶依依没想到还有人不喜欢这么漂亮的发钗，吐槽他这个皇兄直男没有眼光，难怪只喜欢别人的眼珠子。等叶茵茵从马车里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站在阁楼面前。走吧，我先带你看一样东西。皇兄，我能不去看吗？我们直接去买礼物吧，晚回去宫门会关的。不急，你一定会喜欢的，这是我今天带你出宫买礼物的条件。直接拉了他进去。叶茵茵被拉进阁楼之后，到一间房间门口，然后带他走了进去。看到里面的东西之后，叶茵茵就直接被吓哭了，跑了出去。她刚刚看到了整整1面墙的眼珠子。王妹，你别怕啊，以后
你也是这里的藏品之一，皇兄一定会把你好好保护好，单独放一面墙的。九皇妹这一双眼睛深得我心。皇兄，其实你的眼睛也很漂亮，就和白天的太阳一样富有光辉。所以你能不能不要再打我眼睛的主意，你多拿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好不好？我的眼睛怎么会有皇妹的好看啊？乖，你别哭了，你越是哭我就越是忍不住想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救命啊！这里有坏人要拐卖茵茵，茵茵要找妈妈。他推开叶恒清就往人多的地方跑。叶恒清怎么能让他跑掉呢？强行把他往里面拖，他再一次被带进了阁楼里。一进去，叶依依就不哭了，这么自觉。茵茵不想被挖眼睛，茵茵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呢。真不知道父皇到底什么时候把你丢出养心殿，我也好早点得到你的眼睛。叶依依一听，当即就反驳：父皇爹爹才不会把茵茵丢出养心殿。父皇兄，你今天欺负我，茵茵回去就跟父皇爹爹吹枕边风，让他打死你。既然这样啊，那我现在就把你眼睛挖出来，好好欣赏一番，否则死了我就看不到了。他没想到居然还能这样。不行，吾皇兄，你不能挖茵茵眼睛，挖了就不好看了。刚才是茵茵不对，茵茵收回刚才的话。吾皇兄，你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听见好不好？茵茵给吾皇兄吹吹腿。大约吹了半炷香的时间，叶恒清这才放过他。行吧，看你这么狗腿子的份上，今天就放过你，跟我来吧。我们要去哪里呀？不会又要去看什么吓人的东西吧？他能拒绝吗？是要选父皇过生辰的礼物吗？这栋阁楼里可都是本皇子收集到的一些宝贝，整个6层楼全是。既然茵茵已经从宫里面出来了，这种事情就不麻烦皇兄了。茵茵先走了，皇兄再见。他说完还没来得及跑，就被人拖着走了。大约拖了半盏茶的功夫，叶恒清又推开了一扇门。我看不见，我什么也看不见。你看不见怎么挑选礼物啊？这一层可都是古董花瓶，要是你撞碎了，我就挖你一只眼睛。什么花瓶？这些都是皇兄的吗？皇兄也太有钱了吧？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穷啊？1楼是花瓶，2楼是玉器，3楼是乐器，4楼是笔墨纸砚，5楼是字画，6楼有一颗珠子。一颗珠子？那个东西比较特殊，必须占1层楼。吾皇兄，那茵茵要去6楼，茵茵要看那颗珠子。别想打她的主意哦，我可就这1颗，她也要等自己的有缘人的。有缘人？茵茵就是有缘人啊！吾皇兄，快让茵茵看看嘛！那我就带你这个土包子看一眼，省得你没见识。连着一口气走到了6楼，叶恒清伸出一只脚来，让叶茵茵给他捶腿。我们先看珠子吧，看完了茵茵再给皇兄捶腿。在跑到这一层楼的最中央位置时，他就看到了一尊金色的佛像。茵茵很快发现，金色的佛像不是重点，重点是佛像前面供奉的那颗珠子。原来五皇兄刚才说的宝贝居然是一颗舍利子。这颗舍利子是上一任护国寺方丈圆寂时留下来的，一共10颗，其中7颗在父皇手里。父皇爹爹会不会想要这第8颗？肯定想啊，这可是空慧大师留下来的佛舍利，谁不想集齐啊？那茵茵可以收集它吗？要是舍得交出去，哪还轮得着你啊？我刚才说了，这是真品，还要等待自己的有缘人。那怎么样才算和他有缘？让它发光吧。是像现在这样吗？什么？叶恒清循着声音看了过去，就发现那舍利子真的就发光了。那茵茵是不是有缘人啊？这也太有缘了吧？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眼睛长得好看？父皇兄，你不说话就当你同意了。谢谢佛祖，茵茵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一颗舍利子的。刚想去碰那颗舍利子，就被人拍开了。不行，你不能带走它。为什么？
依依就是有缘人啊！不行，不行，就是不行！依依才不会被他的外表给骗了嘞，把自己背了一路的家当亮了出来。依依买还不行吗？皇兄就说要多少钱，依依有的是钱。你这些破钱哪里够？我买它的时候花了上千两金子呢。依依这些都是父皇爹爹御赐的，这里都盖了章，也值不少钱。我也有黄金，你看我上面还镶嵌了宝石呢。听宫女说，这些宝石也都很珍贵的。依依现在所有的钱都给皇兄，皇兄也不用找了，多余的是依依给你的跑路费。叶恒清听到叶依依这句话就炸了，你是不是傻？我说的是1000两黄金，黄金。听见了，听见了，依依也给你黄金了呀，我还给你珠宝了呢。叶依依把家当全交出去了之后，抱着舍利子就哒哒哒的往楼下跑了。回宫的路上，叶恒清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亏本了，那就要看个够本。叶依依买到了喜欢的东西，也不管他怎么看，把它当成空气。他低头看着舍利子，本皇子没有他好看吗？没有。叶恒清很想骂人，可是憋了半天，只能在进入宫门后把他从马车上丢了出去。你自己走回养心殿吧。自己走就自己走。本皇子富可敌国，国库一半都是本皇子母家填补的，他居然敢嫌弃我。赶马车的人没有说话。事实上，五皇子殿下，您刚刚那样吓人，九公主嫌弃你不是很正常的吗？叶茵茵捧着舍利子回到养心殿后，她就先把东西藏起来，然后准备出门去御花园。哪里知道她刚转身就看到了叶墨尘回来了。父皇爹爹既喜欢和他们玩，那还抱朕做什么？没有，茵茵最喜欢和父皇爹爹在一起的。今天下午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才没有办法去陪父皇爹爹赏花的。但是就这一次，下次茵茵再也不会了，一直都陪在父皇身边。你今天下午到底去哪里了？和五皇兄出宫了。可叶依依不能说，依依和皇兄他们去玩了。要不是叶墨尘接到了禁军给他传来的消息，还真就信了。叶茵茵，朕最讨厌有人骗朕。既然你喜欢去跟他们玩，那以后朕就将你送去给惠妃抚养，不用再住在这里。父皇爹爹，不要送走依依，依依不要去惠妃娘娘那里住。叶茵知道错了。他的哭声没有令叶墨尘动容。通知惠妃，准备领养九公主，3日之后搬离养心殿。叶墨尘丢下这句话之后就走了，整个晚上都没有再回来。叶茵茵没拦住叶墨尘走，一个人对着这冰冷冷的养心殿，觉得非常害怕。叶茵茵被吓醒了，躲在被子里面哭。茵茵好可怜，茵茵没有父皇爹爹了，父皇爹爹不要茵茵了。3天后，生辰宴如期举行，组织之法。叶墨尘今天在吃完晚宴之后，会领着众位皇子和文武百官从皇宫里面出来，围绕着帝都皇城转上一圈，最后登上城楼，和他的子民共饮一杯酒。叶月只想把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送完礼物赶紧走人。火浣布是北燕国的特产，因为珍贵，这种布料在北燕国只供皇室所用。叶墨尘不喜欢，还很不高兴。边疆战士在外，和北燕国军队浴血奋战，你竟然在朕的生辰宴上送朕敌国的东西，把七公主带下去，送去宗人府发落。父皇饶命，儿臣只是想把最好的一切送给父皇，从来不曾这样想过。父皇，皇妹送上这一匹火浣布，也是恭祝我苍兰和北燕国交战大捷。这火浣布是北燕皇室所用珍品，现如今呈上来给父皇祝贺生辰，来年此物定会是我苍兰国贡品。叶周言一句话就将局势扭转。叶墨尘听到他这句话就觉得舒服多了。最后一个献上礼物的就是九公主叶茵茵了。某位大暴君心想，要是他记得不错，过了今天晚上他就要搬离养心殿，搬去和惠妃一起住了。笑得这么开心，这是迫不及待吗？茵茵祝父皇爹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打开盒子的时候，一阵黄色的佛光照耀出来。敢问九公主这是何物？竟有如此神奇，看起来像是佛门圣物，
都能够见得到光了。阿弥陀佛，微臣竟不知有此圣物现世，未能焚香沐浴前来，实乃罪过。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叶墨尘只觉得奇怪，小丫头什么时候有佛门的圣物了？她不是一向穷的吃土吗？你这颗舍利子从哪里请回来的？回禀父皇，是茵茵从宫外买回来的。从宫外买回来的？你什么时候跑到宫外去了？叶墨尘突然想到上次小丫头骗自己要去和皇兄玩，结果出宫不知道干什么去的那次，难道是给他买礼物准备惊喜了？父皇爹爹，你这是不喜欢茵茵送的礼物吗？叶墨尘从上面走了下来，父皇爹爹是不喜欢他送的这颗舍利子，所以要亲自下来打他吗？叶墨尘走到他的面前，朝他伸手。叶茵茵以为他要打自己，赶紧闭起了眼睛。可是最后叶墨尘只是摸了摸他的脸，然后牵着他站了起来。朕很喜欢。叶茵茵才睁开了眼睛。听说舍利子有逢凶化吉、消灾免难的作用，父皇爹爹，你要是喜欢的话，记得要把它收在养心殿，以后茵茵不在，他能代替茵茵保护父皇的。他真的好舍不得父皇，但是父皇已经不要他了，他不能再去烦父皇了。他死死忍住眼泪。父皇爹爹，对不起，茵茵不应该哭的，茵茵这就走，不惹你生气。别走。他拉住他。按朕旨意，今赐九公主为长乐公主，永居养心殿之权。长乐，长乐，你送朕佛舍利子，消灾避难，朕赐你长乐平安，岁岁无忧。走吧，跟朕一起出宫，同游皇城。届时朕在城楼上昭告万民，你将是朕的长乐公主。径直牵起叶茵茵的手，带她离开。父皇爹爹，其实茵茵只想你开心，不想要爹爹给茵茵什么。朕是苍兰的皇帝，你是朕的公主，必须得拥有这个尊荣。察觉到叶墨尘看过来的视线，两边的百姓都激动不停地喊着：皇上金安，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叶茵茵看着这样的盛况，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谢谢你们的祝福，父皇爹爹都已经收到了，他很开心，他也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按照流程，这个时候叶墨尘将独自走上城楼最高处，可这次叶墨尘手里牵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人儿。皇上，如此良辰吉日，还是不要带公主前往吧。您要领也领一个皇子啊，公主算是怎么回事？和您阳气相冲啊，万一分走了您的福气，吓得那名钦天监官员不敢说话了。叶茵茵听完钦天监的话之后有些犹豫。人定胜天，钦天监的话朕一个字都不信。叶墨尘强行带着叶茵茵上了城墙，让御林军统领用内力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九公主温正恭良，家言宜行，德才兼备，今于万民宴前，特封帝女叶茵茵为长乐公主，以享荣华，万世之传。亲子。百姓一听，这才明白过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长乐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谢吾皇，谢长乐公主殿下。这一杯酒，茵茵与朕一起。叶墨尘就站在旁边，陪他一起看着烟花秀绚丽落下。他送给了他一份礼物，这里其中的一颗珠子，不就是他送给父皇的生辰贺礼舍利子吗？行不行？这个是父皇的生辰礼物，怎么能给茵茵呢？特封公主都有一件礼物，这没事儿，先让礼部准备你的，你就先用这个将就。要是珠子集齐了，你再还朕。那等茵茵集齐了舍利子，就还给父皇爹爹。要是问叶茵茵册封长乐公主是什么体验，她不仅没有好处，还依旧很穷，甚至每天得早起上学。为什么3岁的茵茵要活得这么痛苦？朕都醒了，你也不准睡。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你昨天可不是这样说的。昨天的茵茵是公主，今天的茵茵是废纸。
用完就丢。叶茵茵赶紧洗漱好，她居然把其中一封信递给他了。这是给茵茵的信吗？借着给朕送生辰贺礼的机会夹带家书，简直胆大包天。叶茵茵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太子哥哥给她传的书信。茵茵，见字如面，多日未见，不知茵茵近日可否安好，有无烦心之事？朕嫔可曾再许你不快？若有，茵茵大可告知父皇。他有骠骑将军在外领军作战，茵茵也有为兄坐镇边关。另后宫是非众多，若有妃子想要照顾茵茵，请把后面的一封信交给父皇。父皇看过后定会打消主意，送茵茵前去东宫。东宫西厢房已收拾妥当，门开之日会有人前来照顾茵茵。叶墨尘伸手把他的信抢了过来，就看到了后面藏着的那封信。好家伙，都没坐上朕的位置，就敢跟他谈条件了？你就住这里，哪都不许去。等他回来，朕再收拾他。居然敢跟朕抢东西！父皇爹爹，太子皇兄到底送了你什么礼物啊？茵茵这才发现，原来哥哥送给父皇爹爹的礼物居然是一张纸。父皇生辰快乐，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边疆苦寒，无法觅得佳礼，聊以一文，恭祝父皇诞辰金安。朕不会和小孩子计较，顶多废了他的太子之位。父皇爹爹，你真好，是最伟大的人。父皇爹爹，皇兄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所以这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想别的男人。永善，父皇爹爹，我能不能写信给皇兄啊？我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他说。不行，想都别想。公主殿下，边疆离这里相隔太远，就算能送出去，也送不到军营，更送不到太子殿下手中。王公公这么一解释，叶茵茵心情是好了很多。你要是把这些东西都给吃了，不要浪费朕的粮食，朕可以考虑一下让你送信。真的吗，父皇爹爹？君无戏言。他这反应立马就让叶墨尘后悔了。小丫头心里是不是只有他那个太子哥哥？还要找什么借口和由头把太子废了呢？叶茵茵浑然不觉，然后就去上书房练字。叶子安被4个太监抬来上书房上学的时候，就看到了同桌居然开始练字了。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茵茵，你怎么一大清早就在练字啊？是不是发烧了？哼，臭阿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学无术吗？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不努力，明天变垃圾。像本皇子这样的天才不需要努力。叶周言一进上书房就听到了叶子安这句话，很不赞同。自己不学习就算了，不要带坏茵茵。叶周言走了过去，茵茵这是在练字。茵茵要在今天之内把字写好，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写信。很重要？有我重要吗？比你重要，他是太子哥哥。那茵茵，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信寄出去？明天早上。所以茵茵要在今天之内就把字练好。叶周言低头看了一眼宣纸上的字迹，觉得这有点难。要不皇兄帮你写吧？不行，茵茵要自己来写。是，你写的字太丑了，连我都比不上。叶茵茵被打击到了。那怎么办呀？哥哥看到茵茵这么丑的字，回来肯定要说茵茵没有好好学功课了。就连叶周言都表示无力，他没有办法在1天之内改变一个人的字迹。不如茵茵，你用别的东西代替。什么东西呢？你和太子殿下有没有什么彼此之间才知道的暗语？他临走之前有没有告诉你怎么联系他？他给了茵茵一根紫竹箫，说茵茵想他的时候就可以吹这根紫竹箫，他离得再远都能听见。叶茵茵突然有办法了。大皇兄，你能不能教茵茵吹箫啊？我把音乐寄给大皇兄。音乐怎么寄？嘿嘿嘿，茵茵有办法。好，那放了学你在御花园等我，我教你。谢谢大皇兄。所谓把音乐寄出去，就是叶茵茵自己先和叶周言学会了一首曲子，然后对着一张纸吹奏，之后再在这张纸上把音符画出来，就是他说的千里传音了。这3个时辰，叶茵茵从入门学起，这才在快天黑的时候学会了一首简单的童谣。谢谢大皇兄。
叶茵茵把东西跟随着圣旨寄去边疆的时候，叶景琛正在营帐里面看着军报，赶紧从位置上站起来出门相迎。结果那个传旨太监直接从外面走了进来。打扰太子殿下了，不过这个圣旨不好在外面宣读。叶景琛正奇怪呢，什么圣旨还不好在外面当着大家的面念？难不成是生气他没有寄生辰贺礼过去，所以这次来骂他吗？传旨太监就把圣旨交到他手上了，转身离开了。他走了之后，叶景琛才打开圣旨，只见他这份圣旨上，父皇并没有写任何话，反倒是在上面粘了一张曲谱，勉强看出来是一首民间流传的思亲歌谣。茵茵在想他，反应过来之后，他耳畔仿佛就响起了这一首曲子，这就是千里传音吗？突然间，叶景琛又不高兴了，他不喜欢茵茵和他走得太近，父皇还是太危险了。太子殿下，有紧急军报。军报里面写的事情很简单，北燕国皇室出现了动荡，不过对苍兰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传骠骑将军，让他立马来见我。小安子带话立马下去了。于德明听到小安子的话黑了脸，回了一句知道了，就打发他走了。于德明的亲卫这才上前来，将军，这小太子从出宫以来就对您呼来喝去的，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新来的士兵不知道情况，还以为您事事都要听他的，他才是我们这里的元帅呢。将军，您不好下手，但是战场上刀剑无眼啊，要是突然出现了什么意外，这和将军你有什么关系？怪只怪那黄毛小子自己学艺不精，才被对方伤到了。姿势体大，这件事情还需要从长计议，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否则没有把太子搞死，反倒把自己搭了进去，那就得不偿失了。于德明在训练场上磨蹭了半天，这才往叶景琛所在的军帐里面走。叶景琛对他这种态度已经见怪不怪，可是今天，骠骑将军，现在正值我们和北燕国交战的重要时刻，将军你这样拖拖拉拉，万一延误军机，你当该如何？本将军在城楼上已经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老兵，有军情本将军自会知晓，就不劳烦太子殿下提醒了。太子殿下，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随便传唤本将军。新入营的那些新兵蛋子，还等着本将军操练他们呢。不敬不知，原来骠骑将军公务这么繁重，说起来还是姑的不是了。太子殿下乃国之储君，有何不是？是不是也是我的不是？你不就是来军营里面监督我，顺带着刷资历的吗？既然将军你这么忙，相信关于这件事情你早有耳闻，不知道将军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待？于德明皱眉，今天他根本没有收到新军报，走过去正准备拿过军报翻阅，结果叶景琛居然没有给他。太子殿下，你这是什么意思？骠骑将军，你刚才说姑是国之储君，可是为何在姑面前自称本将军？这不是我们苍兰国的礼法吧？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营里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听你老子的就算了，休想让本将军听你一个小孩子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姑现在身为监军，有监察军营一切之权，自然得约束好帐下所有人的言行，来日和北燕交战之际，才不至于给我们苍兰丢脸。将军，你说呢？话虽如此，可是规矩太多，就容易让底下的士兵觉得拘束。打仗最重要的可不是这些外在的礼仪，拳头够硬才是真理。这是威胁，要是叶景琛再这样拿储君之位压他，可就不要怪他的拳头太硬，你头太软了。我苍兰国乃礼仪之邦，建国数百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悠久，在还未与北燕国交战之际，敌国就曾数次派遣御史大夫来我苍兰，求得礼教法典带回国研习，才有了北燕如今的格局。可见礼教规矩是多么重要，否则目无王法，又谈何江山社稷？叶景琛起身，取出挂在一边当装饰用的尚方宝剑，用剑锋抵着他的脖子。骠骑将军，
姑是太子，是储君，也是监军，你目无法纪，让姑很是不快。一直听闻太子殿下你久居深宫，除皇上偶尔召见之外，几乎从不外出。本将军还以为太子你是一个软弱的草包废物，没想到太子你在东宫韬光养晦。韬光养晦，那也是为了对付某个人而做出的让步。姑是皇后之子，出生当天就被父皇宣告天下封为太子，姑的字典没有退步，只有姑愿不愿意。小孩子不要把话说得太满，皇后病天，没有人照顾你，太子殿下你是为了适应局势，这才久居东宫，闭门不出。母后病天，姑万分心痛，又有珍妃下作争宠，姑深感恶心。东宫大门至此封闭整整3年，可这3年，姑就算什么都没有做，也不见珍妃把叶周言扶上姑的位置。姑不死，尔等终是臣子。这就是叶景琛的骄傲。于德明，姑要你跪下。这个时候，于德明真的很想一拳把面前这个人的脑浆都给捶出来，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上方宝剑在此，如同陛下亲临，就算退一万步讲，他真的躲过了这一剑，帐篷外面的御林军也不会放过他。想到这里，忍住想要杀人的冲动，屈膝跪了下来。末将参见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岁。叶景琛看到跪在自己脚下的人，把那本军报递给他。这是姑隐藏在北燕的眼线传回来的消息，北燕国陷入储君之争，可能也是国君之争，姑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歼灭敌军。这里少不了骠骑将军的领兵之才，所以将军接下来可不要再像今天这般，万一姑一个手抖没拿稳剑，我苍兰国可就少了像骠骑将军你这样的人才，是国之损失，也是姑的损失。骠骑将军觉得呢？剑都指在脖子上面了，他还能说什么？末将领命。于德明拿着那份军报下去了，突然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机会。叶景琛，你竟敢拿剑指着我，我就敢让你人头落地。关于北燕国皇室突然内乱的消息，800里加急送到了叶墨尘手里，这就是他们苍兰的机会。他叶墨尘也非常想要北燕那块物产丰富的土地，在这之前必须要先除掉他们国家素有神童之称的17皇子宋京云。叶墨尘的军令800里加急送去边关。与此同时，北燕他们似乎很想撤走回国，可叶景琛怎么同意？所以他就让于德明带兵牵制住对方。于德明也很卖力，要是他们走了，他怎么借他们的手杀了叶景琛？很快，那边关就传来有人受伤的消息。军报传到叶墨尘手上的时候，他突然看向了在一旁抱着糕点吃东西的叶依依。父皇爹爹怎么这样看着依依？你难道也想吃吗？他的沉默让叶依依以为他想吃，可是不好意思开口。父皇爹爹，最后一块给你，你吃。墨尘没吃，把手里的军报摊开，示意叶依依看。哥哥他怎么会？军报上居然写太子哥哥出事了。叶茵茵对这种变故不知所措。父皇爹爹，哥哥一定会没事的，对吗？你告诉爷爷，哥哥不会有事的，对不对？太子中计，被敌方将领一箭射进胸膛，目前生死不明。依依相信哥哥一定会没事的，哥哥答应了依依，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依依学了很久的一首曲子，还没有吹给哥哥听呢。朕会派遣最好的御医，全部前往边关，太子会没事的。听到这句话，叶茵茵仿佛听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父皇说的对，御医个个医术高超，有他们在，哥哥一定会回来的。到时候依依一定可以把曲子吹给哥哥听。朕这就传令下去，并组织民间医术高超的大夫前去边关，只要治好太子，朕就赏赐他们黄金，加官进爵。父皇爹爹，依依能不能去边关看哥哥呢？不行，想都别想。可是依依放心不下，在这里
茵茵等得好着急呀。叶墨尘对这件事情态度很坚定。北燕军因为太子受伤士气大增，接下来朕都能够猜到边关那里是一种什么情况。你去那里会非常危险。茵茵不怕，茵茵运气一直很好，又有父皇爹爹给茵茵的舍利子，佛祖也会保佑茵茵的。茵茵想和哥哥一起。那你就不想和朕一起了吗？你要跟他走，然后让朕一个人在这里吗？他刚才担心哥哥的安全，都忘记了父皇爹爹。他想陪在父皇爹爹身边，也想去看看太子哥哥的情况。那父皇爹爹能和茵茵一起去吗？朕，皇上，您是95之尊，不容有失。前线虽然重要，但后方也需要皇上亲自坐镇大局。君王是这个国家的魂，越是危险的时候就越是不容有失，还请皇上三思。后来冷静下来，也不同意叶墨尘去。父皇爹爹，刚刚是茵茵说错话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里等消息吧。太子受伤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皇宫，叶子安都气得恨不得一人一马杀去玉门关。罗太傅没想到从来没有亲情观念的皇子们居然在家国危难的时候如此统一，唯一和他们不一样的就是叶月亭了。觉得这次受伤就是他活该，心里怨怼没表现出来，只是在课堂上面当众说，边关有我外公在呢，外公和北燕打了一辈子的仗了，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了，不会出事的。第二天竟然传出玉门关失守的消息，叶墨尘当场大怒，给于德明连发了3道圣旨。可能是圣旨起了作用，于德明最后还是带兵把对方逼了过去，夺回玉门关。为何呈上来的死亡名单里御林军死的最多？太子殿下得知前线失守，恐百姓撤退不及，就让御林军上去阻挡，做了前锋。过了好半天，叶墨尘才问，太子情况怎么样了？太子情况不是很好，原本集结在玉门关的各路大夫因为敌军的突然闯入死伤了大半，就连歇息在驿站的御医都死了。这份军报带回去给于德明看，太子要是死了，他也不用活了。真守不住，关你也守不住，朕要他何用？那名信使赶紧拿着信件回去了。等他走了，叶墨尘看了一眼旁边的屏风，别偷听了，出来吧。父皇爹爹，茵茵会带着太子哥哥一起回来的。好，那你和朕一起去吧。叶茵茵表示疑惑，父皇爹爹，朕要是离开皇宫，朝堂就稳不住，那养着那些文武百官也没用了。你下去准备吧，今晚就走。叶墨尘心意已决，临走前布置好了朝中的一切，趁着夜色悄然离开皇城。为了赶时间，就从马车换成了骏马。叶茵茵这几天一直在马上，却没有哭也没有喊累，拉着叶墨尘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去见到太子哥哥。茵茵，朕察觉玉门关有异，太守府需要你一个人去了。叶景琛现在就歇在太守府。茵茵不会怕的，父皇爹爹，我和哥哥等你来接我们。玉门关城墙上，于德明再一次击退了敌军。明天太子估计就要死了，这北燕军还真是帮我做了一件好事，让我除掉这颗眼中钉肉中刺。北燕不成气候，被将军你玩得团团转，现在还以为自己特别厉害，才攻克了玉门关呢。哪里会知道他们手里的刀其实就是将军你手里的刀，被人当了傀儡玩了一把，还沾沾自喜呢。是啊，将军，太子一死，回朝之后我们再拥立大皇子为太子，到时候你们一个我都不会忘了。于德明仿佛已经预想到了美好的明天。待等到妍儿坐上太子之位，未来再登上那把龙椅，我这个骠骑将军的位置就给你们坐。突然听到有人来通报，说是长乐公主驾临太守府。我们朝中有这位公主吗？哦，长乐公主原是9公主叶茵茵，在陛下的生辰宴上亲自册封的。混账，怎么又是叶茵茵？就算是册封，也应该先封7公主才是。长乐公主突然来到玉门关，为什么之前没有得到消息？关于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她来的时候带了一队禁军，
随行的人员里面还有一位太医提点，所以他现在是不仅有兵，还有救人的太医，是吗？是。混账！他好不容易才除掉那些大夫和御医，这黄毛小丫头一来就带了这么多人，是存心来找茬的吗？随本将军去太守府。叶茵茵刚来太守府的时候，还有人拦住他不让他进去，最后被父皇带来的禁军拖下去杀了，让叶茵茵顺利地走到了叶景琛身边。哥哥，这个世界喊他哥哥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茵茵。他吃力地睁开眼睛，茵茵啊，哥哥，茵茵在这里。不行，茵茵你走。哥哥，我不走。哥哥，茵茵一定要在这里陪你，然后和你一起回家。哥哥，你一定要坚持住。发现有人在碰他胸口的羽箭。为什么太子殿下您这根箭没有迟迟拔出来呢？拔不掉，你带茵茵先走。这伤口看起来是很危险，但也不至于拔不掉吧？太子殿下，微臣今日就把它拔给你看。你嘴里含着这一片人参，千万不要晕过去，否则您就回不到帝都了。长乐公主，这根箭您来拔吧。等会儿您拔了之后，微臣要迅速给太子殿下止血，一个人可能做不了。可是他不敢呢。茵茵，别怕，哥哥也想和你一起回家。于德明从城楼上骑马匆匆赶来的时候，就听到叶景琛一声惨叫，他也很紧张，想闯进去看看，结果被禁军给拦住了。骠骑将军，太守府我们已经接管了，现在这处院子没有长乐公主同意，一只蚊子也不要想飞进去。于德明认识这名说话的禁军，禁卫军的统领裴文。你我也算是同朝为官，军衔官职也没有差多少，你心甘情愿保护一个小娃娃？长乐公主乃是陛下在生辰宴当天亲封的公主，也是我朝第一位被册封的公主，能够伴驾左右是臣的荣幸。裴统领，要是我偏要进去呢？那就要看骠骑将军你的命到底够不够硬了。苍兰国有律法，干扰禁军执行任务可是要灭满门的。骠骑将军，你确定要这样做吗？于德明想了想，就退了一步。在出征前，皇上叫我保护好太子殿下，现在我听到他惨叫，不知道小院中发生了什么。裴统领，你能不能进去帮本将军打探一下？我不愿意，本统领此行，皇上也特意交代过，要我事事听从长乐公主安排。长乐公主要我把守好小院，任何人不得进出，所以就算是我也不行。于德明心里怒火滔天，可不得不站在这里等着。房间里的叶茵茵看着晕过去的太子哥哥，担忧地看着赵太医。回禀长乐公主，羽箭一拔，血也止住了，等会儿太子殿下可能会发烧，这属于正常现象，只要过了今天晚上就没事了。叶茵茵这才放下心来。长乐公主一路舟车劳顿，您也需要好好休息，太子殿下这里微臣会照顾。茵茵想要留在这里等太子哥哥醒来。屋里的人在休息，屋外有人在等消息，这种情况僵持了一炷香的时间，于德明就带人走了。晚上的时候，叶景琛发了高烧，在将近天明的时候，这才终于退了烧了。叶景琛醒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了趴在床边的叶茵茵。哥哥，怎么这么淘气？不好好待在皇宫，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干什么？因为放心不下哥哥你一个人在这里，路上传消息进宫实在是太慢了。哥哥，其实父皇也来了，是他带着茵茵来的。父皇现在在哪？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禀报。是关于骠骑将军的吗？父皇跟你说了。父皇爹爹他在暗中调查这件事儿，让茵茵转告哥哥，不必忧心，他会处理好的。父皇怎么就知道了？于德明应该不会把真正的军报传回皇宫的，因为父皇爹爹厉害呀。哥哥，你是不知道，送信的人把信给父皇爹爹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不对劲，当场就说要带茵茵过来看哥哥。父皇厉害，难道我就不厉害了吗？哥哥也超棒的。
我在上书房上学的时候，那些皇兄他们都非常羡慕哥哥能够上场杀敌呢。但是他们再羡慕也没有用，他们是来不了的。父皇爹爹说，废物只配送菜。你去上书房上学了？是啊，而且茵茵也考了第1名哦。叶墨尘站在城墙上的一处角落，看着下面的动静。皇上，时机已经成熟，是否立刻拿下骠骑将军？不，他竟敢拿玉门关数十万子民的命做赌注，逼死太子，让他死太容易了，真要他生不如死。皇上，您的意思是？去办吧，这一次把于家连根拔起，朕已经不想再看见他了。于德明为北燕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时，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名亲信不见了，可是出去找的人无一不是有去无回。不行，一定不能让太子找到关于本将军不好的证据，我是要立功凯旋而归的。他招手叫来雇佣的死士，你们今天就前进太守府，把那2个人给我杀了。既然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那我就送你下去见你那个该死的母亲。是夜，几道黑色的身影趁着夜色都进了太守府。于德明计算着死士们回来报信的时间，突然看见太守府方向的天空上炸响了一朵烟花，那是于德明给死士们的信号。看来大事已成，你们跟我走。于德明带着人去往太守府，将太守府的大门一脚踹开，没想到在里面看到了叶墨尘。谁来告诉他这不是真的？骠骑将军，你这是来护驾的吗？于德明被这种阵仗吓懵了。皇上恕罪，末将听到太守府有异动，这才带兵前来，救驾来迟，还请皇上饶命。于德明赌自己那些亲信没有开口，赌皇上搜查到的证据不够，是叶墨尘挥手让人把供词拿出来放在他面前。朕早就说过，朕不喜欢扎手的兵器。骠骑将军，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暗杀太子！于德明不停地跪在地上磕头，表示这其中另有冤情。既然骠骑将军如此忠心，那朕问你，当初玉门关是怎么破的？骠骑将军，你的忠心可真让朕寒心啊！皇上，末将只是一时糊涂才犯下的大错，还请皇上饶命啊！皇上，末将一人做事一人当，还请皇上看在末将这几年来为苍兰做出的汗马功劳，放过末将一家老小，更放过末将那在宫里的一双外孙啊！就准备自杀谢罪，被叶墨尘屈指一弹，一颗石子将他的剑给撞掉了。你的罪须向玉门关的百姓陈述，由他们决定要不要放过你。来人，带骠骑将军下去，明天向玉门关内百姓告罪。第二天一早，玉门关城内通告栏上就已经写好了关于于德明一件件一桩桩的罪责，让关内的百姓非常惊讶。北燕军知道了玉门关里面发生的事情，以为这是一个契机。叶墨尘再一次登上城楼，打开弓箭，用箭对准那个曾经一箭射进叶景琛胸膛之中的人。茵茵，你觉得朕这一箭射他哪里好？哼，头。好，不愧是朕的女儿。松开自己搭在弓箭上的手，直接贯穿了对方的脑袋，当场毙命。回去告诉你们皇帝，20年了，北燕军还是弱爆了，主将都死了，叶墨尘派军最后收割，并提出要求：你屠我玉门关子民3万余人，今天朕杀你们北燕6万军士，明日北燕必须送来质子，对我苍兰俯首称臣，否则朕不日整顿军马，杀入你们皇庭。父皇爹爹，能不能不要北燕国派来的质子啊？这把男主派过来很要命的。不行，朕不仅要他们送来质子，还要那个人必须是17皇子宋金云。父皇爹爹，一定得是他吗？他来苍兰可是来灭国的呀。必须是宋金云。叶茵茵还想说什么，可是叶墨尘已经去收拾最后的战场了。叶墨尘走了，
叶茵茵就把求助的目光放在自家哥哥身上。20年前，父皇也曾身在北燕国，20年的休整，若不是于德明为了一己之私，只想抢功，父皇的计划是扶持北燕幼帝，一举攻克北燕，使他死在夺嫡之战还好，可偏偏他还活着，那就必须来我们苍兰。茵茵善良，可能会不忍心，但你只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没有发生过就好。宋京云不会和你有任何接触，皇兄发誓。叶景琛就让禁卫军统领裴文送他回了太守府。玉门关这一次决战，叶墨尘和他说的那样，让他们赔了玉门关惨死的百姓性命，给了所有人交代，并将索要质子的国书传给了北燕。北燕同意了他的要求，表示不日就会把17皇子送来苍兰当作质子，以表臣服。回朝那日，只带走了身为监军的太子以及于德明。叶月亭也受不了这件事儿，不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外公怎么突然间变成了国家的大罪人。皇兄，一定是叶茵茵，一定是他在父皇面前说了些什么。外公他才不是罪人，他是英雄，是英雄。外公在边关一直什么事情都没有，他一来就出现了这么多事，一定是他联合太子想要陷害外公的。事关国事，父皇会秉公处理的。秉公？他就是宠爱叶茵茵，他就是偏心。否则为什么会偷偷摸摸只带叶茵茵一个人去玉门关，瞒着我们所有人？我真恨我当初没有在嘉庆宫的时候就杀了他，没有在御花园的时候直接打死他，否则哪里会有现在这么多的事情？长乐公主这个头衔本来应该是我的。叶周言只能跟太傅请假，带着他离开上书房，前往芳菲殿。回去的路上却听到母亲自杀的消息。叶周言看着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的母妃，又看了一眼怕痛哭流涕的皇妹，突然间觉得人有时候活着的确很累。回宫之后的叶墨尘听说了芳菲阁中余言上吊自杀的事儿，毫无动容。父皇爹爹，大皇兄他已经没有外公了，真的好可怜呀。太子哥哥现在都很想念母后呢。茵茵没有见过母后，要是见过的话，应该会和太子哥哥一样伤心吧。叶墨尘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甄嫔之前狗带你，你真的要为他向朕求情吗？茵茵只是不想大皇兄没有母亲，不是为甄嫔娘娘求情哦。茵茵还是很讨厌他的。讨厌，那朕就把他给杀了。左右玉德明做出的事情足够诛他9族。不行不行，讨厌他现在也欺负不了茵茵。茵茵有父皇在，也不会有事。茵茵才是后宫最厉害的女人。他没有当场拒绝，那就是同意了的意思。叶茵茵开心地跑过去，把自己最喜欢吃的糕点给他吃。叶墨尘侧头拒绝了。父皇爹爹，糕点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东西，你也尝尝看呢。绿豆糕很好吃的，我和太子哥哥最喜欢吃的就是绿豆糕了。什么太子哥哥？叫皇兄。好吧，太子皇兄。看他配合，叶墨尘也勉强张嘴。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不好吃这3个字就这样被堵住，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了。我看茵茵最近消瘦不少，这一碟子绿豆糕就赏赐给你了。太子皇兄他之前也说茵茵瘦了呢。他是不是还说朕亏待了你？父皇爹爹，你怎么知道呀？很好，甄太子叶景琛。他差点忘了这坑爹的玩意儿，天天觊觎他的宝贝枕头。叶景琛从东宫过来的时候，就看到皇妹坐在龙椅上吃绿豆糕，吓得他赶紧打量了叶墨尘一眼，发现他并没有觉得不妥。儿臣参见父皇，父皇万福金安。太子近日伤势可好些了？儿臣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好了就行。叶墨尘指了指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一摞奏折。既然已经好了，身为一国储君，就不应该继续待在东宫里面不问世事。这些奏折你带回去看，晚膳之前交给我。父皇，儿臣突然觉得儿臣的伤势还需要调养几天，所以这些奏折你能拿回去自己看吗？有你这样当皇帝不干活的吗？不按。上次治疗你伤势时，朕让太医院切了一根千年人参，要是太子觉得身体不适，含一片就好了。叶景琛，请问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我都说我身体不舒服了，你还让我看。儿臣久居东宫太久，可能不会处理政务，还请父皇收回成命。无碍，你只要想想，你批改的这些奏折事关社稷和民生，你就会处理了。归安吧。叶景琛还是不服，父皇能让茵茵来东宫住一晚吗？儿臣已经很久没有和他说话了。不行。又让人报了一摞奏折给他。太子还想要和长乐公主说话吗？叶景琛没说话。算你狠！叶景琛最后提着2摞奏折出了养心殿。等叶景琛在晚膳之前把批改好的奏折拿过来养心殿的时候，就看到有某个人悠闲地在那里喝茶，吃着他的皇妹给他包的葡萄。感情叫他干活就是为了自己不干活。叶墨尘发现他都仔仔细细地批改好，还写了几种方案。太子还是不废了，留下来跟他干活，他也能轻松很多。明日早朝，太子也去吧。儿臣惶恐，上朝之事还请父皇收回成命，休想我再给你白干活。他在东宫潇潇洒洒不好吗？无碍，太子得胜归来，正理应赐你进入明德殿政治之权。所以我还要感谢你吗？太子还不快感谢朕的赏赐？叶景琛快被气炸了。叶茵茵看他不高兴，就赶紧站起来，想要留他在养心殿吃饭。我也想吃茵茵给我包的葡萄。过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北燕国送来的质子就已经抵达皇宫了。接见北燕国质子和使臣的时候，特意为他们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会。叶茵茵在宴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早早地来到了位置上坐好。茵茵，好久不见，你的眼睛依旧格外漂亮。你怎么还想要茵茵的眼睛？茵茵，你可真不懂事，怎么能一个人跑去玉门关呢？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以后可就再也见不到这么一双眼睛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提前把你的眼睛挖下来，放到枕边，每日睡前清晨都看上一眼。不行，你不能挖茵茵的眼睛，你挖了茵茵会看不见，会痛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茵茵，你不能这么小气，漂亮的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你也不知道今天来的那位北燕国质子，他的眼睛漂亮不漂亮啊？父皇兄，你不能打他的主意。为什么不能？因为他是北燕的17皇子，是神童吗？我要是把他的眼珠子放进我的收藏，和那些眼睛待在一起，日日夜夜的相处，说不定他们以后也能成为神童，不对，是神眼。茵茵，你说这样好不好玩啊？不好玩，毕竟是送来我们苍兰的质子，父皇甚至为他举办了这么一场隆重的欢迎会，是我们苍兰的客人，不能随便挖人家眼睛。那我能不能先挖你一只眼睛？就一只，不会很痛的。你以后可以用另外一只眼睛看东西，没有任何影响的。怎么办？我突然又想让你挖男主的眼睛了，说不定没挖下来你就死了，然后就再也不会打我眼睛的主意了。为了近距离观摩他的眼睛，叶恒清坐在了叶茵茵身边。一会儿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你想我坐你旁边的，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会告诉别人你觊觎本公主的位置。要是你敢说别的，我今天就把你的眼睛给挖下来，就当是临死前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等宴会开始，所有人都来齐了之后，叶墨尘就带着叶景琛一起进来了。他们第一眼就是往叶茵茵所在的位置看，结果看到了叶恒清竟然还坐在了他的旁边。只感觉到有2道扎人的视线放在他身上，顺着视线看过去，就看到了他的父皇和太子皇兄，吓得他心里一哆嗦，转身就跑。他一走，叶墨尘和叶景琛才满意了，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传召北燕国质子宋京云以及送来贡品的使臣。没过一会儿，他们就看见了宋京云和使臣从门外一步一步走进来。北燕国17皇子宋京云参见苍兰国君，万岁万岁万万岁。叶墨尘没说话，也没有让他起来。你面见我父皇爹爹，为什么要戴着帽子？你来我们苍兰做质子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熟读我们苍兰律法吗？叶茵茵看到宋京云没有说话，
赶紧跑过去，准备把他脑袋上的帽子拿下来。结果他一不小心就摔到了地上，甚至还摔进了宋京云的怀里。这好丢人呐！长乐公主，你没事吧？把他扶起来之后，你没事吧？该不会被他撞出来了一个什么好歹吧？谢谢长乐公主。不是，你没事就行。叶茵茵走到他面前来，掀开他的帽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陈年旧疾，不碍事。对不起。无碍，公主不必自责，与您无关。陈年旧疾，不想将兵器带入大殿惊扰陛下，所以在来之前带了一个帽兜，如有冲撞陛下之处，是宋京云之过。无妨，过来坐。叶茵茵没有想那么多，看到父皇爹爹在叫他，他就提着裙子走上去了，让文武百官异常惊讶，心觉不妥。皇上，有您这样宠人的吗？私底下把长乐公主藏在养心殿里就算了，这可是国宴呐！国宴都让长乐公主坐在龙椅上，成何体统？父皇爹爹，茵茵觉得你这里的菜好像比较好吃。想吃？想。行，你吃吧。谢谢父皇爹爹，茵茵最喜欢你了。皇上，你难道就不管吗？你宠人也要有个底线好不好？人家北燕都看着呢。今日我北燕国向苍兰国进贡黄金19900两，各种珠宝5箱或换布3箱，牛羊马匹各2000匹，这是礼单，还请苍兰陛下笑纳。叶墨尘面无表情地笑纳了，给王公公使了一个眼色，他立马会意，从袖子里面拿出一本册子，交给北燕使臣。这上面是北燕主动挑衅苍兰，让朕损失的马匹数量，还希望北燕能够给我一个交代。北燕使臣觉得自己给的已经够多了。怎么，北燕觉得很为难，不想给朕吗？关于这件事，我需要禀告我们国君，让他圣裁。哦，北燕国君醒了，新皇准备登基，老国君已经龙御并天。这还是叶墨尘第一次知晓北燕老国主死了，不过一点都不惊讶。既然北燕有国丧，马匹之事还望尽快安排，朕也会给北燕送去诏书，以作悼念。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听到有人死了，居然还要马匹。对了，你们北燕送来的这位质子，新皇可有嘱托？并无，吾皇无任何嘱托，只留一言，质子已如约送达，从今以后就和北燕无关。弃子？哈哈哈哈！为了巩固苍兰和我北燕两国友好的桥梁。如此，叶金云朕就收下了。往后3年之内，朕不会起兵攻打北燕。那就再好不过，我北燕国也常怀友好之心，和苍兰做友好邦邻。他们你一言我一语，都没有将宋京云放在眼里。来人，17皇子赐住无门殿。父皇爹爹，要不把墨竹轩赐给他住吧，那里有很多的竹子围绕着，这样的话病气就不会传出来了。叶墨尘看了他一眼，得了，那么远又偏僻的一块地方也算是冷宫了。准。捏起一块桂花糕就吃了起来，一个不小心就噎住了，赶紧抓过手边的杯子，看也不看就一口闷了下去。怎么有股酒的味道？这贪吃的小丫头怎么连酒都要喝一口？今日朕有一些乏了，太子带朕迎接北燕的使臣，安排好质子的去处，抱着叶茵茵就走了。那干脆利落的转身，气得叶景琛把手里的酒杯都给捏碎了。谁想应付北燕的这些人呢？他也想离开和皇妹玩好不好？两个人走在去往养心殿的路上。父皇爹爹，茵茵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不会让任何人对你不利。他看起来像是需要保护的人吗？父皇爹爹，我们不要去管那个质子好不好？茵茵要和父皇爹爹永远在一起。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睡在父皇爹爹怀里，忍不住就这样看了半盏茶的时间。你一睁开眼睛就这样盯着朕，信不信朕砍了你的脑袋？把想逃走的他拉了过来。别动。叶墨尘要去上早朝，就代表叶茵茵也得起床去上书房了，准备趴在桌上再歇会儿，结果又被人摇醒了。谁呀？大清早的
还能不能让人睡了？不能，叶茵茵，你现在立马跟我去墨竹轩。为什么？茵茵不想去。你刚刚说什么？去墨竹轩？我要去挖他眼睛。叶茵茵被他这句话吓得瞌睡都没了。武皇兄，活着不好吗？挖到一双眼睛不会死的，你赶紧跟我来，我一起带你去看看那个宝贝啊。叶茵茵不想去，可是被叶恒清拖着走了。为什么墨竹轩这么远啊？打入冷宫不好吗？本皇子现在都已经穿过半个皇宫了，怎么还没有到啊？武皇兄，要不就算了吧，我们回去上课，等迟到了太傅要不高兴的。不行，现在已经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了，有返回去的那个时间就已经到墨竹轩，而且我们回去也是迟到，怎么能空手而归啊？一盏茶的时间过去，太远了，本皇子不行了，我们歇一会儿，等本皇子这一次把他眼睛给挖了之后，本皇子就再也不来墨竹轩了，半条命都快没了。等到了墨竹轩这个地方虽然远了一点，但是环境还挺好，不过以后他就看不见了。没有推开门呢，就听到了里面传来一阵咳嗽声，隐隐约约还夹着一点血腥味。武皇兄，你快住手，他生病了，你不能在这个地方挖人眼睛。武皇兄，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宋京云脸色苍白，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看起来已经要不行了。这怎么回事？皇妹，你不要看我什么都没有做，那现在怎么办啊？叫太医啊！从这儿跑去太医院叫太医，你是想累死我吗？可是不叫他就死了，父皇还没有说让他死呢。想起叶墨尘，叶恒清打了一个哆嗦。我可以去叫太医，但是你得给我你腰间的玉佩。五皇子殿下和长乐公主殿下不必紧张，这是我们家殿下的随从，叫霍昭。丑死了，你不准看，不要把眼睛看丑了。他第一次知道，原来眼睛看了不好看的东西也是会变丑的。你刚才说想要皇兄的玉佩，这是为什么？小人昨天夜里去了一趟太医殿，但是那群太医根本不给我们殿下治病，我们殿下忍了一晚了，还请五皇子长乐公主开恩啊。自古皇子带在身上的玉佩都是信物，只要把这个拿去太医院，就有太医前来墨竹轩看诊。不行，这一块玉佩我不能给你，你一个敌国的人不配拿我的玉佩，谁知道你拿着我的东西会去干什么？小人拿玉佩请回太医之后，会把玉佩交还给五皇子殿下的。不行。霍昭还想要说什么，可是躺在床上的宋京云听到动静，挣扎着爬了起来，向他摇头。打扰五皇子殿下，是我等唐突了。你们本来就很唐突，一个送来苍兰给我们玩弄的弃子，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我就被叶茵茵伸手捂住嘴。不好意思啊，我这个皇兄他精神有点不正常，你们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话。叶茵茵就把自己镶嵌在鞋子上面的珍珠交给了霍昭。这些都是南海东珠，整个后宫只有茵茵一个人有。你们拿着这个去找太医院的赵太医，就说是茵茵命你来的，他听到这句话就会来给你们殿下看病。等把东西交给霍昭，叶茵茵就赶紧拉着不停挣扎的叶恒清走了。走之前还特别歉意地看了一眼宋京云，示意他千万不要生五皇兄的气，他真的脑子有病。叶恒清被叶茵茵拖走了一段很远的距离。你干嘛要把珠子给他？你知不知道为了采集你鞋子上要用的这些珠子，我们家派了多少人出海，父皇又催了我们家多久？父皇催你们？父皇爹爹他会管茵茵用什么东西做鞋子吗？你上次给我的那些发钗，我让人全部拿去当铺典当，好换成现银，结果被父皇发现了。他说我出宫典当御赐之物，逼迫我们家交出了小半箱珠子，拿来给你做鞋子。用来做鞋子就算了，还让工匠不要把珍珠镶嵌得太牢固，说这样可以让你没钱的时候拿这个花。你瞧这是人说的话吗？这些可都是南海珍珠，海中精品啊！叶恒清一把辛酸泪呀。本皇子上次带你出宫也真是倒霉，赔了舍利子，还赔了半箱南海东珠。
就连那些发钗都被父皇派人拿走了，而你当着我的面把我家的东西、我家的钱送给我讨厌的人。叶茵茵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那茵茵把这些珠子都还给你们。养心殿里面我还有好几双鞋子，上面都有这些珍珠。鞋子够了，你闭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都不够你们败家。他备受打击的走了。最后因为罗太傅发现了他带着茵茵逃课的事情，被太傅罚抄3遍三字经，下次一定要抓住机会把叶茵茵的眼睛挖出来。关于于德明的案子，刑部已经联合大理寺审出来了结果，那就是判处于德明满门抄斩，唯一被赦免的人就是珍嫔于嫣以及她生下的一双儿女。圣旨下达的这天，于嫣带着叶月亭和叶周言来到养心殿门口，磕头想要送别于德明。叶墨尘不准，叶墨尘不答应，于嫣就带着叶月亭和叶周言跪在养心殿门口，让2个孩子求叶墨尘让他们去见外公最后一眼。父皇，外公自小就待儿臣极好，教儿臣习字练武。儿臣知道外公做了错事，但他也是儿臣的外公。外公最后一眼，儿臣想要去看他。相比较他们2个的悲伤，叶周言就显得无比从容，只是跪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言儿，你外公平时待你是最好的，事事为你谋划，为你争取，为何他在大限之日，你不肯去看他最后一眼？母妃，我想去看他的，但是我也是苍兰国的皇子，玉门关死的百姓也是我的子民。太傅告诉我，皇室的存在一直都是守护，百姓尊我为皇子，我也要为他们负责。混账！我为什么会生出你这种冷血不孝的东西？你怎么就不能跟你妹妹学学？什么玉门关死的百姓也是你的子民，你是我生的孩子，他们的死活关你什么事？叶周言想反驳，最后什么话都没说，沉默不语地跪着。叶茵茵从上书房里面放学回来，就看到了这一幕。你干什么？滚开！不要揪我头发！你干嘛？为什么这样打我脸？我打死你这个大傻逼！你居然敢打我大皇兄！我大皇兄是你想打就能打的吗？我揪你头发，我打完你的脸，我看你还敢不敢打我大皇兄！养心殿门口的太监宫女显然没有想到叶茵茵今天居然会主动和人打架。叶周言想拉2个人分开，结果被叶茵茵给嫌弃了。大皇兄，你碰茵茵的话，茵茵就哭，很凶很凶的哭。叶周言刚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中。皇兄，你把这个小贱人拉开，我脸都要被他给打肿了。大皇兄，好痛啊！皇兄救命啊！完了，他好想就这样原地晕倒，然后当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够了！叶墨尘从养心殿里面走了出来。叶景琛刚才也在养心殿里面。茵茵，你没事吧？手疼不疼？茵茵没事。太子哥哥，茵茵打架是不是超级厉害？茵茵真棒，但是下次打架不可以亲自动手，这么多宫女太监都可以帮你，弄得脏兮兮的不好看。叶月亭捂着自己的脸，看看叶茵茵，又看看叶景琛，然后再看了一眼旁边无动于衷的叶墨尘，哇的一下就哭了。闭嘴，再哭就拖下去砍了。叶月亭1秒就忍住了哭泣。于嫣看到叶墨尘终于从养心殿里面出来了。皇上，一日夫妻百日，臣妾自知有罪，也无颜面对皇上，但是臣妾希望皇上能够在臣妾父亲的最后一刻，让臣妾再看看他，送他一程。墨尘对于这种哀求根本无动于衷。虽然茵茵不懂，但是太傅说过，做了什么事情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珍嫔娘娘，你不能带着大皇兄一起去。叶景琛看叶茵茵护着叶周言，心里的一坛醋又翻了。珍嫔，你本也在斩首的名单之中，茵茵不想你的一对儿女没了母亲，
这才只掠夺了你的封号，留你到今天。你居然还哀求父皇带着大皇兄和七公主去菜市口观看行刑，你是要把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地？又要让天下人如何看待他们？于嫣先是一愣，似是没有想到自己活着居然是叶茵茵求的情。你今日出了这个宫门，就去和于德明一起腰斩。叶茵茵走到叶周言身边，抬起头看着他。叶周言知道他想说什么。我不怪你，我今日来养心殿是因为他是我外公，但是我不会让父皇答应我让母妃带我去看外公的。其实若不是皇子的身份，我也应该在灭门的名单里，不是吗？这个时候去不合适。其实大皇子想去的话，茵茵可以让太子哥哥带大皇兄在暗处偷偷摸摸的看，不露面的那种哦。他话一说出口，于嫣就仿佛看到了希望一样。嫣儿，不论如何，他也是你的外公啊，你难道真的忘记了吗？孩儿不敢忘，但是母妃，你到底想我怎么做？您和父皇，我无法两全啊。你们赋予我不一样的角色，孩儿又该怎么做呀？只是偷偷去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固执啊？好了，你够了，不要逼大皇兄了。就很烦他们，老是用血缘拴着大皇子。明明大皇兄有他自己的思考。不如这样，不用马车送珍嫔出宫，看完死囚之后，不日立刻出家，为我玉门关枉死的数万百姓抄经祈福。我你也不过如此。笑意，或许他真的有那么一点，但是绝对不多。那茵茵给你选择，你现在立刻马上就去出家做和尚，以后都不要来烦我大师兄了，然后带着他一起去，本公主成全你们刚才的哀求。叶月婷看叶茵茵指着自己，赶紧躲开，她才不想出家吃斋饭。这次父皇又没有责罚她，她也不在名单里面，做自己高高在上的公主，她不香吗？转身就跑了。于嫣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叶墨尘就让人把她捂着嘴带走了。珍嫔娘娘一定要好好祈福哦，你们抄的经文，茵茵会好好看的。把她送走，叶茵茵感觉浑身都轻松了。咦，大皇兄，你以后自由了，你放心，茵茵不喜欢给她穿小鞋，我不会欺负她的。父皇，儿臣恳请父皇派儿臣驻守玉门关，保护关内百姓休养生息。茵茵上次去过那里一次，有很大很大的沙子，吹得茵茵眼睛都睁不开了。大皇兄，你也不要去，一起陪茵茵玩好不好？大皇兄，你也不必如此，现在关内百姓对于家任何一个人都非常抵触，你去了他们也不会拥戴你。我不需要别人感激，我只是想要弥补一点。弥补什么？叶墨尘负手而立，没看他。皇子的身份自然有足够的机会可以让你去弥补，往后你能救的可不仅仅是这3万人。丢下这一句话，他就伸手拽着叶茵茵走了。叶茵茵不想走，男人的事情让他们男人解决，朕现在很烦，你得坐在朕身边。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叶景琛才从外面进来，并且对叶茵茵做了一个摇头的动作。叶茵茵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要往养心殿外面跑。大皇兄，你一定要走吗？你不要茵茵了吗？叶周言听到声音顿住了脚，他刚才不进养心殿亲自说这件事情，就是不想要见到茵茵难过。大皇兄，哎呀，茵茵摔倒了。叶周言一听，立马掉头就走了回去，然后看到叶茵茵跟没事人一样站在原地。茵茵，别闹。父皇爹爹说了，这是计策。大皇兄，你看，你这不是已经停下来了吗？大皇兄，你真的一定要去玉门关吗？我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就算什么都做不了也要去。这是你的坚持吗？是的，茵茵，而且我也想出去散散心。我以前就很想出宫，但是母妃一直告诉我，我是要做太子的人。这个皇宫我想要出去，可每年又有多少人挤破脑袋进来，但我依旧想要出去看看外面我没有看到过的世界。不知道我说这些，茵茵你能不能懂？叶茵茵听得懂。其实
父皇爹爹和太子哥哥他们都不想要当皇帝的，很累很累。大皇兄，你要是能出去玩也可以啊，但是每年记得给茵茵写信哦。会的。有时候他都在想，要是茵茵是他的亲妹妹，或者他不是母妃的儿子，这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茵茵，临走前，我想实现你一个愿望吧。你想要什么？茵茵想大皇兄带茵茵出宫，茵茵还想大皇兄你带茵茵骑马。这是2件事。不，就1件。出宫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也可以玩很多好玩的，更可以骑马，这些都是出宫能做的事情，所以加在一起就是1件。要是罗太傅在这里，看见你这样用他教你的算术，一定会用教鞭打你的手心。可罗太傅不在呀，不在他就管不到茵茵了。走吧，我们早点出宫，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茵茵还没有出宫玩过呢。大皇兄，你知不知道帝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有，武皇帝有一座高约6层的万宝阁，里面放置了很多的奇珍异宝。茵茵不去，里面还放了很多眼珠子。茵茵去过。上次茵茵送父皇的舍利子就是在第6层买的。武皇帝那座万宝阁是他自己的珍藏，平常里都不舍得卖出去，他愿意卖给你。茵茵也是第1人。我不想做这个第1人。大皇兄，我们去别的地方玩好不好？万宝阁它有名不仅是因为那座塔，其实还有它周边的美食，它们都是武皇帝从苍兰各地汇集过来的，只要去了那里，就能吃到苍兰半个国家的小吃。为什么他这么有钱啊？因为他们家族世代经商，在苍兰还没有建国的时候起，武皇帝的母族就已经走南闯北，去了很多地方。国库每年的税收有将近1半都是他们家的。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挖茵茵眼珠子？其实他并不是真会挖你眼珠的。不挖，上次茵茵都看到了他挖人眼珠子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可齐全了，他还向茵茵展示了一遍呢。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茵茵想不想要知道原因？想，实在太想知道了。那茵茵和我去一趟万宝阁吧，到了里面我就告诉你。叶茵茵顿时又不想去了，太吓人了。相信皇兄，不会有事的。临出宫前，叶周言叫了一辆马车，拉着他们去万宝阁。叶周言看他实在不敢，就径直把挡在他们面前的门打开了，牵起他的手，让他往墙壁上摸。起初叶茵茵还以为自己会摸到满墙的眼珠子，结果好像并没有。不对呀，茵茵上次就有看到一面墙的眼睛。茵茵，看你后面，就看到了一整面墙的眼睛。叶茵茵吓得从原地直接蹦了起来。救命啊，好多眼睛！结果下一秒就发现面前的眼睛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其实这是一种被武皇帝改良过的皮影戏，从刚才走进那个甬道开始，一路上包括这个房间，都是武皇帝派人耗费巨资做的一种新型皮影戏，通过灯光变化形成的，还有人害怕时所产生的错觉。要是不仔细看的话，就以为是眼睛。茵茵，你见过被挖下来还会看人，还会跟你眨眼睛的眼睛吗？这些都是假的。真相来得猝不及防。等叶周言带着他坐进万宝阁附近的一家卖抄手的铺子时，帅，我皇兄太坏了，一直骗我说要挖茵茵的眼睛，可把茵茵吓坏了。茵茵还以为吾皇兄是变态呢。一开始武皇帝说要挖你眼睛的时候，我就派人查了，可是没想到他会把你带出宫来吓你。皇兄太坏了，茵茵以后不喜欢他了。是大皇兄，他为什么要这样吓人啊？茵茵每次看他盯着茵茵眼睛的时候，发现他好像是真的要挖茵茵的眼睛。关于这个问题，叶周言也不知道。我很想告诉你答案，但是关于这件事情是父皇亲自尘封的秘密，茵茵要想知道的话，可能要去问父皇了。问父皇？不行，父皇爹爹不会告诉茵茵的。叶周言也没有多说，就带着他在附近闲逛。
因为今天是于德明被腰斩的日子，可他就是偏偏没有往行刑的菜市口走。叶茵茵赖着他给自己讲每一样小吃在苍兰的风土人情，叶周言都一一耐心地回答了。大皇兄，你知道的好多啊，这些地方你都去过吗？没有，我都是在书里面看过。哦，原来大皇兄你在太傅上课的时候是看这种书啊，亏太傅还经常跟我们夸你呢，原来你也在开小差。太傅讲的东西其实我都知道，上课看一点别的书也是增长别的知识。好吧，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茵茵和阿弟上课看别的书就是想要开小差，不想听课。阿弟，茵茵说的是叶子安。对啊，他老是要茵茵叫他皇兄，茵茵才不愿意嘞。他以为谁都可以当茵茵皇兄吗？那茵茵，你是把我当成皇兄了？对啊，而且是很重要的大皇兄。茵茵喜欢大皇兄。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说，叶茵茵发现他的大皇兄好像终于笑了。大皇兄，你一定要这样一直笑下去哦，就算以后茵茵不在你身边，你也一定要开心啊。我会想念茵茵的，等那边的事情我放下了，就带茵茵去已经建好的玉门关。好，那大皇兄，我们拉钩，拉了钩就不能变。大皇兄，茵茵等你。叶茵茵和叶周言在宫外玩了好一会儿，还去骑了马。因为他不会骑，所以是叶周言抱着他，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这才踩着宫门要关的点儿回养心殿了。一回去，叶茵茵就看到了父皇爹爹又坐在那里等他，赶紧跑上去解释。父皇爹爹，茵茵坦白，茵茵这次是和大皇兄出宫了，大皇兄心情不好，明天就要走了，茵茵想要陪陪他。朕也说让你陪在养心殿，你怎么不陪？茵茵陪呀。父皇爹爹，茵茵这不是来了吗？还从自己胸口里面拿出来了一根自己藏了好久的糖葫芦，糖葫芦已经化了。茵茵还没有吃呢，茵茵想带回来和父皇一起吃的，可是已经坏掉了。你喜欢吃，朕让御膳房做就好了。不行，他们做的不正宗。大皇兄说了，茵茵这根冰糖葫芦才是整个帝都皇城里面最正宗的一家了，限量出售。茵茵还想跟父皇爹爹一起分享呢，冰糖葫芦没了，茵茵也没了，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宫呢。犹豫了一下，某位高高在上的大暴君张嘴吃了一颗没有糖的冰糖葫芦，里面的山楂都要把它给酸没了。父皇爹爹，好吃吗？一般，很酸。那下次茵茵吃裹在外面的冰糖，父皇爹爹你吃里面的山楂好不好？朕命令你把这一串吃下去，不吃完不准睡觉。那茵茵不睡了，大不了明天上课的时候在课堂上睡。朕不允许，你必须得吃。茵茵抗议，抗议无效。最后还是没有把冰糖葫芦吃完，抱着冰糖葫芦躺在软榻上睡着了。把长乐公主带下去洗澡，要是今天晚上朕闻到一丝冰糖葫芦的气味，朕就把你们全砍了。第二天一早，叶周言就启程去玉门关了。他走的时候谁也没有说，也没有让任何人送他。叶茵茵他本来还想送大皇兄的，叶子安也很想去送别大皇兄。要是大皇兄能够带我一起去玉门关就好了，我就不用来上书房上课了。今天我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为了送别北燕使臣，顺带着扬我苍兰国威，皇上准备在3日后在秋山举行狩猎大赛，届时各位皇子和公主们可以不用来上书房上学，和皇上一起去秋山围猎。茵茵，围猎就能骑马了，我最近苦练骑术，已经可以把我的小马操控得炉火纯青，到时候就可以带你在秋山尽情跑了，你开不开心？你们2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骑个马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高兴，你管得着吗？你是不是嫉妒我？嫉妒我们能骑好马，你只能骑畸形马。什么畸形马？那是矮种马，你有没有见识？矮种马不就是畸形的产物吗？你有没有见识？大夫，你觉得我说的对吗？矮种马是不是这样来的？从某种方面来说，
的确如此。看到没？到底谁土啊？没见识！叶茵茵一听到矮种马，弟，矮种马是不是比较矮？我能不能骑呀？估计不太行。大夫，你最博学多才了，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茵茵长个子吗？罗大夫表示，这个超出了他的教学范围。多吃饭，多吃青菜，多锻炼，应该就行。好的，大夫，茵茵知道了，茵茵一定会长个子的。秋山围猎那天，叶墨尘带着文武百官和皇子公主们，领着北燕的使臣从皇宫出发，一路前往秋山。看到了什么吃的，父皇爹爹就会派太监给他买。你以后要出宫，不需要让那些废物带你出去。茵茵知道，父皇说的废物就是皇兄们，他经常嫌弃皇兄们很蠢。可是茵茵不让皇兄们带我出宫，就没有人陪茵茵出宫了。他坐在这里不是人吗？马车一停，叶子安就飞一样的跑了过来。茵茵，我现在就带你去骑马，我把我家大黑让人牵来了，等会儿一定能带你好好玩一把。好。在马厩里面，他发现有很多皇兄都来了这里，他还在这儿看见了太子哥哥。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呀？父皇不是让你留守皇宫的吗？他那是不想带上我的借口，而且该盯着的人也出来了，我也不需要留在皇宫。他特意往一个方向看了一眼，叶茵茵顺着他的目光一看，发现了宋京云。这次秋山围猎是为北燕使臣办的最后一场活动，也是向他们展示我们苍兰的国力，顺便和他比一比。这个北燕的17皇子，君子6艺非常了得，让父皇一直觉得皇帝们不够出彩。这次要是能找到机会和他比上一比，也好让父皇对皇帝们改观。要不让茵茵来比吧？茵茵可以。比什么？比吃行吗？君子6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不能比吃。可是茵茵不会射箭呀。那茵茵你看着就好了，这次主要还是带你来玩的。我带他往马厩深处走，那里正绑着一匹非常小的马。听说你喜欢骑马，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马，我偶然间就得到了这一匹马，放着也是放着，就在这次带来送你。哥哥好棒，运气真好，茵茵也想要哥哥这样好的运气。运气我不知道，不过你有哥哥就可以了。叶景琛让他爬上去试试，叶依依两脚一蹬就爬了上去，就感觉自己骑着的马突然变矮了。与此同时，马叫声也响了起来。依依快下来，哥哥抱住你。等叶依依双脚着地的时候，他就发现小马儿在害怕。马儿不喜欢依依吗？可能是这矮马还没有长大，不能被人骑。叶依依突然听到了叶子安的声音，他骑了自己的大黑跑过来。来吧，依依，我这匹大黑已经等你很久了。把自己的手交给了他。没过多久，大黑也和刚才的小马一样，发生了一模一样的状况，一边跑还一边不断的跳，像是要把背上的什么东西甩下去一样。被他驮着的叶茵茵和叶子安也飞了出去。宋京云人在路上走，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抬头就看见有阴影砸了过来，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人就直接把他砸倒在地，一口血就忍不住吐了出来。对不起，对不起，茵茵不是故意的，是大黑把茵茵甩了出来。对不起，茵茵不是故意的，你千万不要生气，也千万不要记仇啊！这次纯属意外。无碍。茵茵，你没事吧？太子哥哥，我好像要把他给撞死了。不用担心，你没事就好。哥哥，他也一定要没事，我们不能得罪主角。茵茵，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你不可以得罪的，你想怎样就怎样。他不过是北燕送来哄父皇开心的棋。叶茵茵赶紧伸手把他的嘴捂住了。哥哥，你不能说，你千万不能说出那2个字，这个人他记仇啊！一边捂住自家哥哥的嘴，叶茵茵一边向宋京云道歉。长乐公主不必每次见我都在道歉。每次？你们背着我见过面了？茵茵没有背着哥哥，是上次武皇兄拉着茵茵去的。去哪里？去墨竹轩呀。叶恒清，很好，好得很。默默把叶恒清放进了黑名单里。皇妹待你礼遇有加，既然说了对不起你，接着便是。至于你的伤，随行太医都住在那边，你自行过去，就有人给你诊治。陈年旧疾，不必劳烦太子挂念，我自己回房间休息片刻就是。哥哥，刚才要不是我撞了他，他也不会这样。
我们让御医去他那里给他看看病好吗？我可以让御医去看他。在这之前，茵茵你要先答应我，以后不能再去找他，知道吗？哥哥你放心，我不会去找他的。那哥哥，他现在还很危险吗？蛇翼之鸟，很难再次翱翔，可他曾经也是惊才绝艳之辈，不可小觑。我知道了，我以后会在哥哥你即将得罪他的时候再站出来保护你的，知道就好，乖。叶景琛拉着他往回走，就看到被摔得灰头土脸的叶子安。你怎么能摔倒茵茵呢？我不是跟你说过，等会儿亲你的人对我特别重要吗？你现在摔倒了茵茵，我晚上就让人把你炖了，吃马肉。大黑万分委屈地看了他一眼，司马通灵，八弟你不妨留着他。我知道他通灵，所以当初我一眼就选中了他，但他摔倒了茵茵，我就不喜欢他了。叶景琛很明白为什么2匹马都会突然受惊一般，然后趴在地上把人摔出去。皇妹最近被父皇喂得越发圆润了。阿弟，大黑很可怜，不能吃大黑。叶子安还是不同意，叶景琛就抱着叶茵茵上马，结果大黑温顺的不行，叶子安自己也爬上了大马，他就被大黑一脚踢飞了。阿弟，一定是你太重了，大黑才会嫌弃你的。你看我上来他就不会，可是我之前骑他过来的时候也没有踢我呀。难道是我太重了？像是为了回应他，大黑打了一个响鼻。哥哥，太子哥哥，大黑欺负我。炖了。不要炖，是依依胖了，我胖了。依依不是苗条的仙女了，以后都不能骑马了。都怪你，我一会儿就把你给炖了。休息了一整晚，第二天秋山围猎宣布正式开始。北燕使臣也知道，这是叶墨尘要让他见识一下苍兰强盛的国力。苍兰的各位将士一个个都骁勇善战，我等已经在战场上见识过了，就是不知道苍兰的各位皇子们有着怎样的飒爽英姿，实在令人好奇啊。我们17皇子8岁时就射护，送来苍兰的礼物都能如此，想来在座的各位皇子们应该也不会差吧。一时间，原本当作陪衬的宋京云吸引了全场人的目光。儿时年少贪玩，偶尔遇见一个和我一样的老虎幼崽，遂这才将其杀射，难登大雅之堂。使臣看出来他想逃避的心思。老虎幼崽吗？可是本使怎么记得17皇子你当时是一箭直接把一只成年的老虎脑袋射穿了，对吗？回禀陛下，臣现在已经虚岁12。8岁时，猎虎已经用尽了平生之能，现在已经拉不开弓了。不比众皇子个个骁勇，还有无数个12年。苍兰以叶景琛为首的皇子脸色还是不太好看。叶子安气的第一个站出来：“不就是老虎吗？有什么稀奇的？本皇子现在5岁，我也能杀一只老虎给父皇做披风。”好，不愧是朕的儿子。传朕口谕，今日众皇子谁能猎得一只老虎，送给北燕做离别贺礼，朕就答应他一个要求。叶景琛也难得被吸引起了一点兴致。父皇，什么要求都可以吗？只要不犯我苍兰律法，都可。叶景琛完全满意了。等他杀了一只老虎，就跟父皇提要求，让茵茵来他东宫睡。他一马当先，爬上自己的马，就往猎场里面跑了。剩余几名皇子也纷纷跟了上去。他们个个在经过宋京云的时候，都故意停下来看了他一眼。恭祝各位马到成功。叶墨尘就显得非常淡定，一边和使臣们交流，一边还能顾及到宋京云。17皇子，朕在苍兰也听过你的诸多传闻，说你是北燕最有前途的皇子，可今日一见，令朕有些意外呀。好端端的人怎么就病了？陈年旧疾，不幸感染。朕今天本来还想让朕的那群儿子开开眼，让他们看看北燕17皇子的风姿，哪里知道17皇子居然已有旧疾，着实可惜呀。不过宋金元，打老虎不成，你猎只其他动物也行，朕也一样有彩头。父皇爹爹，要不就让他猎一只兔子吧，要活的。依依最近想要一只很可爱的兔子。既是长乐公主想要，朕自然恩准。不知17皇子意下如何？宋京云拱手一拜，什么话也没有说，拿起一把弓箭，翻身上马就进了狩猎场。
父皇爹爹，喝茶。这茶茵茵刚刚尝过，可好喝了。今年江南新供上来的珍品，自然是好的。父皇爹爹，茵茵真的想要养一只兔子。昨天茵茵骑马的时候，结果发现茵茵长胖了，把马儿都给压坏了。茵茵骑不了马，只能养小兔子了。把马压坏了？压坏了太子皇兄送给茵茵的小白马，还有八皇兄给茵茵骑的大黑。一匹是刚出生不久的幼崽，一匹是刚当自理还没长大的马，他们没用，关你什么事？啊，真的吗？太棒了！那茵茵以后还是可以骑马的。你要是表现好一点，朕可以为你找一匹。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狩猎场里像是响起来了大动作，隐隐约约还听得到虎啸。不过区区一只老虎而已，我们17皇子以前8岁就能独自解决。今天林子里这么多人，一定不成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林子里面的动作越来越大，终于半个时辰过去了，风波这才渐渐平息。父皇，儿臣幸不辱命，射死了一只成年老虎，因为体型巨大，儿臣们拉不出来，所以不能把它带出森林给父皇和北燕使臣观赏，请父皇降罪。既拔得头筹，这点小事何罪之有？就让禁军把林子里已经死了的大老虎挪出来给北燕使臣看。这次来的使臣都是文官，自然是拒绝的。那就用铁笼子把老虎装起来，盖上红布，让使臣带回过年，不要把使臣吓到了。要笑就笑，知道不该笑就憋住了，这样算什么事儿啊？气人！可是他们终究是碍于叶墨尘在场不敢说。等早上的一场活动散了，叶茵茵就从父皇爹爹身边溜了，跑去找太子哥哥玩。哥哥，你今天真是太棒了，射中了大老虎耶！我哥哥果然是最厉害的。茵茵，凭什么他最厉害啊？我虽然没有射中老虎，但是最后是我设下的陷阱困住了他。切，明明是我和你一起设下的陷阱。你走开！当初提出设陷阱的人是我，你顶多就出了一点道具。我出道具不是出吗？道具不是我用钱买的吗？滚滚滚！你就出了一点臭银子，整个陷阱都是我挖的。你居然嫌弃银子？你每个月1半的俸禄都是我给的。关你什么事儿？是父皇发给我的。国库里面的银子1半都是我的。眼看着两个人从陷阱一路歪到银子上面去了，甚至要动手，叶景琛嫌弃的把茵茵拉走了。以后茵茵离他们远一点，这两个人智商不行。好的哥哥。茵茵也觉得他们好菜呀，茵茵都不会这样吵架的。以后出去别说他们是你皇兄，认我一个就好了。茵茵也觉得。哥哥，你能跟茵茵讲一下你杀老虎的全过程吗？茵茵想听。其实也没有多么惊险，就是有些奇怪。我们几个人一进树林，找了好半天，一根老虎毛都没有看见。宋金云一来，老虎就追着一只兔子，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了。老虎吃肉，可我没有见过老虎会大老远跑去抓一只兔子。兔子那么小，它一巴掌就拍死了。可那只成年老虎愣是追了它好久，追到了宋金云面前，就好像送货上门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奇怪。不过宋金云运气是真的好。那可能就是他运气好吧。但是茵茵也不差的。茵茵偷偷告诉哥哥一个秘密哦，茵茵有锦鲤体质，受万物庇佑，运气也超好的。茵茵可以保护哥哥。锦鲤？鱼吗？就是鱼。多和茵茵在一起，哥哥你也会幸运哦。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以后多和哥哥待在一起，知道吗？茵茵会的。叶茵茵和叶景琛说了一些话，就被找来的王公公带走了，说是皇上找他有事儿。叶景琛突然就想起来，父皇上次说射中了老虎会答应他一个要求，还没有兑现呢。可是按照他父皇不害臊的程度，肯定会用各种理由拒绝，不把茵茵还给他。他得想个万全之策，好好利用这个彩头才行。叶景琛这边在打叶墨尘主意，叶墨尘也在打他的主意。他这个太子一出宫就想霸占茵茵，也得看他同不同意呀。要是他敢来问他要射老虎的彩头，他就让他有来无回。父皇爹爹，你找茵茵。刚才不是答应送你一匹马吗？正巧朕的坐骑刚生了一匹小马，你要不要去看看？去，茵茵想看。
他到的时候，就看到一匹马正在马棚里面。看到叶墨尘来，他非常兴奋。这匹马叫白药，是匹公马，陪了朕20多年，随朕征战无数，也是老伙伴了。走，朕带你去看他的孩子。叶墨尘带着叶茵茵往里面走，看到了躺在稻草上的小马。年前白药生病，朕给他配种，上个月刚生下他。那茵茵可以带他回宫养他吗？可以，不过你得把白药也一起带回去，不然他会不高兴的。父皇爹爹，要是有人要带走茵茵的话，你会不会和他一样不高兴啊？是那种不舍得茵茵这个女儿的不高兴哦，不是舍不得宝贝的不高兴。女儿？这个词语对他太陌生了，陌生到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孩子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喜欢的物件就不一样了。叶茵茵仰着头，看父皇爹爹沉默不语的神色，也知道父皇心里怎么想的。皇爹爹，白药它太大了，茵茵还小，都够不到他马腿。喂它的时候，你能和茵茵一起来吗？偶尔1、2次就行了。茵茵自己也不会天天去喂它的，茵茵也是个宝宝。叶墨尘敷衍着答应了。回去的路上，看到王公公用笼子装了一只兔子走过来。长乐公主，这是您之前要北燕质子给你抓的兔子，他现在派人送来了，你看。王公公，你把这只兔子放回去吧。茵茵现在有了小马，养它就好了。让兔子也回去找爹爹。等他走了之后，父皇爹爹，茵茵现在有你送给茵茵的小马就够了，不会再养别的东西了。茵茵也养不起，茵茵好穷的。叶墨尘突然觉得他穷得挺好。你岳父给你请厨子了，最近你胃口有点大，耗费的银子有点多。所以别的皇子可以每个月都有零花钱，但是你不会到手1两银子。那茵茵可以少吃一点，这样会不会有银子？没有，你在养心殿跟朕同吃同住，用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算起来你还要赔给朕很多银子。所以别想找朕要钱养别的东西，没门。和父皇住在一起好贵呀。你可以不住。不，再贵茵茵也要住。父皇爹爹，茵茵不要银子了，你让茵茵住养心殿吧。本来这次的秋山围猎还要再举行2天，但是北燕使臣被叶墨尘用老虎羞辱了一番，实在不想再没场子。第2天就启程告辞。父皇，他们没有把老虎拿走，是否需要我们派人送去？我苍兰的老虎，生死都在苍兰，凭什么送给他们北燕？老虎是你们几个兄弟猎到的，你们自己私下分了吧。那父皇，我们是否立刻启程回宫？整顿一番，下午就走。之前父皇曾言，谁要是猎到了一只老虎，就可以得到父皇的一个彩头，可还作数？自然。那儿臣想要抱胞妹长乐公主去东宫居住，这几个月茵茵一直住在养心殿，未免太过打扰父皇，儿臣想接茵茵一起居住。朕不准。可这是儿臣唯一的要求，请父皇将茵茵交给儿臣照料。朕说了，朕不准。长公主必须和朕住在养心殿里，她不可能跟你去东宫居住。叶景琛不言，倔强地跪在地上。他今天说什么都要把茵茵带走。皇上，自从长乐公主居住在养心殿以来，您已经很久没有踏足后宫了，后宫嘉妃也太久没有消息，这对我们苍兰皇室开枝散叶也有很大的不便啊。微臣附议。皇上，您体恤长乐公主年幼无人照拂，愿意待在身边自是可以，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臣等亦然。皇上，北燕皇室子孙兴旺，太子殿下这一辈子就有近12位皇子，臣……住口！怎么，朕去不去后宫你们都要管了？皇上乃真龙天子，皇上的家事就是苍兰的国事，长乐公主一直留在养心殿中实属不便，后宫的嫔妃也都盼望着皇上驾临啊。朕的家事就是朕自己的事，要是礼部尚书你再敢多言，就拖出去斩了。皇上，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原本送别北燕使臣的秋山围猎，反倒因为叶茵茵住在养心殿的事情画上了句号。这叶景琛胆子越来越大了，他的宝贝都敢抢，看来
把他废了的这件事情要提上日程了。叶景琛也知道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父皇肯定会生气，可是那又怎样？有本事就把他废了，到时候茵茵肯定会觉得他比较可怜，跟着他走了。瞧，他后路都想好了。从秋山回来之后，连着之后几次上朝都提起了关于皇上把叶茵茵送走去后宫的事情。叶墨尘几乎是每次上完朝都要在养心殿发脾气。父皇爹爹，要不茵茵去哥哥那里住2天，等他们不吵了，茵茵再回来。不可能，朕不会向任何人低头。你也休想去东宫，明天他们要是再敢吵，朕就把他们通通砍了。叶墨尘在那里生气，气得饭都不吃了。皇上，要不您今天翻个牌子，随便去哪个嫔妃的宫里都好，起码给朝臣们表个态呀。哼，朕是皇帝，听他们的，想都别想，传旨下去，以后让后宫嫔妃都离朕远一点。要是朕在养心殿附近看到他们，朕见一个杀一个。对着养心殿里面伺候的宫女和太监说：滚，全部都给朕滚！叶茵茵看了一眼叶墨尘，然后扒拉着爬下龙椅，跑去用膳的地方。他端着2个小碗，噔噔噔又跑了回去，叫他也没有理会。叶墨尘正看着那些大臣写的要送走茵茵的奏折，这会儿感觉腿上痒痒的，下意识抬腿一踢，然后叶茵茵就被踢翻了，碗全部砸在地上，咔嚓，碗碎了。赶紧起来，坐在地上成何体统？来人，把地上的饭菜清理一下。养心殿里持久的寂静，叶墨尘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把人全部都给轰出去了。没事的，父皇爹爹，茵茵也能打扫哦，茵茵可能干了。你干什么？快放下！叶茵茵被吓了一个机灵，手指就被划破了。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能这么蠢呢？跟你皇兄有的一拼。你看朕干嘛？自己包。我不是伤患吗？朕明天让你跟你那些没用的皇兄分开来上课，还没有学几个字呢，现在就越来越蠢了。谢谢父皇爹爹，茵茵喜欢你哦。谁要你喜欢？离朕远点。手上牵起叶茵茵就往偏殿用膳的地方走。茵茵吃饭会有口水的，父皇爹爹你先吃吧。他记得父皇有洁癖来着。叶茵茵，父皇爹爹你怎么不吃啊？今天的大鸡腿做的可好吃了，怎么样？父皇爹爹好吃吗？一般。不好吃吗？这个也是茵茵喜欢吃的，父皇你吃。为什么你总跟朕夹你爱吃的？因为父皇喜欢吃的菜刚才被茵茵给摔掉了。吃饭吧，都凉了。不过在睡觉前，叶茵茵，朕让人杀掉养心殿外徘徊的嫔妃，是他们争宠手段卑劣，不能和你接触。你不能觉得朕凶啊。茵茵一直没有觉得父皇爹爹凶啊。哼，谁要你觉得？叶墨尘刚说完那句话，就觉得自己疯了，侧着身体用背对着他。父皇爹爹，茵茵不会离开你的，茵茵也一定会保护你的。第二天一早，叶茵茵醒来的时候，发现叶墨尘已经走了。什么时辰了？回禀长乐公主，已经4时了。什么？这么晚了？我上学岂不是迟到了？长乐公主，今天皇上下令上书房休息1天，不用去上学。这么好吗？长乐公主，是否需要奴婢立刻服侍您梳妆？不用，难得不要去上书房，茵茵要赖床。叶茵茵最后还是没有躺到中午，因为1个时辰后，宫女跟她传话说太子殿下来了。哥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茵茵玩啊？今天得知上书房休息，带你去东宫看看。去东宫吗？嘿，好啊，茵茵很久没有去哥哥那里玩了。叶茵茵开开心心的跟叶景琛走了。她这次来受到了东宫上下所有太监和侍卫的喜欢，他们都觉得茵茵很厉害，跟着哥哥一起去玉门关。茵茵当然是最厉害的了，没有人比茵茵更厉害。太子殿下，长乐公主，西厢房已经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入住。西厢房？茵茵，你去了就知道。好。叶茵茵被叶景琛牵着去了东宫后院。总之，后院西厢房这里很有女孩子家的格调，喜欢吗？喜欢。喜欢就好，以后你住在这里就不会不适应了。什么？住在这里？呀，茵茵以后可以和哥哥住在一起了，开心吗？
不开心。叶景琛愣了，没想到会得到这样一个回答。长乐公主，你知道东宫西厢房原本是给谁住的吗？什么？这里原本是给未来的太子妃住的，但是太子殿下看长乐公主一直没有住的地方，这才把西厢房腾出来给你。为了布置这里，你知道太子殿下用了多少心血布置吗？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太子亲手布置的痕迹。小安子，太子殿下，你为了长乐公主已经触怒了皇上，以后要是再犯一丁点的差错，您的太子之位可就不保了。太子哥哥，是发生了什么吗？茵茵刚才说不喜欢，是因为茵茵要和父皇爹爹一起住，没有别的意思。茵茵，父皇今天上早朝的时候已经答应了礼部，不日就会挑选新秀女进宫。养心殿你可能住不了，茵茵，以后和哥哥住在一起好吗？父皇那里虽然尊贵，可是哥哥怕你有危险。他很了解他的父亲，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对子嗣也根本没有一点亲情可言。可是，怎么了？茵茵，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跟哥哥说？茵茵，你和哥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还是你现在已经不喜欢哥哥了？不是，我没有这样想，就是茵茵还是想要和父皇住在一起。你不喜欢和哥哥一起在东宫里面住？也不是这样，就是茵茵已经答应了父皇爹爹不会离开他的，而且茵茵在养心殿里面也玩得很开心啊，父皇爹爹对茵茵很好的。茵茵，好，哥哥尊重你的一切选择，要是你在父皇那里有待得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和哥哥说，我一定会保护你。好，谢谢哥哥，么么哒。走吧，虽然这里面你现在不住，但是以后你会来的。太子哥哥，你以后太子妃的房间给我住了，那太子妃住哪里？什么太子妃？姑不会有太子妃。不会有。人的心只有一颗，位置也小，我有你一个就够了。他只想把自己这个3岁的小妹妹照顾好，让她每天都开心，无暇顾及其他。中午叶依依是在东宫吃的饭，很少和茵茵一起吃饭，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所以我就没有让御膳房改菜单，做的都是我平常吃的菜，你吃得惯吗？当然，茵茵很喜欢吃这些，给哥哥做饭的大厨手艺真好。不过在下午送他回养心殿的时候，叶景琛提醒了他一件事儿。茵茵，秀女即将进宫，届时后宫又有一番争宠，你要是想要继续留在养心殿，可以去惠妃和丽妃的寝宫看看。丽妃是武帝叶恒卿的母妃，不用怕她不见你，她会很欢迎你的。景琛不愿意再解释，把他送进养心殿之后就走了。一进养心殿，还知道回来？父皇爹爹，茵茵今天醒来没有看见你，你去哪里了？选秀。叶墨尘把自己刚写好的圣旨给他看，那里面是下令选秀的圣旨。以后就可以住进东宫了，开心吗？不开心。父皇爹爹，你说了茵茵可以一直住在养心殿的，你不能把茵茵的床让给别的女人，就算是娘娘们也不行。这些都是我的东西，绝对不允许别人染指。圣旨已下，秀女不日就将进宫。茵茵的大床要没有了吗？茵茵不干，父皇你会不信守承诺，你答应茵茵在前呢。那朕就去他们寝殿里面歇。什么？父皇爹爹，你居然要为了他们留茵茵一个人睡吗？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了，应该学会自己休息。茵茵才不要！父皇爹爹，你言而无信，答应茵茵的事情居然耍赖，是因为给茵茵的都是口谕，不是圣旨吗？茵茵这么大一个人，居然都抵不过一张破纸，茵茵太难过了。再见了，父皇爹爹，茵茵要去远航，就一个人跑出了养心殿，那架势像是要离家出走一样。皇上，您这样不怕长乐公主不回来了吗？不。叶墨尘把自己写的那份要选秀的圣旨用脚踢在一边。既然太子把她送回来了，
就已经告诉了他办法。你传令下去，朕默许长乐公主的一切行为。太子这个不孝子，虽然总是跟他作对，可今天这件事儿做得让他很满意，勉强再让他多做几天太子吧。叶茵茵从养心殿跑出去之后，转身就进了后宫。她本来想要先去找惠妃，然后和叶子安一起去找丽妃，但是走到了半路上，突然听到了余音袅袅的琴声。穿过一片花丛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人在花丛里面跳舞。一曲毕，那人停下。你是谁？你是长乐公主吧？我是叶恒清的母亲。丽妃娘娘，你眼睛真漂亮，是依依见过最美最漂亮的眼睛。你父皇也这么说过，不过后来还是很少来看我。哼，父皇他就是一个渣男。丽妃娘娘，你不要因为他哭哦，哭了眼睛就不漂亮了。丽妃没在意这些，被他那句渣男给逗笑了。公主你可真有意思。丽妃娘娘，你笑起来也好看，你能不能把面纱摘下来给茵茵看看呢？丽妃闻言很配合地摘了面纱。叶茵茵看着丽妃的容貌，还没有来得及夸，坐在琴后面的惠妃就不乐意了。论美貌，本宫说第二，可是没有人敢说第一。可是公主，你怎么一出现就盯着丽妃看，让本宫好生难过呀。叶茵茵这才发现了刚才在弹琴的人原来是叶子安的母妃。阿弟一直跟我说他母妃长得很好看，依依现在看见惠妃娘娘果然如此。小嘴可真甜。可是你刚才不还说我笑起来好看吗？这两个娘娘都是不一样的风格，你们都好看。公主很少来到后宫，近日来是有什么事情吗？看在我儿子跟你要好的份上，你可以直接跟本宫开口。其实今天茵茵来就是想要找惠妃和丽妃娘娘的。找我们？是啊，茵茵运气真好，一下子就找到了你们。那公主来找我们是有什么事情吗？茵茵要两位娘娘选秀的时候带上茵茵，茵茵要搞砸这次选秀，让他们怎么进宫就怎么回去。搞砸选秀？两位娘娘别怕，你们不敢做的事情茵茵可以来做，到时候你们做着就好，其他的就都交给茵茵吧。你也不过和我那个儿子差不多大，扛得起吗？当然扛不起，但是这没有关系，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茵茵有太子哥哥，他可厉害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惠妃和丽妃听到这里都齐齐点头。叶茵茵看到他们不说话，两位娘娘应该也不想要新秀女进宫吧？茵茵也不想啊，我们都是一样的。而且茵茵可以保证，要是父皇爹爹生气了的话，茵茵是不会让他责怪你们的。我愿意配合公主，到时候就仰仗你了。要是真出事了，本宫也不用你顶着，你帮本宫好好看着我儿子就行，每天让他去上课就跟打架一样。哎，我儿子也是，成天啊都不知道人去了哪儿，一回来就带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跟宝贝一样藏着。宫里甚至还传出一些谣言，说我住的宫殿里面啊全都是眼珠子，连墙面都是眼珠子做的。切，我儿子的眼睛那是1顶1的漂亮，挖别人眼睛干什么？笑话！你儿子那眼睛都没有本宫儿子一半好看，还1顶1呢，也不怕风大，说大话呀闪到了舌头。凡夫俗子，没有见识，我懒得跟你讲。本宫还懒得跟你说呢。转眼就因为儿子的事情吵了起来，最后是惠妃被气走了，因为丽妃指着自己那双碧蓝色的眼睛说事儿。娘娘，你不是中原人吗？为什么你的眼睛是蓝色的？我是中原人，但是祖上为了做生意走南闯北，就留下了一点塞外血脉，因此我的眼睛才是这个样子。说起来，你真的觉得它好看吗？真的啊，天空的颜色可美了。我听我儿子身边的小太监说过你，你是个好孩子。阿恒他自从认识你呀，脸上都自信了不少。以前呀，他说话总是低着头，很害羞的样子，现在居然会跟我吵架了，
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你有空的话，能不能多跟我儿子说说话啊？我怕他闷得没朋友，哪天呀，真的到处去挖别人的眼珠子。其实丽妃娘娘，我皇兄现在就已经这样做了，一言不合就吓人，说要挖别人眼珠子。你怎么不说话呀？其实你跟我儿子成为朋友，你有很多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呀？你应该知道，我们家里有钱，阿恒他又是我们这一代的独苗单传，以后我们家的银子都是他的。你要是和他成为朋友啊，他的也是你的。而且你不是说我眼睛漂亮吗？阿恒的眼睛啊，比我还漂亮。叶依依想到了叶恒清那双棕黑色的眼睛。没有，我皇兄的眼睛没有丽妃娘娘你好看。一定有，不过这个问题你要和他成为了朋友之后才能知道，我不会骗你的。叶茵茵被说得云里雾里的，结果丽妃不肯再跟她多说。公主，我等你好消息，要是事成，来日必有重谢。丽妃给了她一个高深莫测的眼神，就带着人回宫了。不知道为啥，叶茵茵总觉得有一种上当了的感觉。3日后，秀女进宫。茵茵为了迎接这一天，甚至破天荒的去自己的衣柜里面看。公主，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呀？我在找战袍。今天本公主一定要艳压群芳，告诉外面那些妖艳小花，谁才是养心殿的正宫。你说我要穿什么衣服才能做到刚才说的那点？公主，这些衣服每一件都是顶级绣娘亲手制作，件件都是珍品，公主穿哪件都好看。原来父皇爹爹没骗我吗？叶依依始终对上次在秋山围猎时父皇爹爹不给她发零花钱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今天梳什么样子的头发比较贵气，能够体现本公主的与众不同，让他们自惭形秽？公主，其实您不必纠结发饰。上次您把簪子全部偷出宫典当以后，你梳妆盒里就只剩下这一根发带了。什么？一点都没剩了吗？父皇爹爹没有给茵茵补吗？没有。所以搞半天我还是很穷是吗？要不奴婢帮您在额头上画一个花钿怎样？公主点上这个肯定很好看。叶茵茵看着很高兴，等她把自己收拾好了之后，就一个人跑去了玉福宫。她到的时候，惠妃和丽妃已经到了。依依，你来啦，来我这里坐。丽妃娘娘，等会儿茵茵要大开杀戒，和你坐在一起会连累你的，而且显得不够霸气。茵茵要一个人坐一个位置。既然你要大开杀戒，那就坐在我们2个人的中间吧，这样更霸气。可是这样会不会不好啊？没关系，我们给你衬托一下，你等会儿更有底气。惠妃不介意位置排序的事情，这才挥手让秀女们进殿。这次进宫的秀女足足有200人，每次进殿6人。来者何人？报上姓名。臣女乃吏部尚书之女赵佳，臣女乃内阁学士之女傅婉琼，臣女乃布政使司。等等，本公主让你们报上自己的名字，你们带上自己父亲的官职干什么？难道是要本公主看在你们父亲在朝为官的份上，让本公主通过你们的考试，准许你们入宫为妃吗？本公主最讨厌被人威胁，你们不通过下去。什么？入了宫就是父皇的女人，大家都是平等的，这里不拼爹，茵茵也不会被你们威胁。下一个。叶茵茵打发完第1批，第2批在门口看着情况不对。臣女谭月擅长跳舞，臣女蒋君熙擅长琴棋书画，臣女……停！你说你会跳舞，跳得比丽妃娘娘还好看吗？还有你说你会琴棋书画，那你弹琴有惠妃娘娘弹得好听吗？这自然是比不过丽妃和惠妃娘娘。你们被淘汰了。长乐公主，我们怎么被淘汰了呢？这不是还没开始吗？你们说自己跳舞没有丽妃娘娘好看，弹琴没有惠妃娘娘好听，那把你们招选进来后宫做什么？淘汰，下一个。一上午的时间，他用各种理由和借口，凭借一己之力堵住了200名前来选秀的秀女。
等最后一批被他刷下去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茵茵看着这些吃的都快被馋死了，现在终于能吃了。谢谢惠妃娘娘给茵茵准备吃的。不谢，也是子安让我准备的。而且你今天可是帮了本宫的大忙。本宫在得知这些秀女进宫的时候，可是恨得茶饭不思。是啊，公言易老，茵茵你今天可是为我们保住了圣宠。没有他们跟本宫争，我依旧是宫里的一枝独秀。你以后要是想吃糕点了，可以来我宫里。我的厨子啊，五湖四海的吃食都会做，你也一定会喜欢的。茵茵，他宫里指不定藏着多少眼珠子呢。你来本宫这里，本宫的厨子也是皇城1顶1的。而且子安不是和你玩得很好吗？你可以经常过来玩啊。茵茵啊，他宫里规矩可多了，没我这里自在。而且你别听他胡说，我宫里一双被挖出来的眼珠子都没有。本宫统领后宫，规矩多也是针对你们。茵茵可以不遵守啊。你存心和我过意不去是不是？本宫有必要和你过意不去吗？你不也在本宫的管辖范围之内？叶茵茵看着他们两个吵架，然而吃瓜看戏是要付出代价的。茵茵，你要去哪个宫里？茵茵两个都想要。不行，你只能选一个。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传皇上口谕，命长乐公主叶茵茵即刻前往明德殿亲此。不知本宫可否和公主一起前往明德殿？回禀娘娘，皇上只招长乐公主一人，后宫不得干政。惠妃娘娘有事的话，可以等下朝之后去养心殿求见皇上。一句后宫不得干政，把惠妃的路都给堵死了。要是有事的话，本宫会去养心殿求见皇上的。娘娘不用担心，茵茵没事的。就跟太监走了。茵茵见过父皇爹爹，父皇爹爹万福金安。秀女进宫，那是身负为我们苍兰开枝散叶的重担。如今被长乐公主这么一搅，竟无一人入宫。皇上，长乐公主目无法纪，其罪当诛啊！微臣附议，选秀可是皇家盛典，事关重大。长乐公主藐视国法，下次指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来。皇上，秀女甄选从3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现在被长乐公主这么一闹，别的不论，秀女们这几个月的准备都已经付之东流了啊！叶茵茵，你可知罪？回禀父皇爹爹，茵茵知罪。既已知罪，下次定不可再犯。即日起，你就去养心殿里面闭门思过1个月。众位朝臣，什么逗我玩是吗？这算惩罚？是，茵茵一定好好思过，痛改前非。皇上，长乐公主犯的可是大罪，就禁足1月，也未免有失公允。以后要是所有人都像长乐公主这样，那还有何礼法可言啊？还请皇上三思，严惩长乐公主。还请皇上三思啊！半数朝臣都跪了下来，反抗叶墨尘明显的袒护行为。那众卿家以为，朕要如何惩罚叶茵茵？按照苍兰律法，秉公惩处，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一个说的比一个有理，站在一边听着的叶景琛，姑要是猜得不错，尔等的掌上明珠应该都在这次的秀女之列吧？太子殿下所言虽然属实，但是长乐公主今日所作所为触犯苍兰法律不假。太子殿下，微臣知道长乐公主是您异母同胞的亲生皇妹，可您也不能徇私啊！臣附议，此事太子殿下您还是避嫌为好。叶景琛在朝中的太子党看不下去了。笑话，就允许你们为自己的亲生女儿说话，不允许太子殿下为自己亲妹妹开口，你们这又是什么道理？就是啊，按我说，你们也全部要避嫌，不能开口才是，大家都要公平一点，公平。以微臣看来，这些人连尊卑都没有，明德殿里当着皇上的面，都敢让当朝诸君闭嘴，以后说不准连这个苍兰的江山都要颠覆了。皇上，末将虽然不懂朝事，
但是也看他们有造反篡位之嫌，不如末将这就把他们全部拖出去杀了。颠覆我苍兰江山者，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什么谋权篡位？我看最想要篡位的是你们头上的那个人。他的本意是说叶景琛，结果那名武将说：那是，本将军对皇上的忠心日月可见。还对着坐在最前面的叶墨尘一拜，气得对方险些晕厥。果然，莽夫就是莽夫，没有大脑的莽夫。够了，再吵一句，通通拖下去砍了。大家这才冷静下来。叶莺莺今日之举的确犯了律法，但是朕这次挑选秀女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她挑选一位母妃。既然没有秀女被她看上，也是他们无能。怎么，诸位爱卿要教朕做事，朕给了你们机会，答应了你们选秀，可你们自己的女儿调教的不好，入不了叶莺莺的眼，还要怪她没看上吗？诸位莫要忘记了，这次选秀的初衷是什么？是让长乐公主叶莺莺搬离养心殿。你们提出的选秀办法，朕可是做了的。今后朕要是再听到坊间有关于长乐公主的不良传言，就不要怪朕大开杀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苍兰红旗所过之处，皆是朕的天下。你们在家门口做的事情，朕一清二楚。刚才还闹腾的大臣，这会儿都齐齐不说话了。此事到此为止。今后朕要是再听见你们重提莺莺住在养心殿的事情，朕不会手软。退朝。恭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莺莺是孤异母同胞的亲皇妹，孤一向护短，要是你们让她不开心，就是让孤不高兴。孤不高兴，所有人一个都别想走。别忘了，你们死了，孤的人也才更好顶替你们的位置。说孤妄图造反的，那你们也要好好戴好你头上那顶乌纱帽，别给孤可乘之机才是。叶景琛不是在威胁，也不是在警告，是在通知。直到叶景琛把叶莺莺带走，大家才反应过来，这长乐公主不简单啊！要是简单的话，皇上能在生辰之际给她册封吗？太子党听到他们这句话，目露不屑，把生辰里的福运分享，还册封长乐，用意已经很明显了。也就你们瞎掺和。最后有人得出来了一条结论：以后关于长乐公主的事情，我避而远之。诸位同僚，我先走一步，告辞。叶景琛牵着叶莺莺出了明德殿之后，没有把她送回养心殿。我记得莺莺喜欢出宫玩，正好我有一件礼物放在宫外，莺莺要不要跟我出去看看呢？好呀好呀，莺莺很喜欢哥哥送的礼物。叶莺莺和太子哥哥坐在一起，掀开窗帘子就往外面看，好像距离那座6层楼高的万宝阁越来越近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每次出宫都离不开他？哥哥，我不想去万宝阁。你等会儿就喜欢了，我们现在过去还能赶上一场大戏啊！大戏！等到了地方之后，叶莺莺好像就听到有人在哭。你们不要拦着本皇子，我现在就要杀进宫里，挖了叶莺莺的眼睛，让他给我的万宝阁陪葬。叶恒清，叶莺莺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往马车外走。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叶恒清听到熟悉的声音，转过身来。你们快去把他给本皇子抓下来，再去准备道具。我今天就要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祭天。是谁要挖孤皇妹的眼睛？太子皇兄，我也是你皇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拆我的万宝阁，这可是我耗费了几年的心血。孤想拆就拆了，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而且你是孤的皇帝，孤什么时候承认了？这还用承认吗？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我们都是一个父皇亲生的。哦，又不是一个母亲怀胎10月生下来的。茵茵，万宝阁地处皇城中心，周围有无数特色小吃，我准备在这里给你建一个公主府，待你日后成年离开皇宫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好不好？你要是还想住在皇宫也可以，不过皇宫我不好插手，那里都是父皇的东西。你之前不是说想要一座独立的宫殿吗？没想到哥哥你还记得。叶恒清看着两个人旁若无人的说话，气得整个人都要裂开了。太子皇兄，什么给茵茵建公主府啊？
明明父皇说要给你出宫见太子府的。哥哥，你要出公主了吗？我最近和父皇在朝事上面起了一些分歧，不过没关系，茵茵在宫里，我就不会走。那哥哥，下次你和父皇有分歧的时候，就让那些大臣们去吵好了，他们说话可厉害了呢。再说吧，你喜欢在这里见公主府吗？喜欢。之前大皇兄带茵茵来附近逛了一圈，这里好吃的可多了呢。当然多了，为了见这条小吃街，你知道本皇子花费了多少功夫吗？不知道。那可是整整2年的时间。现在这些你说拿走就拿走，太过分了。谁让你没有和茵茵一样有太子哥哥做皇兄？那是太子皇兄不认我，我怎么就没有了？让你以前吓唬我，活该。你哭啊，你最好哭大声点，你越哭茵茵就越高兴。你这样看着我干嘛？你怎么不哭了？叶茵茵，我今天就跟你拼了。你不是要揍我吗？快点呀，茵茵都等不及呢。叶茵茵仗着有叶景琛在，简直有恃无恐。叶恒清上前一步，低着脑袋，也很可怜地看叶景琛。皇兄，万宝阁是我最喜欢的宝贝，你能不能不要拆呀？不能。没有商量吗？皇兄，我可以在皇城再给你找一块风水宝地，你能不能别拆万宝阁？不可以，没商量。嫌弃他吵，叶景琛干脆把叶茵茵带到了附近的一处酒楼里。不必觉得可惜，吾皇帝家财万贯，肯定会命人再重建一处，比这里还要精美。不知道以后茵茵的公主府会是什么样子？想知道？你想要它是什么样子，它就会是什么样子。哥哥，茵茵好像还没有想好以后公主府是什么样子的。那就等茵茵想好了之后再来东宫告诉我吧。好。不过茵茵更想和哥哥一起画，茵茵想要一个我们都喜欢的家。家这个字好像触及了叶景琛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好，那茵茵有空就多来东宫坐坐，我们一起商量。工匠也都拿起了自己的工具去拆万宝阁。第一层开了一个很大的洞，露出了里面一根巨大的柱子，用绳子系好，就准备去拉。你们住手，不要拉他！可是没有人理他。下一刻，6层楼高的万宝阁一瞬间坍塌，把支撑点拆掉就很快了。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不仅简单，还非常爽。叶恒清现在已经生无可恋，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模样，坐在路边。叶恒清因为万宝阁被拆了的事情，连着几天来上书房上课的时候，都是一副行尸走肉的样子，把象征着皇子身份的玉佩都给弄丢了一次。可还没过几天，负责把守宫门的侍卫在检查各位皇子的出宫记录时，发现了一条不对劲，居然是有人拿着玉佩一大早出宫，在宫外逗留了整整1天的时间。叶恒清本人不承认这次出宫。本皇子出宫什么时候会拿着玉佩让宫人代替？当然是自己亲自出门才爽，何况还是监督万宝阁重建的大事。这件事情闹得太大，甚至惊动了叶墨尘。你最好给朕一个丢失玉佩的理由。叶恒清本人也不知道。叶恒清，一块玉佩你都看不住，你是在向朕证明你的无能吗？去外面跪着，给朕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再进来。叶茵茵看着外面的大太阳，又瞧了瞧正在太阳底下跪着的叶恒清。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后果，你别想再给他送水。玉佩的丢失似乎让整个皇宫都紧张了起来。叶恒清因为在太阳底下连续跪了3个时辰，直接被晒晕了过去。叶恒清从昏迷中醒来。要不是你拆了万宝阁，本皇子至于丢失玉佩这么重要的东西吗？不就是拆你一个万宝阁吗？谁让你吓我在先？过几天太子哥哥肯定会在别的地方补偿你，不会让你吃亏的。补偿我？是太子皇兄说的还是你说的？哥哥没有说，但是他肯定会这样做的，他不会让你吃亏的。而且哥哥拆你万宝阁的时候又不是让工匠直接毁掉，你敢说拆除之后现场留下的木板材料你不可能再循环使用吗？你敢说现在重新选址要建万宝阁的那块地是你一个人拿下的吗？要是没有太子哥哥，你觉得你能拿出皇城南区的那块依山傍水的地吗？而且还是那么大一块。
而且玉佩丢失是武皇兄你自己没有保管好，这才让坏人有机可乘的，和茵茵没有任何关系。武皇兄，你再想想，你那几天到底去了哪些地方，见过哪些奇怪的人，特别是撞到你和你有肢体接触的人。叶恒清讲了半天，他脑子里面也是一片空白。万宝阁没有了，我很难过，不想去上书房上学，但是母妃又天天派人来抓我，我几乎大半个皇宫都躲了一遍，就连墨竹轩那么远的地方我也躲了。听到墨竹轩，在墨竹轩的时候，你有碰见什么人吗？没有，本皇子就是在附近借着竹子躲了一下，才不想和那个病秧子有接触呢。叶恒清讨厌死对方了。父皇爹爹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你等会儿肯定还要再继续去外面罚跪。趁现在，武皇兄，你多喝一点水吧。你别以为你这样对本皇子，我就会感激你。茵茵才不需要你感激呢，茵茵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傻瓜，你好蠢啊！做了好事，肯定要让对方感激你啊。这就像是本皇子卖了一件东西，肯定要他们付钱，而且还要把运货的路费、人工、成本费翻倍的付给我，这才有钱赚，不至于亏本。叶恒清看他一脸懵懂无知的模样，我现在可算是知道了，为什么太子皇兄要这样寸步不离地看着你了。你实在是太蠢了，不盯着你，转眼就被别人卖了，还要给他们数钱。你胡说，茵茵可聪明了，要不是茵茵，你现在还躺在外面晒太阳呢，说不定还会中暑，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恒清在偏殿待了1炷香的时间，叶墨尘再次传召了他，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或者理由。这种问题他实在是不会，然后就被叶墨尘不耐烦地轰了出去，再一次坚定地认为他的这些儿子果然很蠢，蠢得恨不得直接掐死。墨竹轩，殿下，风大了，您还是回屋歇着吧。躺了3天了，我很想看看外面的风景，不过才站了一会儿。殿下，算了，可能以后我只能在屋中看着变林子了。宋京云最后只能回到屋子里。事情办得怎么样？回禀殿下，属下已经成功出宫，把殿下要求办的事全部办妥了。就是苍兰皇帝太过于警觉，居然能从那么多皇子的出宫记录里面查到属下的出宫记录。苍兰国君也是被火淬练出来的一把尖刀，实力自然不容小觑。可属下收到的情报都是他蛮横专制，是只懂杀人的暴君。凡事不能看表面。你来苍兰这么久，觉得苍兰国力如何？兵强马壮，上下一心，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难道他做出来的杀人残暴只是表象？不，帝王都有自己的骄傲，何况以苍兰的国力，不需要他伪装图谋的，其中肯定另有原因。那需不需要属下前去查探呢？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要想取走这一片茶叶，窥探下面被他遮盖住的是红茶还是黑茶，需要耐心等待。现在苍兰皇帝派太子叶景琛出宫，勘察属下离宫后的活动轨迹，属下总觉得他继续这样查下去，会发现那天属下到底做了什么。无碍，发现了就发现了，没有让禁卫军统领裴文发现你就行。殿下之才何故于此啊？北燕已经烂了，来到苍兰或许是我们另一个机会。我们现在还解决不掉他们的皇帝，但是太子必须除掉，他的才华要是成长起来，我们就不好动手了。是，属下这就去安排。霍昭再次转身进入黑暗，风该起了。叶恒清最终还是没能给叶墨尘一个交代，被他罚跪了1天，这才被人送去了瑶华宫，交给丽妃。勾起他的裤腿，发现那里已经被戴上了护膝。你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我皇妹给我的。茵茵，母妃你认识她？对呀，上次秀女进宫的时候，就是茵茵帮母妃解决的呢。不然现在我们的瑶华宫里还不知道住进来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难道秀女没有进宫吗？何止没有啊，他们就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踏进后宫。茵茵是个好孩子，就连隔壁惠妃娘娘都很喜欢她呢。你也要帮母妃争口气，不要被他们母子给比下去了。多带她来我们瑶华宫坐坐，和她成为好朋友。哼，我才不要和她成为朋友呢，别扭。
不和他做朋友，你招惹人家干什么？还在生万宝阁被拆的气呀？难道我不该生气吗？不该。父亲今天传音进宫跟我说了，你重建万宝阁的地已经确定了是太子殿下划给你的。虽然没有你以前小吃街热闹，可以后那块地附近也是皇城重点规划的商业街。你一个人就拿到了那么大一块，你是赚了，你知不知道？有地又怎样？我还不是要花钱重建，那不是你活该吗？别以为母妃不知道，你以前天天吓唬茵茵，人家哥哥拆了你的东西又怎么了？我看啊，拆得挺好。母妃，你怎么处处帮着他说话？到底我是你生的，还是叶茵茵是你生的？我倒是想叶茵茵是我生的，但是我生不出那么优秀的兄妹，只能生出你这么一个别扭鬼。母妃，我再也不要跟你好了。叶恒清气呼呼地跑下去，惹得丽妃在后面直笑。我这儿子终于多了些别的表情，我还以为他要闷一辈子呢。叶茵茵可真是我们母子俩的福星呢。福星叶茵茵这会儿偷摸出了养心殿，来到了墨竹轩，打算来这里一探究竟。真当来了之后，又有些怂了。不管了，我可是要保护父皇爹爹和皇兄的。男主角又怎么样？要是这件事情真是你偷偷摸摸做的，本公主一定不会放过你。叶茵茵冲进去就找宋京瑜麻烦，然后看到他躺在窗边的软榻上睡着了。宋京瑜，宋京瑜，公主殿下来墨竹轩是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情，本公主就不能来了吗？也不是，墨竹轩公主殿下想来就来，只是我比较好奇你突然来找我的原因。本公主今天前来是想问问你，墨竹轩住的可还习惯？风景雅致清幽，我很习惯。刚刚来墨竹轩的一路上，本公主发现这里有些偏僻，对你日常的行动可能有些不便。要是你需要，我可以给你重新安排地方住。劳烦公主挂念，我很喜欢这里，平常也没什么别的行动，在这里我待得很好。不上套。叶茵茵没有在话上坑到他，心里有些着急，不过也没有放弃。最近宫里出了点事情，现在人人自危，本公主也是担心他们打扰到你休息。你听说过这件事情吗？我久居墨竹轩，很少出去，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武皇兄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丢了，大家都在帮他找。是上次来墨竹轩的五皇子吗？丢了什么东西啊？叶茵茵感觉自己准备好的问题都打在了棉花上。公主殿下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就是我在想，到底在哪里可以找回那件宝贝？毕竟那是武皇兄的心爱之物。那公主可以问一下五皇子啊，这件事他可能会更清楚。球又被踢回来了。怎么没有看到你上次的那个属下？他不是一直都跟在你身边吗？他有点事情，我就让他先去做了。公主殿下是在找小人吗？已经到了用膳的时间，小人去御膳房拿我们殿下要吃的晚膳了。毕竟是女孩子。叶茵茵又问了几句，实在没有结论，她只能离开。难不成她真的怀疑错了人吗？第二天早上，叶茵茵睡得正香，就听到王公公在外面喊说永凤寺出事了。永凤寺是珍嫔于嫣被关的寺庙。回禀皇上，永凤寺传来消息，说珍妃已经没了。这种小事也至于告诉朕？珍妃之死是为了救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传来懿旨，说要扶棺回宫。珍嫔乃是罪妃，既然已在永凤寺出家，就不能再回来，随便找一处地方葬了就是。王公公点头，赶紧命人下去办了。叶墨尘看着时间还能再睡一个时辰，结果就看到他坐在床上，一副思考大事的模样。珍嫔死了，你很难过？没有，茵茵在想别的事情。父皇爹爹，那个偷武皇兄玉佩的人找到了吗？不知道。他躺回床上准备再睡一会儿，结果突然想到了别的事情。传召裴婉和太子，让他们立马来养心殿见朕。早朝的时间就到了，叶茵茵也要去上书房上学，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出门，就听到王公公说皇上有令，让众位皇子和公主去迎接太后回宫。叶茵茵在被宫女梳妆打扮的时候，太后娘娘这次回来有带棺材吗？
这个奴才也不知道，奴才只是负责通知公主，您前去朱雀门前迎接太后。叶子安看到叶茵茵，才勉强来劲。茵茵，一天不见你，就像隔着6个冬天一样，我好想你啊！哎呀，臭阿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没关系，没关系，茵茵，你感受到了我在想你就行。谁要想你啊？一大早的也不觉得腻歪。腻歪怎么了？你有人跟你腻歪吗？叶子安不理他。母妃也要带着妃子去朱雀门了，但是和我们站的地方不同路。他说迎接太后可麻烦了，就让我带了一些吃的，你吃吗？叶茵茵从养心殿里面出来的时候，没人告诉她这些，这会儿也不客气，直接伸手就去抓。大早上吃核桃补脑，你这是在讽刺谁呢？你是不是也没有吃早餐啊？没有的话你就直说嘛，本皇子又不是不会给你。叶恒清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叶茵茵看到他们在因为核桃仁吵架，皇兄不哭，茵茵给你。茵茵，你把我精心给你准备的琥珀核桃仁给别的男人吃。阿弟乖了，武皇兄也没有吃早膳呀，你刚刚不也说不会不给他吃的吗？我就这样说说而已，你要给就给吧。我其实不愿意给的，谁愿意把吃的给这个只知道挖眼睛的变态呀？谁哭了？本皇子怎么可能为了区核桃仁哭？就算是丢掉，我都不觉得可惜好吗？那你赶紧丢掉吧，算我求你了。你这样说，我偏不要。他们一路吵吵闹闹来到了朱雀门，他们都按照自己的序号整齐排队站好。叶茵茵虽然是最小的，但是她有封号在身，可以站在一众皇子和公主们的最前面。为此，叶子安还苦恼了一番。本皇子什么时候也能有封号啊？你就别想了，你这熊样肯定是不可能的。在辰时3刻的时候，太后的凤驾准时出现在了朱雀门前。叶墨尘带着四妃站在最前面迎接，后面跟着皇子和公主。太后从凤驾上走下来，看着叶墨尘身后跪着的人，平身吧，皇帝。哀家这次进宫，主要就是为了珍嫔一事。她虽然是罪妃，但那也是被家族牵连。临死前，他告诉哀家，就是想要再见一眼他的孩子。你不让他尸体进宫，所以哀家就把他的骨灰带来了。叶墨尘看到那个骨灰盒，眉眼中全是厌恶。毕竟是在奉天寺救哀家而死，这一个愿望，哀家想要帮他完成。皇帝，你不会拒绝吧？母后既然已经把骨灰带了回来，想必朕说什么也不重要了。你这孩子，哀家现在不就在问你意见吗？把视线往皇嗣所站的地方看，不知道珍嫔那2个孩子现在何处啊？哀家好把骨灰盒还给他们。母妃，叶月婷站在后面，听到太后说母亲死了，直接痛哭出声。太后都忍不住感叹了一声：“哎，可怜的孩子，你的兄长呢？”哥哥去玉门关了，说是要为外公赎罪。那应该还不知道珍嫔已没的消息吧？不知，还请皇奶奶派人转告皇兄。太后点头，跟身边的宫女交换了一下眼神，就有人去办了。他又关切地问了叶月婷几句话：“孩子都还太小，哀家想要先把他们放在西边长大，也好享受一下书里说的天伦之乐。”惠妃看了一眼叶墨尘：“母后，臣妾觉得此事不妥。”“有何不妥？”“您在奉天寺清修，身边安安静静才能潜心礼佛。七公主和大皇子毕竟年幼，多爱闹腾。要是您不放心他们，我们后宫这么多的妃子，您随便选一个，他们都是非常愿意照顾七公主和大皇子的。”叶墨尘听着他们的对话，很烦后宫这些琐事。惠妃所言有理，母后担心他们，不如在后宫中指派一名嫔妃照料，朕也可以给他们晋升封号，
不会委屈了他们。叶墨尘想的是给照顾他们的嫔妃进封，太后听的却是给叶月亭和叶周言封号。这样也可以，那就赐七公主叶月亭为永安公主吧，大皇子叶周言为齐王吧。可以，这种小事听母后安排就是了。早就听闻我们宫中有一位长乐公主，今天又多了一个永安公主。长乐、永安，你们并称我们宫里的双珠。这一说，叶墨尘就不同意了。关于两人的封号，还是交由青天剑选择吧。什么长乐永安？他同意了吗？他的枕头既要长乐，也要永安。一个他都快不记得的公主，没资格分了长乐的名号。叶墨尘没待多久就去上朝了，临走前把叶茵茵从队伍里面揪出来。这几天你待在养心殿，该怎样就怎样，没必要跟他们一样日日请安。太后看着叶茵茵走了，只要稍微有点权力，都不会允许有小辈这样不给自己面子。站在太后旁边的叶月亭，皇奶奶，她就是长乐公主叶茵茵。哦，是吗？原来宫里最近的大红人就是她啊。她也就是深得父皇喜欢而已。现在皇奶奶你来了，那宫里的大红人就是你了。你这小嘴儿啊，真甜。我也只对皇奶奶甜。去上书房上学习字的时候，那些往日拽得上天皇子们一口一个九皇妹阴阴的叫着，快把叶子安气死了。所以他一连几天都不高兴。叶茵茵想要去安慰自己的同桌，结果被别的皇兄拉走了。别管他，他就是来了小日子。我母妃每个月也有那么几天不高兴，就喜欢骂我。我母妃也是。茵茵过来玩啊，我给你准备了点心哦。叶茵茵被拉走了，留叶子安一个人在原地叹气。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是什么意思啊？我母妃好像没有啊。你母妃当然没有，就你这傻样，只会叹气。对，我母妃每个月就有那么几天，特别喜欢对我叹气。原来大家母妃都是一样的呀，就是发作的不一样。看得旁边的叶恒清直翻白眼，掉头就走。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憨的皇帝呀？能不能把他变成皇妹？好碍眼呢。又过了几天，大皇子叶周言就从边疆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就往母亲停放骨灰的嘉庆宫奔去。母妃，母妃，为什么你不再等等儿臣？是谁把您给烧了的？站在旁边的叶月亭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他情绪这么激动的样子。告诉我，母妃是怎么死的？又是谁把母妃一把火烧成了这样？为什么不给他留一个全尸？就算是母妃有罪，也不至于烧成灰烬。就算要烧之前，是不是也要经过我的同意？是皇奶奶烧的，但那也是父皇不讲情面在先。皇奶奶本来是想要带着母妃的全尸进宫的，可是父皇不让，皇奶奶没办法，这才烧了的。尸体本就不可以进宫，可是皇奶奶也不该烧了母妃。哪怕不想等我回来，就算是葬入永凤寺后山，都比烧成骨灰强。叶月亭不觉得叶周言说的对，皇奶奶她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但凡有一点主意，她也绝对不会烧的。难道我刚刚说的葬入永凤寺后山不是一个好主意？母妃才不愿意葬在那里，她最讨厌吃斋念佛了。把母妃骨灰带回来，说不定以后还能葬入皇陵。皇陵已是嫔妃入皇陵，都是全尸抬棺进去安葬。难道你觉得母妃一盒骨灰能够进到皇陵的墓穴？100年之后用这种形态去陪父皇吗？我在玉门关用尽全力，想要弥补一点，哪怕做出一点功绩，以后好迎回母妃。可是现在又算得了什么？叶周言气得胸口闷痛，转身就走。皇兄，你这是要去哪里呀？我要去长寿宫，
我要问问皇奶奶，我母妃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一把火烧了她？不准确，这关皇奶奶什么事啊？你不能这样气势汹汹的去找皇奶奶。皇兄要讨厌就去讨厌叶茵茵好了。要不是他在父皇耳边吹风，母妃也不至于这样。这关叶茵茵什么事？肯定是他。他住在养心殿里，父皇平时对后宫的事情根本不会理会。如果不是他在父皇耳边说了什么的话，皇奶奶现在已经把母妃带进宫里来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尸体是不允许进宫的。为什么不允许？前朝也有嫔妃横死在外，尸体不照样从边疆一路运回来了吗？还在当时的议政大殿停留了很久。那是那位妃子巾帼不让须眉，在国难无将的时候亲自上战场抵御外敌，最后战死，自然得把尸体运回来，以供万民瞻仰。皇兄，你不讲理，就算母妃没有功勋在身，把尸体运进皇宫里又怎么了？我看你就是袒护叶茵茵，喜欢舔她的臭脚，所以把这一切都怪罪在皇奶奶身上。放肆！叶周言险些被他给气晕了过去。我知道你不喜欢茵茵，但是也不该这样去污蔑她，甚至因此连最基本的思考和脑子都没有了。皇兄，你居然打我，你又为了他打我，我哪里说错了？这本来就是叶茵茵的错，母妃的死和皇奶奶没有任何关系。我差点忘记问了，母妃到底是怎么死的？她在永丰寺里应该非常安全才是。是为了保护皇奶奶，这才……皇兄，你要去哪里？你不准去找皇奶奶。叶周言就已经走了，而且去的方向还是长寿宫所在的方向。叶周言从嘉庆宫一路追去了长寿宫。彼时太后正准备午休。大皇子此番前来，肯定是来谢恩的。去看看吧。他带着人去了前厅面见叶周言，在他一进门就发现了不对劲。你们都下去吧，我和大皇子有话要谈。看着不相干的人全部出去了，叶周言也不客气。皇奶奶，我想知道母妃惨死的真相。太后沉默了一会儿，想听真相，我怕你承受不住啊。为人子女，要是连母亲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也无颜苟活于人间。珍嫔一生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倒是生了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母妃并非没有不出彩之处，她在我眼中是最好的母亲。想要知道你母妃的死因吗？好，哀家这就告诉你。你母亲的死就是为了让哀家把你从玉门关换回来。换我？孙儿不懂。出事的那一天，有歹徒闯入永凤寺，原本死的应该是哀家，但是你母妃用身体挡住了那致命一击，唯一的遗言就是让哀家传召你回宫，扶你登上太子之位。他想要看你入主东宫的模样。但是为何皇奶奶要毁掉母妃的尸身，不能让她完整的死去，留下最后一分颜面吗？关于这个，也非哀家所愿。太后告诉了自己为什么要烧珍嫔余烟尸身的原因。叶周言沉默地听着。出了永寿宫之后，最后实在忍不住吐了一口血，就直接倒了下去。叶周言惊醒了过来，看到了床边拿着一把剑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叶月婷。叶周言被吓了一跳，赶紧把剑抢过来。你在干什么？快把剑放下！我不放。皇兄，刚才你和皇奶奶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母妃尸骨未寒，她用命把你从玉门关换回来。要是你不能按照他说的那样登上太子之位，他可就白死了。你忍心看着他死不瞑目吗？你先把剑放下。我偏不，反正母妃死了，外公也死了。皇兄，你跑去玉门关，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宫里过的什么日子？就连太监和宫女都能看不起我。我不要再过那种生活了，我要被册封。要是皇兄你不答应我，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他的手又在用力，
叶周言为了避免他不被伤到，一把将剑夺过。皇兄，我只有你一个人了，为什么你从来不肯站在我这边？那个叶茵茵，她拥有的还不够多吗？我才是你的亲人。黄奶奶说了，母妃是为了救她才会死的，她会帮我们，只要你答应她那一个要求而已。作为交换，这不是很公平吗？叶周言看着他久久无言。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我可以答应。但是叶月婷，凡事只要做了，就要承担后果。我要是输了，你可能连皇宫都住不下去。我不怕，我们不会输的，而且黄奶奶也会站在我们这边，不是吗？叶周言似乎笑了一下，最后什么都没有说。叶月婷知道他这个骄傲的皇兄低头了，蹦蹦跳跳地走开了。这个办法果然好用，黄奶奶从不气他。等他走了以后，叶周言才睁开了眼睛，没有惊动任何人，直接了嘉庆宫。沿着宫殿周围找了半圈，就看到了3个熟悉的身影在那里翻墙，指挥着2个比他还大的人给他垫脚。阿弟，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再高一点点呀！2个人的重量压在他身上，他都快累死了。我可以，叶恒清，你也用点劲儿啊！前几天在朱雀门打架的时候，也不见你这么不中用啊！你闭嘴！有2个人的一起努力，叶茵茵距离终点的位置越来越近，可是她个子矮，还能再高一点点吗？就差一点点了，让叶茵茵直接从上面摔了下来。可是她好像没有被摔倒，反而落入了一个很熟悉、很温暖的怀抱。大皇兄，茵茵终于又见到皇兄了，茵茵好开心啊！大皇兄，你想不想茵茵？茵茵听见大皇兄去了长寿宫，就去找你，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大皇兄你就晕倒了。你有没有事啊？你有哪里不舒服吗？来这里找我吗？茵茵很担心大皇兄，但是七皇姐不让我进去，茵茵只能来翻墙了。可是茵茵很笨，不会飞。她要是会飞的话，就能直接飞进嘉庆宫里看大皇兄了。你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为什么呀？大皇兄不喜欢茵茵了吗？大皇兄，你是不是在玉门关里有喜欢的小姐姐了？你是不是要移情别恋了？不可以，大皇兄，你不能不喜欢茵茵。到底是谁要抢走大皇兄？让他出来，看茵茵不打死他。茵茵，可能人都是会变的，我也会变，你以后记得离我远点，这样你才会安全。不，茵茵不答应。大皇兄，是不是七皇姐又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了？你不要听她的好不好？你和茵茵一起，茵茵送你出宫行不行？你可以永远都不要回来，你可以去玉门关，我去求父皇爹爹下旨好不好？或者你让茵茵把你藏起来也可以。茵茵在宫外已经有公主府了，过不了多久就建好了。茵茵不想大皇兄离开，为什么？是茵茵哪里做的不对吗？旁边站着的叶子安看到他哭，第一个不答应。你知不知道茵茵来这里找你费了多大的功夫？她连父皇爹爹的意思都忤逆了，一路哭着跑出长寿宫的，还被那里的工人推，不让她带你走。还有你那个妹妹就更过分，明明是茵茵教的太医，后来还把茵茵丢出嘉庆宫。怎么了？你宫里现在风光不得了，就不让人进了是吗？我告诉你，我母妃可是有封印的，你要是再敢欺负茵茵，我就让你嘉庆宫完蛋。叶恒清现在还没有什么能威胁到叶周言的，这笔账本皇子记下了。叶周言不知道自己昏迷的时候，叶茵茵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受了这么多委屈。长寿宫里哪个宫人推你了？茵茵不记得了，茵茵那个时候只是想带大皇兄你走，长寿宫里好可怕的，大皇兄你也不能去那里。那就让整个长寿宫给你道歉。叶茵茵还想再说些什么，结果被他伸手推开了。我说了，你走。大皇兄，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你和茵茵说好不好呀？大皇兄，你这样茵茵好害怕，
你能不能低头再看看茵茵，摸摸茵茵的脑袋呀？茵茵可喜欢你摸茵茵了哟。是以前他这样说话，叶周言一定会把他抱起来，可是现在他不会。你别再跟着我了，否则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你丢出去。大皇兄，滚开！叶茵茵，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你的皇兄，你也不要把我当成你皇兄。我们今天恩断义绝，来日见面可就是仇人了。大皇，住口！我说了，以后别再这样叫我，回去告诉你哥哥，我叶周言回来就是要抢走他的太子之位，可别一个不小心，废物就被我从上面拉了下来，否则他的一切可都是我的了。滚吧！叶茵茵循着他离开的踪影追了过去，可是最后只看见墙那边飞过来的一角衣袍，割袍断义。这是叶周言给叶茵茵的答案。大皇兄，我不要这个，你拿回去，我不承认。叶茵茵想要去把那一角衣袍丢进去，不管他怎么丢都丢不进去。你个坏东西，都被主人割掉了，还不去找他？不知道衣角是不是刚才被他踩怕了，这会儿竟然被风吹进了墙的那一边。凭什么大皇兄？你说断掉就断掉，茵茵是不会答应，也不会承认的。大皇兄，茵茵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你明天来上书房上学的时候给茵茵带好吃的，茵茵就原谅你，不会生你气。你记住了没有？本皇子好想把嘉庆宫拆了呀，太讨厌了。拆了还能装回去，直接烧了吧。深夜，嘉庆宫起了一场大火。第二天清晨，养心殿因为有在上书房和大皇兄的约定，叶茵茵起了一个大早，往上书房所在的方向走了。刚送走一个太子，现在又来一个，一路慢悠悠地往上书房去。等到的时候，距离上课还有半个时辰，又过了一盏茶时间。看到大皇兄和叶月婷来了上书房，叶茵茵能准确地从他手里看到他提着的食盒，这是昨天约定好的好吃的吗？大皇兄带着他们来向他赔罪了，兴高采烈地跑了过去。大皇兄，叶周言没有理他。你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是带给我的吗？是什么呀？你干什么呢？这是皇兄带给我的，今天本公主起晚了，来不及在嘉庆宫用膳，大皇兄这才一路提着早膳过来，让我来这里吃。哇，皇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玫瑰糕的？还有这个鲍鱼燕窝粥、冰糖百合马蹄羹、藕丝河粉、螃蟹小饺，都是我爱吃的，谢谢皇兄。大皇兄，你真的没有给茵茵带吗？一块糕点也行啊。我为什么要给你带？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熟吧？叶周言，你不要太过分了。我皇兄有说错话吗？拜托，这是我皇兄，你但凡懂点眼，听得懂人话，就距离我们远点，别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贴上来，惹人嫌。你怎么说话的呢？我和大皇兄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你现在还没有被册封呢，见了我不行礼就算了，居然还敢打断我说话，你信不信我让人抽你嘴巴？我皇兄，你按住他，茵茵这就抽他5个耳光，让他给我横。结果被叶周言挡住了。长乐公主，你确定要删吗？你居然叫我长乐公主？长乐公主既然拿封号说话，我这样说也并无不妥。你需要我现在给你请安吗？大皇兄，你不要这样，茵茵害怕。那就请九公主原谅舍妹年幼无知，冲撞了你。大皇兄，你就不能再叫我茵茵吗？我想昨天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大皇兄，你们昨天什么时候见面啦？不用关你什么事？主要是叶茵茵怕被嫌弃，叶周言不想理他。皇兄，你以后不能再去见他了。我不会再去见他的。皇兄，我们别管他们了，马上就要上课了，等太傅来了就不好吃早餐了。他刚坐下没多久，叶恒清就递了一个食盒给他。看什么？昨天我母妃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吵得本皇子睡不着。今天厨子做的早膳又难吃死了，你赶紧帮我解决，不准浪费。叶茵茵正饿着呢，现在哪里拒绝得了这个？你不能觉得本皇子的东西没他们那么贵，我的厨子做一顿饭就起码要5两银子，
而且早上吃那么多大鱼大肉不好消化。他们就是暴发户，不懂养生。我是整个苍兰的首富，你要听我的，知道吗？茵茵一直都知道我皇兄贼有钱，茵茵也很喜欢吃这些东西，都是茵茵最爱的，谢谢皇兄。哼，那必须得谢。叶恒清打了一个哈欠，晚上跟着叶子安放火，他都快困死了。在上书房的这几天，茵茵只要有机会就去找叶周言说话。这天，他终于忍受不了了。皇奶奶，叶茵茵她这几天一直都这样，还拿封号来压我，上次还想掌我的嘴呢。还有这种事儿吗？对呀，皇奶奶，她行事做派可放肆了，仗着父皇对她的宠爱，简直肆无忌惮。我觉得上次嘉庆宫的火也是她放的，不然怎么无缘无故就烧起来了呢？太后这会儿没有附议了，在宫中想要指控一个人，就要先掌控证据，有这个才有底气。你要学学你皇兄的沉稳。皇兄之前也和那个叶茵茵很要好呢。是吗？对呀，以前可要好了，还为了他数次顶撞母妃。不过母妃死了之后，大皇兄就好了很多，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哀家突然觉得你如此天真烂漫，也是宫里难得。维持这个样子，开开心心长大就好了。长乐公主的事情，哀家会去解决的。你的封号，哀家也会再去催催青天剑。王奶奶对我可真好，哀家第一眼见到你就很喜欢你。左右现在哀家一个人身在长寿宫无事，你要是有什么趣事啊，或者和你皇兄又闹矛盾了，都可以来和哀家说，哀家帮你骂他。好，那以后孙女就多来长寿宫叨扰皇奶奶啦。来吧。太后送走了叶月婷，就让人去养心殿递了一个口信，邀请叶墨尘过来用午膳。叶墨尘刚下朝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就先去了长寿宫。母后，您找朕是有事儿吗？哀家本来想着和你一起用个膳，但是现在这个点儿好像有点不合适啊。没什么不合适，母后要是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朕说吧，午膳朕有人陪。是什么重要的人让你连哀家都不陪了？以前我们可是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没谁，有言在先罢了。他不说，太后也能猜到是老九那丫头吧。母后，朕等会儿还要去看奏折，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朕就先回养心殿了。果然孩子大了不由娘。哀家虽不是你生母，可也含辛茹苦把你养到这么大，哀家真是……母后就一个妃子，母后是想要朕陪你用膳也可以。其实就一件事儿，不日青天剑的封号就下来了，你从来也不管这些，但是哀家那大孙子既然被册封了，哀家就想让他去朝里磨练磨练。哀家考察过他几次，他是个很不错的孩子，不管是智力还是处事都很不错，未来进入朝中也会是你的左膀右臂。叶墨尘无所谓，有人帮他干活，他乐得清闲。那就依母后安排就是。不过进入朝中可就不能再住在后宫了。住所什么的就按照祖制来就好。哀家我不需要他天天来跟哀家请安。话说回来，哀家只是想把2个孩子都安排好，然后就回永凤寺继续吃斋念佛，算是全了答应珍嫔的那些事情。叶墨尘听到这里，心里差不多已经有了计较。皇帝最近还有偏头痛吗？哀家在永凤寺吃斋念佛，倒是认识一名医术非常好的高僧，
或许可以帮你调理一下。不必，朕不喜欢吃些乱七八糟的药，多烧几根安神香就好了。叶墨尘最后还是没有留在长寿宫吃饭。太子那里有消息了吗？应该快有了，上次来信儿说这2日就会回来。派人暗中盯着长寿宫，朕这位母后好像有点坐不住了。长乐公主那里是不是也要多派些人手？她不喜欢有人跟着她，就不要跟着她了。在皇宫里也出不了什么事。或许冥冥之中，天道就是偏向男主，要把他改动的剧情全部都改回去。绝对不可以！既然传来了，那就绝对不会允许父皇爹爹和皇兄们任何一个人出事，管他天道还是男主角，我都不同意。叶依依气呼呼提着裙子就打算去找父皇爹爹，说叶月婷欺负他，把他调开皇城一段时间。结果还没进父皇办公用的书房，就被王公公挡了回来。公主殿下，这会儿皇上正和太子殿下以及齐王殿下谈事儿呢，你还不能进去。太子哥哥回来了。刚进宫就遇到了齐王。大皇兄，里面就传来了叶景琛和叶周言争执的声音。叶茵茵下意识往里面走，结果又被王公公挡住了。公主殿下，他们2个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可是恕老奴多嘴，大皇子自从被册封齐王入朝以来，就趁着太子殿下不在朝中，收拢了他麾下的几名大将，又联络了朝中几位重臣站在他这边，隐隐约约有了和太子殿下分庭抗礼之事。是为了太子之威吗？王公公，他们是不是要打架了？何止是打架呀，现在太子殿下回来了，发现自己不在朝中的时候出了这样的事情，估计明天早朝就有人要流血了。茵茵不想看到他们2个人打架。王公公，你告诉茵茵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老奴可没办法，奴才就是奴才，插手不了朝廷上面的事情。公主，你也是后宫里面的人，自古后宫不能干政，上次秀女选秀的事情您就出过一次事儿了，这会儿你插手不好啊。公主殿下，奴才知道您以前和大皇子关系好，可是现在他已经是齐王了，一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你还是好好在上书房念书习字吧。我不想太子哥哥有事，也不想大皇兄有事，可这是历朝历代都要发生的。王公公一语道破天机，要是夺嫡都不残酷，怎么能保证苍兰未来的皇上有那个能力保护好我们这个国家呢？公主，你不懂朝事，自古朝堂从来没有一家独大之说，太子殿下势必得在朝堂上拥有一个敌人，这也是皇上的制衡之术，否则太子的势力太大，也会让皇上感到不安。朝堂早有传太子有篡位之心的谣言，太子殿下又一直都不服从皇上的管制，所以皇上才会答应大太子册封啊。让人把叶依依送回去。公主殿下，陛下希望你能长乐平安，也不会允许你插手朝堂。这件事情你不管往哪里走都是行不通的。叶依依在养心殿碰了壁，可也不愿意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等结果。想来想去，我去找男主角吧，就算阻止不了太子哥哥和大皇兄，也不能让别人插手。叶依依想好了，就跑去找男主角了。不过在出门前，传本公主令，我要召见禁卫军统领裴文。裴文一开始接到养心殿太监的传讯，还以为是皇上召见，
等后面才知道，原来要见她的人是长乐公主。统领，我们好歹也是2品官职，被后宫一个公主随意传唤，不太好吧？没事，我去看看。本统领也很好奇，他要找我做什么？裴文放下手里的事情，前往养心殿。养心殿正在戒严，无诏不得随意出入。可是引他过来的那名太监，在报上了长乐公主的名号后，居然让他一个外臣进去了。裴统领，我们公主在这边，您跟着奴才往这儿走。裴统领，本公主叫你前来，只为了一件事，我要你随本公主围住莫竹轩。一盏茶的时间后，有禁卫军在养心殿门口集结，一路往莫竹轩去了，直接惊动了住在长寿宫的太后。她要去莫竹轩做什么？看架势，好像是要去杀人。这小丫头专坏哀家好事，去传哀家懿旨，就说是哀家有要事传召她。娘娘，这个时候上去阻拦，会不会太扎眼了？眨眼？哼，难道要让他把人杀了吗？数字无状，居然在皇宫肆意传召禁军，胆大妄为。哀家身为太后，约束教育他一番又怎么了？不过秋香没有让宫女去传旨，而是自己亲自去找叶茵茵，终于是在她去往莫竹轩之前拦住了轿子。长乐公主，太后懿旨，令您立刻前往长寿宫，不得有误。裴文见状，回头征询了一下叶茵茵的意思。本公主现在有事要办，回来之后再去长寿宫面见皇奶奶。太后有要事召见，请长乐公主立刻前往。皇奶奶要有事，找茵茵也没有办法呀，茵茵帮不了皇奶奶任何忙的。皇奶奶要去养心殿找父皇爹爹才对。示意他们继续去莫竹轩。秋香没见过这种阵仗，放肆！太后懿旨，你一个小小的公主，竟然敢抗旨不遵！本公主也说了，本公主现在有事，没有办法去长寿宫，你听不懂吗？叶茵茵认出来了这个传旨的嬷嬷啊，我记得你催了本公主一把，我这个人很记仇的。正好现在禁军在，杀你一个小小的宫女应该不成问题。叶茵茵一声令下，就有禁军开始拔刀了。秋香还是第一次看见人在她面前拔剑。你竟然敢！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用手指着本公主！来人，砍她一只手下来！秋香生怕自己断手，连滚带爬带着人跑了。临走前，你一个公主竟然敢忤逆太后懿旨，就等着被太后降罪吧！裴文都在为小公主担心，可叶茵茵不怕。走，去莫竹轩。莫竹轩，莫昭的武艺也是一流的，只要有人稍微靠近了莫竹轩的范围，他都能发现。殿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杀我？属下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杀殿下的，但是他带了大量禁军，连裴文都在里面，甚至还把太后派来阻止他的人都逼了回去。宋京云听完就更疑惑了。殿下，我们要不要回避一下？回避去哪儿？兵来将挡，水来土挡。这个长乐公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嘛。去，把门打开，我要迎接她。叶茵茵带着禁军浩浩荡荡来到莫竹轩的时候，没让禁军护卫自己进竹屋。我脚下站的是苍兰的国土，他还敢对我怎样？叶茵茵走进竹屋，就看到京云。公主来得正好，我刚刚泡好了一壶茶，邀公主品鉴一下。怎么了？这茶有问题吗？没有，公主请便。谢谢17皇子，你这茶真好喝，茵茵很喜欢。公主客气，你喜欢就好。反正你送给我的南海东珠已经被你喝回去了。既然你已经知道本公主来了，那本公主的来意想必你也知道了吧？不止，只是霍昭在竹林外听到有动静，告诉我是你来了。没事，不管你知不知道，本公主都是带着这些禁军来保护17皇子你的安全。保护我？不是来杀我的吗？最近宫里是是非非很多，为了防止有人对17皇子不利，把莫竹轩卷进去，本公主特意挑选了一支最为精良的禁军，全天轮班保护。17皇子，从今天开始，你不用走出莫竹轩了，他们就会帮你安排好所有的衣食住行，你开不开心？把他困在这里，
他等会儿要怎么把消息传出去，捧齐王上位啊？这比带人来杀他还让他不安。怎么了？你是有什么意见吗？要是17皇子你有什么建议的话，不用客气，可以提出来的。本公主会酌情给你开放权限。不知是什么权限？撤走禁军肯定是不行的，我很担心外面那些人会对你不利，所以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哦，对了，让你的属下去御膳房拿膳食也不行。我刚才说了，禁军们很称职，很贴心，会帮你打点好这些的。这样一来，是不是省了你很多麻烦？如此，就先谢过公主的好意了。没关系，本公主最喜欢乐于助人了。你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霍昭见他走了之后，原本还想要试着闯出去，但是他绕了一圈，愣是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攻破的弱点。殿下，是不是皇上察觉到了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才派他领着禁军把我们围住的？不会，苍兰国君要是真的察觉到了，那么今天来的这些禁卫军就真的是来杀我们了。可是现在我们出不去啊，就根本掌控不了外面的情况。现在可是正值紧要的关头啊，那就得看太后那边到底有没有用了。要是不能呢？不会，历代朝堂都有制衡，这是帝王的权谋之术，我不会输的。这个长乐公主真是碍事，亏属下之前还以为她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公主呢。等此事过后，我也该会会这个长乐公主了。是真的天资聪颖，还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他都得搞清楚。叶茵茵从竹屋里面出来，公主，我们要困这个北燕质子多久？待到朝堂诸事顺利，一切尘埃落定。是，属下定要看好北燕质子，一根头发都不会流出莫竹轩。好，那我就放心了。回养心殿。公主，您刚才不是还说等莫竹轩回来了要去长寿宫见太后娘娘吗？那只是礼貌的说说而已，小孩子的话是不能当真的。而且他现在过去不是送菜吗？他可没有那么傻。我们快回去吧，茵茵饿了，茵茵想要吃饭。叶茵茵回到养心殿之后，那里已经解除了戒严，只有坐在龙椅上看奏折的叶墨尘。父皇爹爹，父皇爹爹，你们谈完了吗？你刚才去哪里了？去莫竹轩了呀。怎么想到突然带禁军把莫竹轩给封了？这像你能做出来的事情吗？因为太子王兄跟茵茵说过了，这个北燕的质子虽然长得好看，但其实很聪明很厉害的，要茵茵离他远一点。茵茵想，这个人居然这么厉害的话，那茵茵还是把他关起来比较好，不然他伤害了父皇爹爹和皇兄怎么办呀？父皇爹爹，你觉得茵茵做的对吗？有没有比他还要聪明呀？父皇爹爹，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茵茵做错了什么？茵茵不该关注那个质子吗？要是父皇爹爹不喜欢的话，茵茵可以不做的。茵茵这就让大统领把人带走。